我本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因家里被人陷害要死要罪，为了不让我吃苦受累，家人花钱把我送到18代贫农的李家做童养媳，天天被李家人逼着干活赚工分，还被婆婆骗走了父母留下的钱财，帮着未婚夫养孩子伺候全家。等到钱财榨干，又把我卖给家暴男，我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就跟家暴男同登极乐世界。哎呦，我家的儿媳妇就是命好啊，睡到日上3竿都不起床。这大小姐身娇体贵，不像我们劳动人民能吃苦耐劳，就是干活命。她还没有弄清楚眼前的情况，就被房间外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给吓得一激灵。这声音不就是坑骗了我一辈子，骗着我为李家当牛做马，还拿钱帮未婚夫养孩子的李老婆子吗？一股怒气直冲脑门，沈幼宁支撑着身子起身，目光快速的在破旧的房间里面扫过，沾满铁锈的钉子，划拉一下兴许能得破伤风，断裂的桌子腿，打人应该挺疼的。最好的还是大铁锤，一锤子下去豆腐脑崩裂，铁定没有抢救的机会。沈幼宁拿着锤子，干瘦蜡黄的脸上露出狰狞凶狠的笑容来。李老婆子，你骗婚坑害我一辈子，你儿子害死我全家，还把我卖给家暴男折磨，我今天先解决了你，再去解决你全家。沈幼宁重申到，他还没有被李家人坑骗完财产，他的父母兄长也还没有被李多宝害死的时候。不行，现在还有挽救父母兄长的机会，我不能把人打死进居资踩缝纫机，还是先收点利息吧。这母鸡都知道下蛋，牛都知道耕田，怎么有的人就能心安理得的偷懒呢？也就是我当初心肠好，不然某个人这回还不知道在。李老婆子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感觉背后被人戳了戳。你个死丫头，阴沉着一张脸站在我的身后做什么呢？要死人啊！不就是秋收忙了2天，你躺床上装死给谁看呢？你给我把鸡喂了，衣服洗了，院子扫了猪喂了，然后给我下地赚工分去。别怪我没有警告你，没赚够10公分，你今天晚上就甭想吃饭。什么叫做秋收忙了2天装病？分明就是我一个人干全家的活，差点累死。结果你个死老婆子还拿棍子打我起床干活，见我昨天晚上高烧不退，今天才没催我起来。大概是上辈子被婆家欺负的太惨，她有点社恐，即使面对仇人，说话也有点胆怯结巴。吵架是吵不过李老婆子了，那就只能用实际行动说话。她低着头，害怕同人交流的声音弱弱的。婆媳矛盾，派出所和生产大队管吗？沈幼宁，你长本事了，装病睡了2天，我说你2句，你就给我拿桥长脾气了是吧？谁家儿媳妇不是被婆婆说过来的？我没打你都算是好的了，还生产大队，还派出所，我告诉你，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了婆媳矛盾。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知道了还不赶紧给我干活去！李老婆子正得意，却见沈幼宁默默地从衣袖里面掏出了一根桌子腿，低着的小脑袋也抬了起来，脸上扯出一抹人畜无害的恐怖笑容。李老婆子向来欺软怕硬，身子下意识后退。你想干什么？你不是说婆媳矛盾没人管？我们今天正好闹一闹。话音刚落，沈幼宁用力地朝李老婆子的身上打了过去。李老婆子被打懵了，猛地都忘记发出惨叫。第一次打没经验，我是不是下手轻了？那待会我下手重点，疼你就忍着。这会儿李家就你一个老婆子，我今天不把你给打残了，都对不起我这一次的重生。说完，沈幼宁拿着桌子往李老婆子身上招呼。不过一会儿，李家的院子里面就响起了李老婆子的惨叫声。杀人了，儿媳妇打婆婆了，天理不容啊！快来人，救命啊！婆婆，你别乱挣扎，待会儿打残了就不好了。啥？还想要打残我？李老婆子脸色一白，吓得赶紧跑出院子求救。沈幼宁紧随其后追了出去。谢远洲还没有问出口的话，直接被堵回到了喉咙里。他问旁边的公安：“同志，请问你确定是这一家？”李家嘴生产大队，没错，就是这家。婆婆，别乱跑，你要是摔死了，明天全生产大队都得吃席。感受到旁边公安投来的眼神，谢远洲尴尬的掩饰嘴角笑容。这家儿媳妇还挺有意思的。话音刚落，又见那瘦小的身子举着棍子，毫不犹豫地朝着老妇人的身上打。谢远洲和公安立马察觉事情不对，两人快速向前。沈幼宁举着桌子腿，正要继续朝李老婆子打去，身子却是突然一个腾空，一双有力的手臂如同铁链一般将她抱着住。大队长，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这死丫头反了天了，居然敢下手打我！你看她把我打的，哎呦，我的手都断了，哎呦，我的腰啊！被打的李老婆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告状，打人的沈幼宁站在墙角瑟瑟发抖，孤单无助。好多人，好害怕，不想说话怎么办？好为难社恐啊！这么多人，我不能直接动武让李老婆子屈服，但是这老婆子上辈子害了我全家，可不能再让她污蔑我的名声了。沈幼宁鼓足勇气，怯生生的抬头：“是你说的，婆媳矛盾公安局不管，生产大队也不管，你现在跑来告状，不讲武德。”这小媳妇反差还挺大的嘛，打人的时候如同母夜叉，被审的时候如同小白花，一脸怂蛋稳准狠插人刀子的模样，不进部队真是可惜了。大队长啊，这儿媳妇打婆婆，天理难容啊！你可一定要给我狠狠的惩罚她，让她长教训啊！吵架真的不是我的强项啊，婆婆，这家务事被人知道不好。李老婆子一听沈幼宁这话，瞬间如同下蛋的母鸡一般精神抖擞起来，
因为上辈子的沈幼宁最注重名声和成分，但重生后的沈幼宁明白了很多事，比如只要你不怕死，死的就是别人。社恐不可怕，可怕的是让社会恐惧。沈幼宁，现在你知道害怕了吧？你这个资本家小姐，不好好进行思想检讨，还殴打婆婆，小心我让你进橘子彩缝纫机去。你也知道我是资本家小姐，你接受15岁未成年的资本家小姐当童养媳，这进去橘子得踩多少年的缝纫机？听说你儿子在部队又升官了，他们领导知道他在老家偷偷养未成年的资本家小姐当童养媳吗？沈幼宁的2个问号，直问的李老婆子心梗反应不过来。从前都是我用这个拿捏沈幼宁，怎么今天还反过来了呢？接收资本家小姐，这要是被人知道，可是会影响我儿子的前途啊！李老婆子见说不过沈幼宁，便直接躺在地上撒泼打滚，试图转移话题。哎呦，儿媳妇打婆婆了，没天理了！我以前对你多好啊，你个狼心狗肺的，现在就这么报答我？我就是养头猪也能吃肉，我养了你还要被你打，你个黑心肝的黑寡妇，真歹毒啊！婆婆，新社会人人平等，你打我的时候我都没好，我现在就还个手，你也别哭。说完，他朝着李老婆子走去。生产大队的大队长王德发看见，连忙喝止：“沈丫头，你还想要干啥呢？那好歹还是你婆婆。”沈幼宁被王德发的大声吓得一个哆嗦，不过他看了一眼左右，还是大胆上前拉了王德发到一旁角落，低声开始翻旧账。1961年到1963年，收成不好，你总共借了我家100斤大米，200斤玉米面，300斤的粗粮，500斤的糠。1965年，我来李家嘴生产大队，你收了我父亲2条小鲤鱼，给盖了假身份的章。这丫头这个时候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大队长，我准备了3件玩具，要不你也选一个。生气还是这么多？打李老婆子还是打你？我听你的。好歹毒的丫头，居然让我来做坏人！公安局和生产大队也管婆媳矛盾。王德发紧张地吞咽了一口口水，想着这丫头刚才说的话，脸色难看得如同便秘道：“不管那你腾个地方，我打快点。”上一世，她被黑心婆婆卖给家暴精神病致死，重生归来，先打断婆婆一条腿，收点利息。接上集，真不想听沈幼宁的，可那丫头手上还有我的借条，要是让人知道我和资本家有关系，我这大队长的位置也做到头了。这位同志远道而来，辛苦了，刚才的事情真的谢谢你们。走，我们出去说说，给他们婆媳2个一个调和的空间。婆婆你别紧张，我最多打你2下，不会要你的命，你放心，他们没那么快进来，记得不要告状哦，毕竟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收了资本家的钱替人养女儿吧。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丫头怎么病一好就发疯了呢？早知道应该早点带她去看医生的。李老婆子后悔的想要哭，下一秒，沈幼宁毫不犹豫地朝李老婆子的膝盖打去。我的腿位置好像有点偏了，不过没事，我再补一下就好了。沈幼宁说完，又朝李老婆子的腿打了下去。有人进来了，沈幼宁快速把手中的玩具一藏，才发现是刚才的那个军人。他2次下手都被他给搅和了。这人怕是个搅屎棍吧？我记住你了。躺在地上的李老婆子一看见有人来，立马嚎啕大哭：“同志救命啊！这个坏心肝的女人想要害我，她想要打断我的腿，她想要我的命啊！”家暴是家事，不归公安局和生产大队管。你要是做婆婆做得好，我能打你，能被儿媳妇打的，能是好婆婆。要不还是去自首吧。我一资本家小姐被卖给你家做童养媳，天天干活养全家，还得拿钱出来给你花，好憋屈啊！沈幼宁说着就要朝外面走，李老婆子脸色大变：“我的个老仙人哦，这事情要是传出去，我全家都得要完。家暴是家事，咱们婆媳矛盾就不要闹出去给别人笑话了。宁宁啊，今天这事就是误会，妈不该骂你偷懒，不该在你生病的时候不给你请大夫，你就原谅妈这一次吧。”他们要笑也是笑你，反正被打的人又不是我，原谅就不必了。你后面哭的机会还多着呢。看来这丫头今天是打定主意了，油盐不进啊！正好这时王德发和公安跑了过来，李老婆子眼珠一转，嚎啕着去抱沈幼宁的腿：“你今天要是不原谅老婆子我就撞死你！”赶来的王德发和公安眼睛都看直了。沈幼宁连忙低下头，声音无辜的解释：“被打多了，身体自然反应。”你撒谎！李老婆子一口气哽在了喉咙，白眼一翻，直接被气晕过去。哎呦，好疼哦！我的腿断了！该死的婆娘哦！我这是倒了什么霉啊？让你做我儿媳妇，你这是下狠手想要我的命啊！沈幼宁听到李老婆子的哀嚎痛哭，心里暗自高兴。好好听的声音啊！不过这才只是开始呢。打人了还暗爽，你这小媳妇思想有问题啊！关你屁事！你叫沈幼宁，你有一个哥哥叫沈以沫，你的父亲叫沈从白，我说的对吧？调查户口，你是不是嫌你脑袋上刚才被我划拉出来的伤口不太明显，需要增加点色彩？沈幼宁用最怂包的表情说着最狠的话，手上默默地把锤子拿了出来。你摸锤子干什么？一个女同志动不动就打人拿锤子不好，而且你觉得你打得过我？你能帮我拿着锤子吗？可以。看见谢远洲拿了锤子，沈幼宁露出感激一笑，下一秒他的身体啪嗒一声丝滑地坐到了地上，双眼满是胆怯和害怕地看着谢远洲，精湛演绎什么叫做碰瓷。谢远洲一脸懵懂的单纯：“同志，你没事吧？”
当兵的打人了，我是社恐又不是没脑子，这人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保险起见，我也得抓点他的把柄。哎，干什么呢？同志，你可不能以暴制暴啊！谢远洲头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有理说不清。沈幼宁坐在地上，一看就像是被人欺负了。谢远洲是解释不清了，他干脆也不再隐藏，直接同沈幼宁说道：沈同志，你不用担心，我不是来找你的麻烦，我是来感谢你的。感谢我？我才不信，父亲当年做了多少好事，还不是被他曾经帮助过的人举报了。对，我是来感谢你的。1963年的春天，有个少年带着妹妹流落到了你家大门口，你请他们吃了饭，还给了他们不少的馒头和钱，这事你还记得吗？记得一点。我说过我会还你的钱，只是后来我去你家没找到人。那得算利息，天灾人祸属于不可抗因素，我家不是故意搬家的。这小媳妇的想法同正常人完全大相径庭啊。好，算利息。1963年春天到1970年秋天，算你7年好了。我当时借给了你多少钱？500。经历过苦日子的沈幼宁突然觉得以前的他好败家，500块钱说借给陌生人就借给陌生人，真想要扇自己2巴掌。一律算你3.95%，加上利息，你一共还我573.12元就好。把钱折算成全国粮票、布票、糖票也可以。小媳妇算数挺好啊。谢远洲开始掏钱，沈幼宁偷偷看一眼男人。我算计更好，就是备受恐影响了威力。沈幼宁拿过钱，认真的数了数，一共是585块。给多了，我没零钱找你。不用你找，你当初还给了我不少粮食，多的算我感谢你。沈幼宁默默地瞥了他一眼，低头道：那你的感谢还真不值钱，就只得1块8毛吧。你这小媳妇可真有意思。那我身上还有156块2毛3分，都给你总可以了吧？你不值钱。他直接抽出5块还给了谢远洲。沈幼宁说完就朝外面走去。搅屎棍，不值钱，白下了我当初的粮食。谢远洲看着被莫名其妙还回来的5块钱，感受到了浓浓的嫌弃。这小媳妇分明账算得那么清楚，但是又莫名的大气，好矛盾的一个女同志。眼见沈幼宁的身影快要走远，谢远洲连忙大踏步地追了上去。哎，女同志，你的钱，部队有纪律，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你别逼我犯错误啊！谢远洲抬手去拍沈幼宁，前面身形瘦小的女同志却是身体突然一软，直直地朝着他的方向倒了过来。不是吧，又来讹人？谢远洲低头一看，就见刚才又怂又狠的小媳妇这回一脸苍白，入手的温度火热。温度这么高？医生，快来看看这个病人，他发烧了，身体温度好高。上一世，丈夫一家把我卖给家暴女致死，重生回来第一天，我把黑心婆婆送进医院了，附带好日子大礼包1份。接上集。报应啊，这报应来的真爽啊！沈幼宁，让你欺负我，看我不趁你病要你命，好好收拾你这个发疯的贱女人！李老婆子满脸兴奋，顾不得断了的一条腿，杵着拐杖就朝沈幼宁的病床走去。臭老婆子，你想要干什么？她可是你儿媳妇，现在还发着高烧生着病呢。你少来教训我！你说你这么帮着她，刚才还给她钱花，是不是看上她了？我告诉你，没门！她可是我们李家的儿媳妇，生死都得在我们李家。你想勾搭她，小心我去部队告你破坏军婚去！你们2个别吵了，我来给病人打针。病人体温太高，我这里只能给他先打1针退烧针，然后再输点葡萄糖。如果后面还发烧，最好是去县城的医院看看。好，那医生你快打。只见医生单手快速解开沈幼宁破旧不堪的衬衣，拉下她肩膀上的衣服，身上多处青紫的重重伤痕，瞬间冲击进谢远洲的眼眸。7、8年前娇滴滴的千金小姐，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竟然成了这般模样。突然有些理解这小媳妇的做法了。看什么呢？你一个男同志还不知道避嫌，赶紧的转过头去啊！哦，好的。李老婆子见不能报仇，又怕医生问她要沈幼宁的医药费，直接跑了。李老婆子呢？跑了？你干什么？我要回去。上辈子的记忆里，明天李老婆子的女儿和她对象回李家拿钱置办嫁妆，一家人从我这骗了不少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留下的一个空间玉镯。这辈子我就算是毁了玉镯，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得到。沈幼宁把父母留给她的钱财分开藏到了深山里，她来到藏东西的地方，拿出工具熟练地挖了起来。很快，装着玉镯的盒子被挖了出来。原来这就是上辈子被他们抢走的玉镯，这辈子是不可能了，想屁去吧！沈幼宁拿起镯子一个用力，想要当场砸碎，砸到一半，她的动作又收了回去。后世年代文小说都带空间，我要不要滴血试试看？如果不能再砸也不迟。沈幼宁划开手，鲜血滴落在玉镯上时，沈幼宁眼前一晃，她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入目的是大量的黄金、古董、金银首饰，瓷器百件。上辈子她爷爷突然死亡，来不及把这个秘密告诉他的父母。李多美得到玉镯后，又送给了他的嫂子。后来李多宝退伍，2口子依靠玉镯里的财富，成为了全国前10的首富。难怪后面李多宝和他媳妇生意做得不见多好，却也能成为世界首富。原来他们开公司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洗钱。不想这么多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找到文献资料和各种凭证，这是爷爷当初帮助政府的证据。就在沈幼宁发愁
这么大的空间该怎么找的时候，一大堆放着人证资料的架子在我面前。难道空间里的东西可以随心意而动？他压下眼中的惊喜，试着在脑海里面想，我要50年内各种收据凭证。一沓资料凭空出现在沈幼宁的手中，他眼中惊喜更甚，快速查看起来。能证明我沈家清白的证据，居然就在空间。沈幼宁嗓音干哑，心中对李多宝的恨意更甚。爸妈哥哥，这次我一定不会再让你们出事了。沈幼宁拿着收据凭证和他现在需要的东西出了空间，又把其余的金银挖了出来放进空间里了。等做完，天色都快要暗了下来，他也不敢过多停留，急忙要下山，还没走2步，就被一旁的植物给吸引了目光。仔细一看，竟然是长有6个掌状复叶的野生人参，身龄100年以上。这是100年人参，没想到啊，我还能有这么好运气的时候。沈幼宁连忙挖了起来。100年人参根须复杂，沈幼宁挖了好久才挖到完整的人参。沈幼宁刚起身，身子却控制不住的晕眩。他知道他这是营养不良，再加上1天没吃饭饿的，身体要紧，还是先吃2根参须补补身体吧。吃完参须，沈幼宁顿觉好了不少，赶忙借着升起的月光下山了。你怎么来了？王德发身子微僵，明显一副不想要看到沈幼宁的样子。来你家吃饭，要有肉。啥？你要来我家吃饭，还要吃肉？沈幼宁被王德发的大声吓得后退了2步，低头道：61年到63年收成不好，你借了我家100斤大米。好，打住，我这就去给你准备。我听见你院子里面有鸡叫。咋的？你还想要吃鸡？1965年，你收了我爸2根。等，给你吃。这可是我婆娘养了好几年的老母鸡，我家都没舍得吃。哟，这不是李老婆子家的儿媳妇吗？这大晚上的，怎么来我们家了？把家里老母鸡杀了，给她吃。啥？德发，那老母鸡可是我养了好几年，一天能下1个蛋呢，怎么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别那么多废话。沈幼宁坐在王家厨房里，一个人干完了1锅鸡，吃饱喝足后，朝着大队的知青院走去。上辈子李家把我卖给了家暴男，这辈子我先撬了你李多美的墙角，再给你找一个家暴男入赘，还帮你家省了嫁妆钱呢。谁呀？大晚上的这么用力敲门，还不让人睡觉了？开门的是女知青杨爱华，沈幼宁找的就是她。杨爱华是城里来的知青，家里穷还兄弟姐妹多，她总是不受待见。来农村后，一直想找个家庭富裕的男人嫁了。梁知青，给你送有钱的男人，你要是不要。什么有钱的男人？哪里？杨爱华做梦都想找个有钱男人过好日子。听沈幼宁这么说，她兴奋的一双眼睛四处看，天太黑什么都看不清。杨爱华兴奋的长脸瞬间拉了下来。沈同志，大半夜的你别拿人开涮啊！你要是再这样，小心我去告你扰乱治安。沈幼宁忍着紧张对杨爱华神秘说道：县城纺织厂厂长的儿子，人傻钱多，还好勾引，你要不……谈话的内容很坏很精彩，但沈幼宁一脸紧张胆怯的社恐脸，很难让人信服。杨爱华狐疑的目光看了他好几眼。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明天我小姑子就要带人回来要嫁妆，他对象是县城纺织厂厂长的儿子。我小姑子长得没有你好看，还不是知青，文化程度也没有你高，他露个肩膀就能拿捏纺织厂厂长的儿子。咱们加油一点，录2个，实在不行松松裤腰带，我直接带人去现场捉流氓。你确定这样的方法能行？这耍流氓要是被人捉住，不是原地结婚就是下局子，这方法够毒啊！对方是县城纺织厂厂长的儿子，肯定有钱，我要是嫁过去，就不用天天在这里啃泥巴了。但是你怎么保证计划能成功呢？你过来，我慢慢跟你说。我看这事能成，到时候我就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天天下地赚工分了。杨爱华兴奋的哈喇子都快要流了出来。到时候你得给我包个大红包。要是真成了，你就是我媒人，我肯定给你包一个。那个能不能帮我把王家卫叫出来？王家卫？你找王家卫做什么？王家卫在我们知青大队的名声可不好，他不仅懒惰成性，还爱喝酒，喝醉了还打人呢。这都是我听南知青那边的人说的。王家卫酗酒打人的事，没人比他更清楚了。因为上辈子沈幼宁就是被李家人卖给了王家卫，在买他之前，这人已经打死了4个老婆。不过他比前面4个好一点，因为在被他家暴死的最后一刻，把他给嘎了。李家兄妹不是喜欢家暴男吗？我大方的送你们家一个，这辈子你们一家人就尽情的相爱相杀吧，那场面肯定非常精彩。爸，去叫他出来吧。沈幼宁微微一笑，杨爱华看得浑身冒鸡皮疙瘩，连忙叫人去了。上一世，丈夫一家把我卖给家暴男折磨致死，重生归来。婆婆天天口号对我疼恨不少，闹点婆媳矛盾把人送进医院不犯法吧？想要我出嫁妆的小姑子，跟着这个家暴流氓省钱吧？想要我出钱找工作的小叔子，送你去劳动厂白干工省吧？接上集王家卫出来了，沈幼宁看到他，身子还是会忍不住下意识发抖。不过很快他就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建设。不要怕，我能嘎了他第1次，就能嘎他第2次。你找我有事？王家卫的皮相很有迷惑性，单从外表很难看出内心藏着的禽兽行为。给你介绍个婆娘，要是不要，你上门过去就能直接躺平，不用干活。我家小姑子就喜欢你这种长得柔弱、背地里能使劲干的男人，还有受虐倾向，别人对他越狠他越喜欢。要不要考虑一下，全家赚钱给你花，你只需要满足一下我小姑子的变态爱好就行。
这事事关她的名声，你要是不愿意也别说出去。这世界上还能有这样的女人？王家卫面上皱眉嫌弃，但是沈幼宁已经从他眼眸深处跳跃的目光看到了他内心的阴暗正在跳动。打是情，骂是爱，一天不打不痛快。男欢女爱的事情，就是要生不如死才能铭心刻骨，不把对方送进抢救室，都不知道爱有多深。我小姑子脸皮薄，不敢亲自过来，她偷偷给了我200块钱，说是未来给你做彩礼，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200块钱的诱惑，足够他隐忍真性情。演戏骗李多美结婚了，不就是骗婚嘛？我也会。沈幼宁从知青院离开后回了李家，李老婆子见他回来，对着他就是一顿输出。哟，你个疯婆子还知道回来啊？你说你怎么还勾搭男人，这么不要脸呢？还曾经的大小姐呢？我看没比那在地方的女人强多少。我要是你啊，还回来做什么？直接一头淹死在口水里面得了。哟，都不睡觉等着我呢。婆婆腿断了，就该好好在家养着，免得下次舌头也断了。你个没良心的玩意，还想要对我动手是吧？李婆子暴怒，举了手中的拐杖就想要朝着沈幼宁的方向冲。李老头和他二儿子李多才在一旁看戏。沈幼宁看着李婆子的动作，低声道：“一根小黄鱼一条腿。有钱你早说，算你这次识相。你今天打了老婆子我这么多下，至少得5根小黄鱼，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资本家小姐的身份抖落出去，让你跟着你爸妈吃苦去。要不我给你10条小黄鱼，你把命给我。好，你想屁吃呢？老头子，你看啊，我就说当初不要收留这么糟心的玩意，你看他现在不但不领情，还想要害死老婆子我啊！我这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要让你大概是投胎没投好。”李婆子被沈幼宁这一句超纲的对人话语给弄得声音戛然而止。沈幼宁见他已经熄火，默默把目光转移到了李老头身上。公公，送婆婆家去就能得10根金条，这是难吗？我听人说200块钱就能买一个黄花大闺女，水灵灵能掐出之来的那种，又能干活又能用，还能把你伺候成诅咒。婆婆估计是没有这个能力。沈幼宁说着，遗憾地看了一眼李婆子，李婆子瞬间气得跳脚。见李老头没说话，他心中的猜忌瞬间被放大到了无限倍。好你个糟老头子，嫌弃我老了，看不上我了，还想要换心了是吧？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的一天，你就休想起那些坏心思。我为你们李家生儿育女，辛苦操持家务，还抵不上10条小黄鱼了。你个见钱眼开的糟老头子，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你是不是嫌弃我老了，想年轻小姑娘？闹什么闹？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宁宁的就是我们的，什么给不给？什么叫我的就是你们李家的？李老头子，你倒是真敢想啊！李老头开始打感情牌，故意斥责了李婆子给沈幼宁看。沈同志对我们一家不薄啊，照顾宁宁是我们家应该做的事情。你今天被打，肯定是你平时没有照顾好宁宁。这次宁宁发烧，差点去了大半条命，你这老婆子也不同我说，也不给请医生送卫生所，难怪宁宁醒来生气恨你。要乱装，还得是李老头啊！别靠太近，你今天没洗澡，狐臭都飘过来了。李老头前行的脚步顿住，脸上多了几分控制不住的阴狠。不过很快他就和蔼的笑出来。宁宁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你这年龄也到了，改天我就写信给多宝，让他回来娶了你，带你去部队享福去。只是你也知道，我们家穷，可能没啥好东西给你，真怕委屈你啊。李老爷子像往常一样抛出鱼饵，如果是以前的沈幼宁，一定会眼巴巴的上当，主动贡献他父母留给他的金银。不过今天吗？沈幼宁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丫子，听你说，听你吹，好像谁不知道你家的儿子李多宝4年前就结婚了，娃儿都生了2个了。李老头见沈幼宁不接话，他咬了咬牙，头一次说话直白。你手头宽裕，拿一些出来给吧，我去给你置办一些像样的嫁妆，免得回头被人笑话。啊，我手头不宽裕。那你刚才还说给10条小黄鱼，那你把命给我。你个天杀的黑寡妇，良心被狗吃了！别以为老婆子我拿你没有办法。李多宝什么时候死的？要给挖坟烧纸吗？你个疯婆子，你居然敢诅咒我儿子死！李婆子气得拐杖堵住面，咬牙切齿，恨不得直接扑过来咬沈幼宁一口。就知道李家属你跳得嗨，先断了你的腿，绝对是最明智的决定。老二，去给我把这个疯婆子抓起来，看我今天不打死他！面对陌生的气息，沈幼宁下意识紧张地退后了一步，身子缩紧，他低垂的目光慌张。能不能不要随便加入新人进来？我会紧张。怎么，你也终于知道害怕了？不是，我一紧张我就想要自保，要不试试脑袋和锤子哪个更硬？妈，你看他手上有锤子。怕个锤子啊！你天天在砖厂里面干活，有的是一把子力气，还能干不过一个女的？赶紧的给我上！好吧。李多才听话的朝着沈幼宁走去，他每靠近一步，沈幼宁就下意识的退后一步。沈幼宁拿着锤子挡在身前，弱弱的样子像是一只受到欺负的小白兔。没地方退了，那还不赶紧跟我回去，给我妈跪地磕头认罪，别逼我扇你啊！那你还是扇我吧，有多大力就扇多大力，我可是学过法律的，故意伤人得下橘子，正当防卫无罪。你他妈的脑子有病啊！那你可别后悔。资本家小姐，我早就想要动手试试，奈何爸妈为了名声不同意，今天终于可以过一把欺负资本家小姐的瘾了。这事情以后说出去，那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功勋啊！李多才眼中一道兴奋恶毒的光芒闪过，抬手就朝着沈幼宁的脸上招呼去。沈幼宁脸色一狠，
抬起手中的锤子就朝着李多才拍过来的大手砸了过去。黑心公婆觊觎我父母留下的万贯家财，花样百出哄骗，想要我成为他家的提款机。我掏出锤子，一套健身操下来，活家人都走了，接上局。沈佑宁，你干啥呢？发疯的母狗，你逮人就咬啊！老头子，快救咱们老二啊！李老头掏起铁锹就朝沈佑宁冲来。沈佑宁见状，快速起身，一脚把李多才给踹了出去。我可是练过的，就算你们3个一起上，我也不怕。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为什么拿铁锹？那你也不能动手打人，还拿铁锤。我不是已经提前打了招呼，他没长脑子，你们2个也没长脑子。沈佑宁一句话，气得李老头和李婆子半天说不出来话。爸妈，我的肚子好疼啊，我的手断了啊！手没断还能用，内伤不死人，让你妈给你擦点红花油揉揉就好了。你个打人的还有理了？你先打人，我就是正当防卫。我先打，那还不是你叫我打的？我叫你去吃屎，你怎么不去？哎呦，老婆子，我这是……都说了，你投胎投的不好。李婆子话还没有嚎出来，沈佑宁就认真的接了上去。李老头扶着李多才到了一旁休息，他的脸色有点发愁。怎么以前乖乖替人搓磨的沈佑宁，突然就生出了反骨呢？可能是老婆子最近把人给搓磨得太狠了。宁宁啊，爸这到秋收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明天我让你妈割2两猪肉回来，给你好好的补补。大家都是一家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你先好生养着，等身体好了再说。李老头说着，连忙给李婆子和李多才使了眼色，示意他们回房间。果然横得怕不要命的，天不早了，还是洗洗睡吧。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老头子，你刚才为什么不打死那个疯婆子？你看看他把我和老二给打成什么样子了，他这是铁了心的，想要废掉我和老二啊！这样恶毒的女人留在我们的身边，日子久了，你就不怕出事？还有老头子，你可不要忘了，咱们家老大都结婚生娃了，这是能瞒得住多久？你给我安分点，就什么事都没有。要不是你最近把他给欺负惨了，他今天能发疯。还有老大结婚生娃的事情，谁也不许说出去，都给我5严实了。这沈家的家底厚得很，我在他家干过活，你们是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少好宝贝。咱们只要看紧了沈佑宁，就等于看紧了一棵发财树。你俩别给我脑子发抽，放着富贵的好日子不过去招惹他。可是爸，你看他把我手掌都给敲碎了，还有我的肚子好疼啊！一个女人能有多大的力气？谁家干活没受过伤？待会我拿药酒给你揉揉就得了。宁宁，秋收这些日子辛苦了，来吃点鸡蛋补补。沈佑宁目光从鸡蛋落到李老头身上，然后又看向李婆子。看什么看？这么好的东西喂到了你的嘴巴里，简直就是糟蹋粮食。见李婆子瞪眼骂人，沈佑宁干脆的把碗接了过去，当着李婆子的面，他一边吃一边讲：红糖太少，不够甜；鸡蛋太小，不够吃。你个死丫头，享受惯了是吧？还来挑剔了？公公，我说实话有错，看来这个家还是容不下我，我还是收拾东西去找我爸妈吧。你可是我李家的摇钱树啊，哪里能够让你走？你这丫头是跟我诚心作对的不是？说你2句就要闹离家出走，你这么有能耐，当初话多。宁宁秋收辛苦，没吃饱多正常。再去给煮2个荷包蛋来，多放点红糖，至少得4个。你还不赶紧的去，顺便把鸡杀了给我补补。李婆子忍了忍，这下是彻底忍不住了。你这个小疯婆子，你倒是胆子大敢想呢，还想要吃鸡？你看你像个什么玩意？老娘蹦个屁给你，你吃不吃？我看你像个玩意儿。你个疯女人，信不信老婆子我一拐杖？要来玩游戏吗？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的游戏。李老婆子嘴巴一抽，默默放下拐杖。拐杖打不死人，锤子就说不定了。想我李婆子欺负人一辈子，今天居然被人欺负了，真是个笑话啊！算了，今天闺女要带着对象回来，就当杀个鸡给闺女和未来女婿吃。小贱人想都别想。爸妈，我带牛同志回来了。他喊了人也不进来，就站在院子门口等着李家人出去迎接。李家人热情地走了出去。沈佑宁趁此机会去厨房连锅带鸡的都给挪到了玉镯空间，随后他和没事人一般跟着出去。哎呀，妈，怎么才几天不见，你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不知道我今天和铁柱回来啊？你就不能玩几天再受伤？你这样多丢我的面子！李多美说着还生气起来。李老婆子目光怨毒地看了眼沈佑宁，才笑着拉着她闺女的手哄起来。就是秋收的时候不小心摔的，过几天就能好。你就不能换个日子摔？晦气！爸妈，这是我对象，他爸可是我们纺织厂的厂长。铁柱，这是我爸妈，他们对我可好了，从小到大，无论我想要什么，他们都会给我的。你以后可得对我好点。叔叔阿姨好，我是多美的对象，我叫牛铁柱，我爸是县城纺织厂的厂长。双方介绍完毕，李多美突然扬着脖子嗅了嗅鼻子。妈，你炖鸡了，我就知道妈你对我最好，我进去看看。妈，你炖的鸡在哪儿？怎么柴火上面不放锅？李老婆子面色一变，连忙杵着拐杖朝着厨房走去。哎呦，哪个天杀的不干好事啊？我那么大的一锅鸡啊，你学什么不好？你学偷，小偷犹大偷牛，成年了偷寡妇的裤衩子不害羞。你嚎得越大声，我就越高兴，这还只是开始呢。牛同志，你别介意，我小姑子平时不这么贪吃，她平常对我婆婆也挺好的，每次都会把攒了1周的衣服、袜子、内裤带回来给我婆婆洗，她还特别节约，宁不买的东西都不买，
偷偷用完别人的再用自己的，而且我小姑子还手脚特别干净，每次工资还没发就用完了，偶尔还会偷偷良心发作，让别人也跟她一样做个干净女同志。最重要的是她对你是真心喜欢，有了你她都不跟村里面的穷光蛋玩了，还有钱给自己买衣服手表小皮鞋。牛同志你真是一个好人。沈佑宁这话就差直接说牛铁柱人傻钱多好骗了，不过他低柔的声音全是真诚，让人听不到一点告状的意思。他嫂子李多美平常是这样的人。对啊，她平常对我也挺好，事情都是给我做，免得别人说我这个做嫂子的不贤惠。牛铁柱沉默了，他家就他一个儿子，因为不小心碰见李多美换衣服，就被他给缠上了。要不是李多美说他哥在部队当军官，家里能陪嫁不少，他家也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如今听沈佑宁这么一说，牛铁柱有点犹豫了。厨房都忙成什么样了，你还不去帮忙？你在这里傻愣着做什么呢？去，赶紧的去，别在这里给我碍眼。李多美说着，警惕地抱住了牛铁柱的手，生怕别人会抢了他的对象一样。沈佑宁看了他两眼，转身直接回了他的破房间躺平。谁爱干活谁干活去，我又不是有病，都重生还有钱了，还去当愣头青。婆婆炖鸡招待未来女婿，我反手连鸡带锅一起收进空间。接上集，沈佑宁躺在床上，脑海里面把他的复仇计划过了好几遍。喂，有人在吗？我是知青院的杨爱华。大中午的叫什么叫？穿得这么凉快上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没干好事呢。今天杨爱华装扮得很是漂亮，是沈佑宁出的主意。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妈换东西的。杨爱华说着就朝堂屋走去，假装不知道堂屋里面有人，直接出声。李婶子，我来找你换些东西啊，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客人。四目相对，杨爱华脸色娇羞，忙拿手上的篮子欲拒还迎的挡住了半边脸，没两下又拿下篮子，偷看堂屋里面的牛铁柱。哎呦，真是羞死了。他说完急忙转身要走，一眼万年，牛铁柱感觉他的整个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李多美追上来骂：杨爱华，你往哪里跑呢？我妈在厨房，你要换什么东西赶紧的换，别耽误我家吃晌午饭。知道了。杨爱华去厨房找李老婆子了，他根据沈佑宁的提示，特意同李老婆子道：李婶子，大家都说生产大队你最好说话了，我这里有一块红枣色的布，原本是想要留着做秋衣的，现在我想要同你换一些红糖和鸡蛋，你也知道的，女同志的那几天总是特别的难熬。堂屋的牛铁柱早已被刚才的女同志勾了魂，正竖着耳朵偷听厨房里面的声音呢。沈佑宁很满意牛铁柱的表现，上辈子牛铁柱特别迷恋某歌星，把杨爱华往那边打扮了总是没错，这不就已经看上眼了。李多美注意到了牛铁柱脸上的心猿意马，当即沉着脸发难：你看什么看呢？人换了东西都走了。我没看。我信你个鬼。中午吃饭的时候，李老头破天荒的给沈佑宁加了一只大鸡腿。宁宁，你这些日子辛苦了，吃个鸡腿补补。看来我昨天晚上闹得很有作用，不然放在平时，我这会连桌子都上不了，还窝在厨房吃菜汤泡粗粮饭呢。估计李家人已经商量好了对策，搁这儿给我喂糖衣炮弹呢。不过这么香的大鸡腿，不吃都对不起我辛苦喂养他长大。沈佑宁抓了鸡腿大口吃了起来。李多美见此，吞咽了一口口水，则难道：嫂子，爸妈平常为了操持这个家，这么忙这么累，你怎么就不知道孝顺他们一下呢？沈佑宁看向他们，李老头和李婆子都一副理应如此的样子，就好像在等着他知情识趣的把肉还回去。公公，要不这鸡腿我还给你。李老头满脸笑容的准备去拿，沈佑宁又继续道：毕竟小姑子家去城里的要好多嫁妆，公公你多吃点，才有力气给小姑子凑嫁妆钱。一根被咬了的鸡腿就想要换不出嫁妆钱，这怎么行？宁宁，鸡腿给你吃就吃吧，我们年纪大了，不用吃这么好的东西。来，大家也别客气，都吃菜。饭桌上只有沈佑宁和牛铁柱在认真吃饭，李家人都在相互交换新言辞。吃过午饭，沈佑宁也不收碗筷，直接走人。你个懒婆呢？叫什么呢？宁宁啊，吃了饭再喝点茶水好消化。他笑得比王外婆还要像王外婆。沈佑宁知道他们接下来想要干什么，也顺势留了下来。杀人诛心现世报，这样才爽快嘛。我要是离开了，待会儿他们这戏都没人看了，那就麻烦婆婆了。我要大碗的，茶的味道浓点。我他妈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沈佑宁自从来到李家，就再也没尝过茶的滋味，他喝得尤其认真。李老婆子看着他转眼就喝了大半缸子，气得直翻白眼。茶很贵的好不好？真是便宜了这个疯婆子，待会看我怎么把你吃进肚子里面的都成倍的掏出来。李老婆子向李多美使了个眼色，李多美接收到信号，双眼一亮，瞬间兴奋。爸妈，我和铁柱准备选个好日子就去扯结婚证。铁柱他爸可是县城纺织厂的厂长，你们给的嫁妆可不能少。我已经给我未来婆婆说了，我要是和铁柱结婚，嫁妆得有3转1响72条腿，还得有春夏秋冬4季的新被子衣服各2套，还要有各种厨房用具、首饰配件，你们还得给2000块钱的压箱底钱。真是好大的口气啊！听到这里的李老头和李婆子却没有多大反应。沈佑宁知道李家人早商量好了从他这里抠钱，上辈子就是这样，担心他们钱不够，拿了父母留下的钱才给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就是串通好来骗他的。李婆子开始演技上线了。这么多，我们哪里有这么多哦？这就是把老婆子我卖了也凑不齐啊！宁宁啊宁宁，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多好的婚事啊，就因为我和你爸没用，要白白的耽误你小姑子。你说这是要是多宝回来，你该怎么向他交代啊？什么叫我怎么向李多宝交代啊？
这老婆子真是会说话。不急，李老头都还没出场呢。沈幼宁捏着搪瓷缸子继续喝茶，他稳得住李老头就稳不住了。他以推围巾诱惑沈幼宁。宁宁啊，你是家里的大嫂，这个家也该你来当家做主。我和你妈年纪大了，拉扯大3个孩子也不容易，这些年也没存下多少钱。说的好像是你李家人拉扯我长大的一样。李老头子掏出了一沓皱巴巴的钱，放到沈幼宁的面前。这些年我和你妈也就存了231块5毛，剩下的爸只能厚着脸皮，请你帮忙想想办法了。那个嫂子，我这里还有18块2毛钱。我这些日子也存了一些，5块6毛，我自己的嫁妆我也得出一份力。嫂子你最好了，你可别让我嫁不出去啊！妈的，好会演戏的一家子啊！学到了学到了，上辈子吃亏不怨啊！好想拿这钱，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嫁人太贵了，嫁不起，不嫁。沈幼宁，你说什么呢？你好端端的人不做，破坏人姻缘，你有本事再说一遍，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李多梅火力全开，沈幼宁吵不过这些身经百战的泼妇，只能用实力说话了。她默默地把棍子放在桌子上，然后是锤子、榔头、菜刀，掏出来的凶器一个比一个厉害。李多美还没有吃过沈幼宁的亏，愤怒的她不管不顾就要冲上去教训沈幼宁。李老婆子见状，吓得连忙拉住李多美：“别上去啊！这疯婆子真的会动手，我跟你弟弟就是被她给打的。”李多美吓得身子一软，欺软怕硬这点她也遗传得十分完美。妈，这女人不会疯了吧？我倒是没疯，就是感觉你全家快被你逼疯了。穷疯的，你结婚这种大事怎么能问我呢？我又不是你爸，又不是你妈，就算你叫我也不会应。这家的嫁妆太贵，还是隔壁山头重金求媳妇的糙汉有性价比。不要嫁妆，还给3头猪800块钱彩礼，公公婆婆，要不然你们考虑一下。你这个女人简直就是没安好心，你居然让我去嫁给一个敲猪的，他一个敲猪的老糙汉，能跟县城纺织厂厂长的儿子比吗？我不管，反正今天这嫁妆你不给也得给。我大哥娶你回来就是照顾我们一大家子的，你要是把我们都照顾不好，我大哥还娶你做什么？沈幼宁，我告诉你，你可要想好了，我大哥现在可是营长，你要是不想要做这营长夫人，多的是人做，不就是2000块钱，你出不起，多的是人能出，多的是人出。那我现在就买车票去他那里问问。沈幼宁抓了桌子上的钱就要出门，他这一动作吓得李婆子和李老头赶忙拦了上来。沈幼宁是打算先解决完李家人再去的，所以他很容易的被李婆子和李老头拦了下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没长脑子啊？谁知道他还真想要去啊，都怪这个臭女人，要不然我也不会被爸爸骂。自私小姑子想要带着丰厚嫁妆攀高枝，公婆一家逼我出嫁妆钱，一气之下我撬了小姑子的墙角。接上集，绝对不能让他去部队，万一被他发现内情，我李家少了个当牛做马的摇钱树不说，还会影响我儿子的前途。多美还是一个孩子，他还什么都不懂。宁宁啊，你不要跟多美一般计较。20岁的巨婴，我还是头一次见，难怪你说他没脑子，这话说的都有点轻了。沈幼宁，你别给我蹬鼻子上脸啊！牛同志知道自己娶的媳妇没脑子，还要人换是鸟裤吗？感觉这不是当新郎官，是突然喜当爹。牛铁柱本来就不是很想跟李多美结婚，这回又发生了这么多事，他现在不想待在李家了，想去外面打听刚才那个女知青的消息。见牛铁柱要走，李多美赶忙上去拉他。铁柱，你不要听他乱说，他就是脑子有问题，从小在我家当童养媳来着。我俩的事以后再说吧。铁柱，你听我说，之前说好的嫁妆，我们家肯定给得起，你不要听沈幼宁那个贱人胡言乱语。我哥可是营长，10里8村你可找不到条件比我更好的姑娘。没过一会儿，李多美哭着跑了回来。都是你这个扫把星，本来是拿9稳的婚事还得出问题。我告诉你，我这婚事要是黄了，我把你丢池塘里喂鱼去，锤成泥，刚好可以喂鱼的那种。妈，你看他又吓我，李家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上辈子怎么就还被他们给欺负死了呢？真是窝囊。嫁妆的事你们好好商量，我出去看看。牛铁柱才刚离开，我现在追出去，应该还能看见他和杨爱华的美好邂逅。看来他还是心软了。多美，你的嫁妆有着落了，闹得再凶还不是那么怂。他肯定还有好多钱，下次我换工作也找他拿钱。沈幼宁没追多远，就看见牛铁柱扶着杨爱华朝知青院的方向走去。没一会儿，两人突然改变方向，钻草垛子里了。看来这个牛铁柱对李多美也没多喜欢，他这么主动，都省了我安排人来捉奸告他耍流氓了。听到他们要出来了，沈幼宁赶紧藏好。你这个臭男人，上别人家门提亲还来招惹我，小心我告你耍流氓。我跟李多美没啥感情，都是他缠着我，我这就回去同他说清楚，然后来跟你提亲。呸，谁要你提亲？你没把屁股洗干净之前，别来招惹我，不然小心我一锄头掘了你的小屁屁。好，你别生气，我这就去退婚。牛铁柱说完就迫不及待往回跑，沈幼宁等人走远了才出来。得手了。容易上钩的很，我就像你昨天晚上说的那样，假装扭到脚，这男人就忍不住屁颠屁颠的跟上来，还摸我大腿呢，流氓的很。那你放心，我没让他这么快得手。那就好。牛铁柱回去退婚，李多美很有可能会找到你这里来，最近这几天你小心一些。杨爱华上辈子没害过他，
沈幼宁自然也不想他太吃亏。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那我就先回去看戏了。沈幼宁回到李家，刚好听到牛铁柱同李多美说：“我们不合适，分手吧，把我送你的东西还给我。”牛铁柱提着东西要走，李多美不同意，他只得使出杀手锏：“你要是再纠缠我，就别想再去纺织厂上班了。”看到李多美哭着回来，沈幼宁知道他安排的2号人物应该上场了。他来到知青大院外面，学着鸽子的叫声叫了起来，这是他和王家卫约定好的信号。没一会儿，打扮的人模狗样的王家卫就出来了。按照昨天晚上的计划行事，我小姑子她对象已经同他分手，现在正是你趁虚而入的好时候。我小姑子嫁给纺织厂厂长儿子的嫁妆，可是有3转1响，4季衣服、棉被、鞋袜，还有2000块的压箱底。你上门，这彩礼他们跟得上。这么多，我知道，他说不要就是要，说要就是狠狠的要。他婚前的一切幻想，我都会好好满足他的。你悠着点装，别露馅了。说完，沈幼宁抄近路回了李家。见沈幼宁这么快回来，李多美质疑道：“钱呢？你带回来了没有？”“什么钱？没钱你回来做什么？你刚才出去，难道不是去找钱？”“谁说的？我饭后消食去了。”“你骗谁呢？大中午的你出去消食？爸妈，这个臭女人一定是把钱给藏起来了，她就是不想要我家个好人家。你看她的心思多歹毒啊！你们赶紧上去搜，钱她一定还留在身上。”“确定要搜？用2只手还是4只？我好提前有个准备。家庭纠纷，公安局和生产大队好像也管不过来。”情况一时僵持，正好这时王家卫来了。“李大婶，李大叔，我今天过来是有个不情之请，想要请你们帮忙。”王家卫说着，把手上的礼品塞到李老头和李婆子的面前。原来是王知青啊，你有什么事里面说啊。多美，去给王知青倒一杯茶水来。客厅，王家卫专门挑着李多美进来的时候说：“我注意李同志好久了，今天是特意来提亲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我提亲？谁不知道你王家卫在知青院的名声不好？我看你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让你来提亲！你个没眼力劲的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知道我男人是谁吗？我对象可是县城纺织厂厂长的儿子。”李多美拿着扫把：“你家这小姑子也太凶了吧！明天你再接着去，你就同李老头子和李老婆子说，你愿意出1000块钱的彩礼。”1000块钱的彩礼，他也配？他家就李多美一个女儿。陪嫁是彩礼的2倍。小，我明天再去试试。听说县城纺织厂厂长的儿子开着拖拉机来提亲了。提亲？提的是谁家的闺女啊？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该不会是李家吧？我昨天可是听了一嘴巴。爸妈，你们听见没有？铁柱开着拖拉机来提亲了呢。我就知道坏良心的舍不得我。我们家这条件，他出去打听打听，到哪儿去找啊？爸妈，你们给我拦着一点，我先进去打扮打扮。李大婶，李大叔，你们要是愿意把多美嫁给我，我愿意出1000块钱的彩礼。1000块钱，你也好意思说？我对象开着拖拉机来提亲，你赶紧给我滚吧！李多美再次把王家卫赶出去。沈幼宁暗自偷笑，李多美，你现在甩的有多爽，以后就会被家暴的巴掌甩的有多痛。好好珍惜你还能够趾高气扬的时间吧。公婆一家逼我给小姑子出嫁妆钱，聪明的我搅黄了小姑子的婚事，还赠送她一个家暴男当对象。接上集，今天的知青院热闹非凡，沈幼宁也去看热闹了。正见牛铁柱把他昨天从李家提走的东西塞到了杨爱华的手中。爱华，我爸妈想要见见你，只要我爸妈满意，我们马上就能结婚。牛同志，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请你不要乱说，坏了我的名誉。不过你爸妈毕竟是长辈，他们既然想要见我，我这个做晚辈的也的确应该去拜访一下他们。杨爱华说完，和牛铁柱一起坐着拖拉机离开。等李多美听到消息追过来，牛铁柱都已经开着拖拉机跑出了2里地。这县城纺织厂厂长的儿子可真有钱啊，居然还会开拖拉机。那拖拉机多漂亮啊！杨知青是个有福气的，说不定能够嫁到县城里面去呢。不过杨知青一打扮还真挺好看，你看她鬓角的百合花多好看啊，两人真配。配什么配？你们说谁跟牛铁柱一起走了？你对象跟别人跑了，我本来就是要复仇的，不能一直畏畏缩缩，得学学李家母女，享受一下可嗨的乐趣。沈幼宁，你说谁跟人跑了？你对象跟人跑了，提着原本送给你的东西，又送给了别的女人。事情一定不是这样的，一定是你在其中捣鬼，我要打死你！李多美气不过，朝沈幼宁的方向冲了过来。沈幼宁默默掏出棍子，等李多美冲上来，直接给了她一棍子。瞬间，李多美捂着屁股跳离沈幼宁3米远。你居然还随身带着棍子？其实也不是，还有钉子、锤子、榔头、菜刀、镰刀。你要是觉得棍子太安全，我们可以换一个。你这个泼妇，你！李多美想骂又不敢骂。沈幼宁看了一眼旁边看戏的王家卫，低声道：“你不是中意他，还不去哄哄？女人心软的时候最容易骗到手了。”王家卫瞬间反应过来，快速到了李多美面前，一脸真挚的表白：“多美，我对你是认真的。”他们2个一对，你们2个一对，输人不能输面子。我们李家的人哪里能被别人甩，只能甩别人。小姑子，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不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该不会是你不想要出嫁妆钱，故意想的借口吧？借口不借口的先不说，难不成你觉得被人甩了很有面子？策划这么一出好戏，沈幼宁觉得不参与一下
会很没有成就感。我李多美怎么可能会被人甩？我今天就在这里等着，看看是哪个骚狐狸敢抢我男人，看我不撕了他的脸。李多美说完，干脆在知青院的门口坐了下来。她还理所当然地使唤起了王家卫。你不是喜欢我吗？还不赶紧的给我扇风拿吃的。杨爱华和牛铁柱下午才回来，拖拉机后面还装了不少的东西。杨爱华和牛铁柱有说有笑地走过来。李多美看到这里，身子如同炮弹一般冲了上去。你个狐狸精，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敢勾引我对象，看我不打死你！杨爱华早就看见了李多美，见她冲上来，立马假装柔弱躲到牛铁柱身后。啊，牛同志有泼妇，我好怕！李多美直接一巴掌扇到牛铁柱脸上，但他还不解气。渣男贱女都该去死！够了，我爸妈很满意杨同志，我们过2天就扯结婚证。李多美，你不要再缠着我，不然小心我告你耍流氓！你居然敢打我！当初是你不要脸偷看我换衣服，你个流氓！你敢甩我，我让我大哥回来毙了你！军人不管男女问题，更不能随意开枪，随便伤人也得进局子。沈幼宁，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身边不也有一个老相好吗？他过2天结婚，你们明天结婚，谁甩谁还不一定呢。杨爱华秒懂沈幼宁的意思，他立马拉了拉牛铁柱。牛牛这么可爱，怎么可以被人耍？我们今天就去扯结婚证。我们现在就结婚，1000块钱彩礼，你家还是城里的，你爸还是当官的，没骗人。没骗人，我爸真是当官的。你嫁个县城的，我嫁个大城市的，瞧你那狗屎眼力劲，还不是没我会选人。他们4个人坐着一辆拖拉机去扯街。李多美的房间里面就响起了不可名状的声音。李婆子和李老头听到声音不对劲，出来查看。喝多了的王家卫直接把他们两个人一起扔了出来。第2天，睡到日上3竿的王家卫完全不记得昨天晚上揍人的事，他把全家聚到了一起，商量他上门的彩礼钱。你们看，我王家卫上门了是不？对，你以后就是李家的人。沈幼宁给力的捧场。李老头他们3个被昨天晚上王家卫揍人的样子吓到了，这回都不敢吭声。我一男的，3战1响就不需要了。你们直接给我2000块钱就行，我爸可是大城市当官的，怎么也不能比那头牛便宜，2000块是最低价，我同意做你们李家的上门女婿。你打人还想要钱？早知道王家卫是这副德行，我昨天下午就不应该冲动啊！沈幼宁觉得李多美现在的样子有一种破碎中凋零的美感，她一脸老实相的出来说公道话。小姑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凭啥嫁纺织厂厂长的儿子就得陪嫁2000，到了王同志这里就没有？咱家的家底子我还是知道一点的。王同志，他们要是看不起你，你就喝点酒，这样好说话。这酒烈，打人更厉害。可惜现在不能嘎了他，为了个畜生赔上自己划不来。不过李多宝可不是好惹的，王家卫家暴他全家，他知道了这事也会找机会废了他，就喜欢看这些罪恶的人相爱相杀，真是痛快啊！沈幼宁上辈子同王家卫做了那么久的夫妻，早就知道这家伙是什么德行。反应过来的李家3人脸色突变。别，可不能喝酒啊！说好的钱给不给？我白睡你归你，妥协。李家人似乎也明白了什么，阴沉怨毒的目光看向沈幼宁。你们别看我，王知青，他们不想给钱，利用你找回了面子就想要不认账，要不要选一种？以为我跟你们玩呢？王家卫很生气，他提着手上的酒就灌了2口。李家人见他这样怕极了，吓得连忙把藏着的私房钱拿了2000出来。他拿到钱就高兴地回房喝酒了。刚吃了亏的李家人立马把目光转向沈幼宁，要不要选一种？李家人如同遇到洪水猛兽的蝼蚁，默默地把一切表情给收了回去。沈幼宁看到他们这么知情识趣的样子，很是遗憾。我其实也很想来一个1欧3呢。现在解决了李多美，接下来就该轮到李多才了。国家现在管得严，我在巨王大队长那里疏通，想要收拾李多才也不会是多困难的事情。前世李多才知道李多美嫁妆钱的时候，他也要钱去买工作。现在沈幼宁决定主动给他提供这个机会，一个走向黑暗的机会。想好就做。沈幼宁直接朝生产大队的专场走去。沈幼宁成功撮合家暴男入赘李家，新婚第1夜他就把李家人收拾服帖了。接上集。同志大叔，我找李多才，我是他嫂子。原来是多才他嫂子啊！你等着，我这就给你叫人去。李多才是做技术统计的活，他一看见沈幼宁就不由皱眉。你来这里做什么？来给小叔子介绍一份好工作。好工作？什么好工作？早就不想在这砖厂干了。凭什么大哥当官，二姐端上了铁饭碗，我就得蹲在队上？这狗屎鸟气，我是不想再受了。这个还得看你表现。是县城钢铁厂内部招工，表现好进去就能当小组长。进去就能当小组长？嫂子，你不会是骗我的吧？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家以前的熟人。沈家以前也是大家族，认识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正常。原来是嫂子你家以前的熟人。嫂子，真是谢谢你了，有你当我嫂子，真是我们全家的福气。我会给你李家多多的福气，只要你们一家人受得住就好。沈幼宁让李多才先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免得事情没成功被人笑话。然后他就去了县城的国营饭店吃饭，他点了一份红烧肉，1份酸菜粉丝汤，4两米饭，3个馒头。同志，有粮票吗？没粮票你还得加钱。就在沈幼宁准备掏钱的时候，旁边突然伸来一只大手。同志，这位女同志的粮票我帮忙给。沈幼宁这个社恐瞬间退出1米开外，一看正是前几天的那个搅屎棍。沈同志，有必要反应这么大吗？
我这可是好心，你别又想着讹我。多少钱？我给你。不值钱。你的确笑得一脸不值钱。说完，他快速拍了2块钱进谢远洲的手里。等他坐在桌子上面等菜时，却是懊悔不已。亏了啊！米饭馒头才2分，怎么也不可能需要2块钱的粮票。我个败家子，拿钱吃穿不好吗？还给男人，呸！真是脑袋有包。你吃了？吃了。没吃饱？饱了。那你是还想要吃点别的？没有，我只是想要认识认识你。饭后开招待所房间滚床单的那种认识。张红星被羞得说不出来话，沈幼宁的话匣子却是刚打开。滚床单是利器活，更得吃饱先。我们能找个靠近公安局的招待所吗？做什么？我力气小，太远恐怕不能把你拖到公安局。为什么要用拖？你强奸未遂，我自卫反击，可能会把你打得有点惨不忍睹，下半辈子不能自理。张红星瞬间身体僵硬，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表哥，你们是好朋友，好好聊天，不用管我，我这就走。张红星说完就一溜烟跑了。恰好这时沈幼宁点的饭菜到了，沈幼宁见谢远洲还没走，便递了一双筷子给他。你这是想要请我吃饭？是啊。谢远洲神色一松，刚伸手准备去接筷子，沈幼宁又说话了。吃完我好送你去橘子采缝纫机。沈同志，我要说多少遍，你才相信我是一个好人？谁家好人会代表地调戏别人家的小媳妇？你的病好了没有？你回家之后没有再跟你婆婆打架吧？沈幼宁不管他，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好的，一口气把所有菜干了个精光，只留下2个馒头当夜宵。饭后沈幼宁直接走人。谢远洲好奇不由跟上去问：你来县城做什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不？沈幼宁没搭理他，继续往前走。他要去找一个他父母以前的熟人，钢铁厂副厂长江德安。他的空间里有他曾经向沈家借东西的凭证。沈幼宁来找他，是为了让他配合他演一场能够让李多才犯错的戏。大爷，我想要找你们副厂长江德安，麻烦你去通知一下，就说我是沈从白的女儿。大爷，麻烦你了。女同志等着，我这就去帮你说说。小媳妇还挺懂人情世故。我是有点社恐，又不是蠢。什么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还是知道的。你白我一眼是什么意思啊？你那眼神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偏见？沈幼宁直接转身背对着他，被忽视的谢远洲不得劲的来到他面前。我真是好人，人民子弟兵。人民子弟兵就没坏人，你脑门上也没写好人2个字。谢远洲不由一愣，刚好这时门卫大爷回来了。我们副厂长让你进去呢，女同志，你跟着我来就行。你别跟着我。然后沈幼宁就和守门大爷来到江德安的办公室。沈幼宁把提前准备好的东西放在江德安的面前。江德安看到后脸色微变，这是你前借我家东西的欠条。我知道新时代不讲究这些，我今天来就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忙，一个小忙。说说看，我尽力。一张假的钢铁厂招工凭证。沈幼宁谈了半个小时才出来，一切搞定，明天再把李多才给拉过来，计划就完成了一大半。沈同志这么高兴，干了什么好事？沈幼宁看了他一眼就继续走了，不过很快就被身高腿长的谢远洲追了上来。狗男人，腰都快到我胸的位置了，难怪要借500块钱买吃食，果真是一点都没浪费。你怎么看见我就走？你这个女同志真没良心，我这大太阳的搁外边等你半天呢。我又没叫你等，自作孽不可活，自讨苦吃没得说。我现在要回家，你要不然一起。沈幼宁停下脚步，小手摸着藏起来的凶器。谢远洲身形微顿，他已经总结出经验，每次他这样说话，下面都憋着大招。送女同志回家，这算好事？你没憋坏吧？没有，最多半路把你锤了，让你知道送女同志回家也存在风险。我去，我这该死的好奇心呢，那不最多呢？我俩手拉手，一起往回走，古法传承进猪笼。就他这样，谁打他主意谁倒霉。那算了，你自己回去吧。早回去不就得了？一个大男人跟着一个女同志，能安什么好心？沈幼宁回李家的时候，正是生产大队下工的时间段，路上叽叽喳喳一堆人，这让沈幼宁的社恐症又犯了。他干脆选了一条人少的路，从李家房子的后面绕回去。李老头房间的窗户正好就对着外面，沈幼宁正想从旁边走过，就听到了房间里面李家老两口说话的声音。宝子们，猜猜李家老两口在计划什么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老头子啊，今天给了王家卫2000块，咱们就只剩下1500块钱了，这咱们要攒多久才能攒回去啊？而且我看那王家卫留不得啊，他居然会打人。放心，只要沈幼宁在，咱们的钱很快就能回来。王家卫不是喜欢钱，喜欢打人，只要利用好他，咱们能从沈幼宁那里拿到更多的钱。老头子，你的意思是给王家卫透露一下，沈幼宁很有钱，然后再给他喝一点酒，这人晚上肯定会忍不住。你说他们2个要是发生点什么，咱们不是更能紧紧地抓住沈幼宁的牛头绳？后面是李老头和李婆子挪动坛子的声音。看来他们2个是把钱给藏在了坛子下面，你们吃了我的，全都得给我吐出来。晚饭后，沈幼宁特意找到李多才。县城钢铁厂的招工凭证我已经拿到了。什么？已经拿到了？嫂子，你这也太厉害了吧！不过我有点怕。嫂子，你怕啥？我怕王家卫看我的眼神。你说他晚上会不会突然过来打我？我还想明天带你去钢铁厂走后门混混眼熟呢。嫂子，你放心，昨天晚上也就我睡得死，今天晚上我给你守门，你就放心的睡吧。好吧，有你在我就放心了。俩老货不是想要算计我吗？就看看谁算计谁好了。这晚，沈幼宁睡得很放心。第二天早晨，沈幼宁发现李家人的身上都添了新伤。李婆子见她出来了，
对着他就是一顿输出。你个黑心肝的坏女人，狐狸精，你还是人大嫂呢？怎么好意思哄着小叔子大半夜的不睡觉给你守门？我好好的儿子，瞧给打的，你这良心不会疼啊？半夜睡得跟头死猪一样，也不知道出来看看，你是故意的吧你？谁故意的谁心里没点数嘛？沈幼宁，脾气实了，3天不打你上房揭瓦不是？我今天非要让你看看，到底谁才是大王小鬼？来啊，我让你看看你家祖宗长啥样。好了好了，别吵了，昨天晚上就是意外。老二啊，你嫂子给你啥好处了，让你昨天晚上巴巴给她守门？沈幼宁真是学精了，居然收买了老二为她做事，这是想翻天啊！不过孙悟空再厉害，也逃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没啥好处，没啥好处。你昨天晚上咋还给你嫂子守门？他大概想绿他大哥，与其等人泼脏水，不如先让人蹭一身脏。你个糟老头子，还想让王家卫把我给祸害了，好歹毒的心思。你这女人咋这么不要脸呢？嘴巴说话也没个把门的，随便什么话都能往外说。小叔子和嫂子，这是传出去名声好听吗？多保在部队里面，还要不要做人？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咱们一家关起门来的事？我看你真的是疯了。我看你好像还挺正常的。他看着这个再也装不下去的阴毒老头子，突然想起他总是喜欢去帮生产队上一个寡妇干活。上辈子他也是后来才知道，那寡妇是李老头年轻时的白月光。等到李家发达，李老头还给那寡妇买房子，帮他儿子找工作。后来被李老婆子发现，李老头还名正言顺地把人领回家，3个人一起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我还是提前让他们3个中年老人过上幸福生活吧。谁让我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呢？张大娘，你怎么满身是伤？果果，你哪里受伤了？前一秒还好端端坐着的李老头，下一秒身体如同弹弓一般跃起，可院子外面空荡荡的，连个鬼影都没有。沈幼宁，老头子，果果是谁啊？你这叫的可真亲！我都给你说多少遍了，不许去找那个老贱货，你还去是吧？姓李的，你到底讲不讲良心？我嫁给你20多年了，为你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哪一件事情让你操心过？还果果，你有本事当初找他去啊！现在叫什么叫？我倒是要去问问那个老鳖货，都多大的年纪，还够人男人？要不要脸？骚不骚？李婆子说着，杵着拐杖气冲冲朝外走。李老头吓得连忙跟上，趁着李老头和李婆子没在家，沈幼宁把厨房里剩下的8个鸡蛋全给煮了，然后这才带着李多才去县城钢铁厂。2位领导好，我是李多才，以后我来钢铁厂上班，还请2位领导多多关照。你就是李多才？对，我就是。我们这钢铁厂的工作可是香饽饽，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进来就能进来的，我们也是看在，你懂的吧？懂。招工凭证带了吗？入职必须得有这个。沈幼宁立马上前把招工凭证给放了上去，然后退回原地。这招工凭证虽然是假的，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被认出来，因为这2个人也不是钢铁厂的人，而是沈幼宁昨天拜托江德安从黑市请来的演员。那2个人装模作样的把招工凭证给看了一遍，然后迅速给盖了一个假章。也不是盖了章，你就是我们钢铁厂的人，我们还需要考验你。不是都已经走后门了，怎么还需要考验？李多才下意识的回头去看沈幼宁，沈幼宁不紧不慢的解释道：当普通的工人不需要考验，当小组长的要。李多才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立马回头道：保证完成考验。钢铁厂的每个位置都有人看着，想要当小组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这之前，你得保密你的身份职位，等我们带你把事情做好，再让他们哑口无言，无法反驳。你能做到吗？保证能。2个男人对视了一眼，冲着沈幼宁的方向点头，示意前期的铺垫差不多做好了。小叔子，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好好干，我就先回去了。走吧，别影响我干大事。才这么一会儿，他就已经觉得他同以前完全不一样。沈幼宁低头，缓缓扯开嘴角笑了。一个男人起身来送沈幼宁离开。好坑，往死里坑，这是给你们的酬劳。回头要是看见我，别说认识，你就算说认识，我也不会承认。沈幼宁转身快速离开，他不害怕会留下把柄，因为这件事情全部都是江德安出面，他也不担心李多宝事后追究，因为他本来也就不怎么看得上他这个弟弟。钢铁厂的大门口，张红星看到沈幼宁，表哥，你看，是你那坏心眼的小媳妇。什么叫我那坏心眼的小媳妇？那是别人家坏心眼的小媳妇，别乱说话，污蔑人名声。谢远洲说完，却是快速抬脚朝着沈幼宁的方向走去。把这些东西全包起来。是全部都要吗？还有那个衣服裤子要5套，37码的鞋子拿5双。鞋子要凉鞋1双，解放鞋2双，小白鞋2双组合搭配吗？秋天很快就会过去，天气该冷了。沈幼宁听劝的点头，售货员很快把东西给沈幼宁包裹好。同志，一共是125块5毛，还需要补票。正在掏钱的沈幼宁动作一僵，脸上刚升起的一点小兴奋瞬间消失不见，他忘记他没有布票了。那我不要了，我来帮你给。接上级，等谢远洲付了布票，沈幼宁利索地拍了3张大团结到谢远洲的手里面。给你，我不欠你的了。沈幼宁说完就朝外面走去，再次被金钱羞辱他助人为乐好精神的谢远洲立马跟了上去。沈同志，你别这么侮辱人，
我是助人为乐，又不是卖票为生。那我把衣服给你。不是，你买的衣服裤子，你给我做什么？再说这些都是你的马术，你给我也没用。那我进去换成你的马术。沈幼宁提着东西就要往回走，谢远舟连忙伸手拦住。好，我的票算你买的，不过用不了这么多。谢远舟说着，拿了2张大团结还给沈幼宁。我过几天就得回部队，你要是有困难可以给我写信，力所能及能力范围之内，我会想办法帮你。还有，县城钢铁厂厂长张正亮是我舅舅，他儿子就是上次你看见的那个张红星，你要是有困难也可以找他们帮忙。沈同志，时代浪潮交叠，你可要好好保重自己，也别委屈了自己。你舅舅，我是不是该庆幸？幸好谢远舟他舅舅不是江德安，不然我做坏事的小辫子岂不是就得被人给抓住，慢走不送？沈幼宁说完就离开了。他边走边把大团结往口袋里面塞，只不过手指摩擦之间，似乎多了一张。拿出来一看，112团2营副营长谢远舟，这不是李多宝所在的那个团吗？看来我们很快还能再见面。等到他回去的时候，李老头子的脸上多了几个非常明显的手指印。你们刚才是没有看见呢？李老婆子和张寡妇2个干架干得有多厉害？要不是有李老头在中间拦着，他们2个今天肯定得躺一个。不会吧，李老头子平常看着挺严肃的一个人，怎么会跟张寡妇乱来？你知道个屁！人2个年轻的时候就亲过小嘴嘴，不过后来张寡妇嫌贫爱富，嫁给了富农的儿子，哪里能知道后面政策有变，富农家反而还变穷了呢？啧，这也是奇葩，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这李老婆子以后恐怕得恨死张寡妇了。恨死能管什么用？谁叫他这么多年了还管不住自己男人的腿？沈幼宁听了一耳朵，听到李老头和李婆子不好，他就高兴了。他偷偷摸摸来到张寡妇家厅墙角。妈，这个李婆子就是个疯狗，逮着人就咬。你看她把你打成什么样子了？也就是我不在家，不然我非把她给打死不可。老大，别冲动啊！李老婆子的大儿子是当官的，我们惹不起啊。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相信你李叔叔会给我们一个交代。那好吧，我先出去了。又过了好一会儿，就在沈幼宁以为没啥事的时候，张寡妇大儿媳妇带着几分热络亲切的声音响了起来：“爸，李叔叔来了。”李老头这个时候居然还敢来，人才啊！老李，你怎么还敢来啊？你这个时候还来干什么？是嫌弃我被你婆娘打的还不够吗？我这10几年的名声，今天全被你婆娘给毁了。你说我还活着做什么？丢人现眼的，我还不如去死了呢。果，今天都是那个婆娘的不是，你别伤心也别哭，我给你带了100块钱过来，你好好收着，去卫生所看看有没有伤着哪儿。回去我会好好收拾那个婆娘，不会再让她来找你的麻烦。老李啊，我委屈我心疼，我为你不值得，你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泼妇？当初都是我对不起你啊。这张寡妇还是有点茶艺在身上的，这样也好。等我以后去找李多宝了，也不用担心他们在老家过得太无聊。沈幼宁正听得有劲，里面的声音突然小了许多。他起身想要去窗户口那里偷看一下里面的场景，只是他刚起身，旁边的草丛突然传来悉悉索索的声响。回头一看，只见一条婴儿手臂粗的菜花蛇正吐着蛇信子朝着他的方向游了过来。脑海里瞬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沈幼宁眼疾手快把蛇抓了起来。可惜了，这么大的菜花蛇不能吃，只能拿去吓人。他从空间里面拿出今天买的一件衣服罩在了头上，只留出2个眼睛。随后他慢慢靠近房间的窗户，趁着夜色的掩饰，偷偷去观察里面的动静。只见昏暗的房间里，李老头的身子居然压在张寡妇的身上。沈幼宁真的是被他们中老年人的爱情给震惊了。随后他拿起蛇朝着李老头子那猛地一丢，也不动嘴嘴赶紧走路了。张寡妇和李老头被毒蛇咬了。张寡妇和李老头在床上被毒蛇咬了。上床的张寡妇和李老头被毒蛇咬了。沈幼宁像是一个疯子一样跑了一路，也喊了一路。等他喊得差不多，又一脸平静地折返回去，混在看好戏的人群后面。是啊，李老头那里被咬了。什么？张寡妇被吓晕了，2人抬出来的时候还连在一起。那条菜花蛇那么给力的吗？沈幼宁看到旁边有一棵大树，干脆爬了上去。很快，生产大队上的赤脚大夫被请过来。大夫刚进去，李婆子就闻声赶来了。张寡妇，你个老狐狸精，勾引人男人，你要不要脸？你那么想要男人，怎么不下去阴曹地府找你那死鬼老公？再不济，你在家里养条公狗也行。没得脸皮的玩意，还好意思待在我们生产大队？你怎么不吐狼口水，直接把自己淹死？李婆子满身火气，根本就不给李老头和张寡妇面子，直踢开了张寡妇家的大门。众人正好看见里面治疗的场景，那张寡妇和李老头还连在一起，因为蛇咬了的原因，再加上紧张，竟然的这么久都没有能够成功分开。我勒个去，居然连裤子都不穿！哎呀，要长针眼咧！这么久都还舍不得分开，看来李老头对张寡妇才是真爱啊！你们看张寡妇的2个儿子，说不定都是李老头的种呢。我打死你们2个奸夫淫妇啊！李婆子再也受不了的冲进去打了起来。沈幼宁在树上看得津津有味，还从空间里拿出上次买的馒头啃了起来。他之前发现这空间还有保鲜功能，东西放进去什么样，过几天还是什么样。张寡妇和李老头终于被李婆子给打开，被李婆子追着打了半天的李老头觉得颜面尽失，
推了李婆子一把，没曾想李婆子没站稳，摔倒在地，浑身抽搐，环口吐白沫。旁边的赤脚大夫吓得连忙上来抢救，不过赤脚大夫治疗跌打损伤还行，面对李老婆子这种症状明显不行。很快就有人反应过来，叫了队上的拖拉机，抬着两口子一起上县城医院。沈幼宁看到这里，连忙从树上滑下来，快速跑回李家。沈幼宁，你这一天到晚的往哪里跑？半天看不见一个人影，你看看这都什么时间点了，还不赶紧回来做饭？你有手有脚，为什么要让我做饭？你就不怕我偷偷在饭菜里面下老鼠药？你这个黑心肝的玩意儿，简直心肠歹毒！我爸妈当初怎么会头脑发热的收留你？收留你还不如养条狗呢。你们家不是已经有了条狗，非得还挺厉害。李多美还没反应过来沈幼宁是在骂她。你这个疯女人，胡说八道什么？我们李家哪里养了？好啊，你个小可爱，居然骂我是狗，看我今天不打你，好帮我哥教教他这不听话的媳妇儿。砍刀对决，我都行。过来呀！李多美前进的脚步一顿，然后快速退了回去。我妈不在家，我等她回来了再打你。好可惜，看来今天晚上又不能打小姑子了。你这话什么意思？这个疯女人居然还想打我是吧？心里想很久了吧？我告诉你，我爸妈都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要是敢打我，那你就是狼心狗肺，恩将仇报。忘了告诉你，你爸妈刚才已经被生产大队上的拖拉机给送去县城医院。送去医院？他俩怎么了？这两人莫不是老糊涂了？去医院干什么？浪费钱。你爸刚才在张寡妇的床上被蛇咬了，你妈知道后打了你爸，你爸打了你妈，然后他们两个一起进医院。不可能，一切皆有可能，不信你出门问问。沈幼宁说完就回了房间。第二天，李多美借口去县城看望她爸妈，实际上是收拾好东西去纺织厂上班。不过没到中午，她就哭哭啼啼的回来了。原来她被厂里解雇了。下午，李老头和李婆子被拖拉机给拉了回来，去的时候好好的，回来的时候直接面瘫了半边。李老头也没好到哪里去，他那地方被蛇咬了，虽然菜花蛇没毒，但是昨天惊吓过度，以后大概就只能当摆设了。接上集，李多美哭着从院子里面一头冲到了李老婆子的怀中，丝毫不顾及他妈现在的身体情况。妈，我失业了，我被裁了，我不想种地啊。正好我俩一起，你就在家天天洗衣服做饭伺候我。你孽障啊！明天该去看看李多才的情况了。如果这个时候再给李家人送上李多才的彩蛋，那效果一定会非常好。说不准李婆子的半边面瘫一下成了全瘫呢。第二天，沈幼宁就来找江德安了。李多才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做事你放心，不过事后你得把收据给我。放心，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我拿着也没用。江德安听到沈幼宁如此说，严肃的脸色放软。沈同志，当年我没能站出来为你的父母发声，还请你不要怪我。等你找到你的父母，代我向他们说一句抱歉，这一点心意还请你收下。这是买证据还是偿还啊？是道歉。你父母都是好人，我欠他们的这点还不上。不过你以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找我，你想要来钢铁厂上班也可以。你这钱够我躺很久，上班就不必了。我今天来是想事情进展能快点就更好了。好，我明天给你结果。谢谢江叔叔。道歉能管用的话，还要公安局做什么？江叔叔要是良心过不去，就再帮我做一件事吧。沈幼宁从钢铁厂离开之后，又去买了好些吃食用品放在空间里。他计划解决完李家的事情，就去部队找李多宝。沈幼宁回到李家，天都快黑了，一大家子却没一个人去做饭。见他回来，众人的目光瞬间落在他的身上。有事吗？沈幼宁，你这一天到晚的去哪里疯了？家里这么多口人等着，你就不知道早点回来煮饭啊？我以前没来李家，难道你们就不用吃饭？你是我大哥的媳妇，你不得照顾我们全家？很快就不是了。你说啥？我说我想打架，你们谁想来试试？一锤子下去会开花的那种。李家人瞬间不说话了，他们全盛时期都不敢跟沈幼宁正面对抗，就更加别提现在伤残一片了。第二天下午，邻居大婶慌张的声音冲了进来：他李家的，你家多才出事了。看来李家这里很快就能了结了，我得看看热闹去。沈幼宁出来的时候，公安局的同志都上门了。是他，不是说回部队吗？怎么在这里？你们就是李多才的父母，你们的儿子李多才投机倒把，倒买倒卖，证据确凿，今天上午已经被抓获。现在我们是来通知你们家属，李多才将会被下放到劳动厂进行改造，你们赶紧给他收拾一些日常用品送过去。李老婆子一听，顿时情绪激动，本来就面瘫的半边脸更是控制不住的抽搐。李老婆子努力的把话说清楚：什么？不可能，我儿子不可能做那样的事情。人证物证都在现场抓获，证据确凿，你们在这里狡辩也没有用。你们有这个空闲的功夫，还不如快点给李多才准备行李。这北方的劳动厂条件可是很艰苦的。我的儿子啊！李婆子直直倒下去，一旁的李多美见他倒下来，第一反应不是去接住老母亲，而是往旁边让了一步，瞬间李婆子晕倒在地。李老头见状，忙蹲下身边掐人中边喊：快去叫拖拉机啊！李多美愣住了，还是旁边邻居家小子看不过去，刚就喊了起来：李婆子又倒了，快点叫拖拉机啊！快点叫拖拉机！小伙子声音大，不一会儿拖拉机就过来把李婆子两人给拉走了。沈幼宁站在角落里看热闹，
李多美突然转身，拿着根棍子朝沈佑宁冲了过来。你这个倒霉鬼，都是你害得我们全家不得安宁！看我不打死你这个扫把星！就在李多美快要冲到沈佑宁的面前时，一双手抓住了他手中的棍子。干什么？打人犯法你不懂？沈佑宁默默地把拿出来的锤子又给收了回去。好可惜，又打不成了。这是新社会，人人平等。可她是资本家大小姐，她就应该受到批判。我是李家的媳妇，我被批，那你们全家都逃不脱。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去找王大队长开一场批斗大会。沈佑宁说着就要来拉李多美。李多美见人来真的，她吓得立马后退了好几步。我就是说，你怎么还当真了呢？你是我嫂子，你让我怎么了？都是第一次做人，我凭啥要让你？王家卫，你看你媳妇被人欺负了，你也不知道出来帮一把。她是你嫂子，欺负你一下怎么了？你个没良心的，到底谁是你媳妇啊？李多美瞬间火了。一旁的公安看不下去，插口道：“你们到底要不要给李多才收拾东西？我们这待会可就走了。”收，我们马上就收拾。沈佑宁看到李多美被气得不轻的样子，就很想要笑。这时谢远洲走到了他的面前：“不是都说了要走，怎么还没走？”沈同志，我们方便单独谈谈吗？我想要找你了解一些事情。谈什么？你别紧张，只是例行公事。你想谈什么直说吧，只要不是谈情说爱就行。毕竟破坏军婚犯法。你放心，我对你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你我孤男寡女小树林。沈同志，你是个女同志，说话要讲文明。我叫你出来，是想要问问你小叔子日常在家表现如何？你问这个做什么？这次的行动，我有辅助公安同志李多才拒不认罪，所以我想要调查。是你抓的李多才？对，是我。抓得好，抓得妙。也不知道李多宝要是知道他战友抓了他的亲弟弟，会作何感想？我小叔子平常不怎么干活，但是却有很多钱用。当时队上盯着专场位置的人不少，可他就是运气好选上了，而且还是文职，不用烧砖搬砖。李多美结婚还陪嫁2000块钱呢。2000块钱不是小数目，一般的人家可拿不出来。看来李多才确实有问题。沈佑宁默默观察谢远洲表情，见状又加大力度说道：“你要是不相信，可以跟我去专场问问他的同事。”那好，你带路。李多才平日里为人不行，谢远洲去打听他的事，自然听不到好话。专场的同志们还提供了不少李多才贪污的证据，这下更加坐实了李多才的罪名。他们俩回到李家时，李多美已经收拾出了一个大包裹。公安同志见两人回来，开口问道：“情况调查的怎么样？”李多才行为不端，专场同事对他评价恶劣，我这里还收到了不少他平常贪功的证据。谢远洲说着，把刚才收集到的证据给了公安人员。公安看了后，脸色激动道：“这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还很委屈。这下回去看他如何狡辩。李家人已经把东西给收拾好了，我们回去吧。”好的，沈同志，有事可以给我写信。你这小媳妇都要走了，还耍什么帅？你这跟调戏人家小媳妇有什么区别？嘴巴可真毒，娶了你的那位同志，以后可有得受了。你知道你隔壁大爷为什么活得久吗？因为他不管闲事。晚上，李家老两口没有回来，家里面就只剩下了李多美两口子和沈佑宁。沈佑宁正在做饭。接上集，沈佑宁做饭时偷偷加了点料。晚上，王家卫和李多美睡得跟死猪一样。沈佑宁看了一眼李多美房间里面的精美布置，一个抬手，直接全部收到了手镯空间。想着王家卫还收了李家2000块钱，沈佑宁连忙在他们的床上找了起来，还真从王家卫的枕头里面找到了1900多块钱。你们这样的人渣就不配拥有这些钱。收完了李多美的房间，沈佑宁又来到李老头和李婆子的房间，照例把东西全部收进他的空间里面，将老两口的房间一扫而空之后，沈佑宁来到放坛子的地方。上次我可是在窗户外面听见了，李婆子他们把私房钱给藏在了坛子这边。一番查找后，发现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放着厚厚的一沓钱和票，一共是1300多块和各种票证，最下面居然静静地躺着10根金条，还有一个盒子。这还是我父母当初拜托李家人照顾我给的报酬呢。沈佑宁紧接着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些金银首饰，这个款式沈佑宁记得很清楚，是他每年给李婆子和李老头的，让他们想办法换成钱，寄给他远方吃苦的父母兄长。这两口子居然连这些东西也贪墨。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收进空间，然后又去了李多才的房间，同样是一扫而空，什么都不留，还搜到了200多块钱。搜完了李多才的房间，沈佑宁来到李多宝的房间门口。这么多年来，我天天睡破棚子，李婆子宁愿李多宝的房间空着锁起来，都没想过让我进来住住。沈佑宁拿出锤子，直接就是一锤，大锁落下。上辈子到死都没有住过的房间，新床、新柜子、新桌子，每一样都是因为他而准备，但是没有一样是他的。他毫不犹豫把一切收进空间，连根草都不放过。收完了所有的房间，沈佑宁又把目光转向鸡笼和猪圈。空间不能装活物，这大半夜的又不好杀掉他们，好气啊！不过转而他眼睛一亮，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干脆的鸡笼和猪圈把鸡和猪都给赶了出去。做完这一切，沈佑宁又去了厨房，把厨房里面的东西都收进了空间。为了摆脱嫌疑，沈佑宁把他睡的破棚子也给收了。做完这一切，沈佑宁躺在地上，嘴角含着笑意睡了过去。谁偷了我家啊？谁偷了我的房间？谁偷了我破棚子啊？
沈幼宁也学着李多美的叫声从房间里面跑了出来，他们两个的声音把旁边的邻居大婶给吸引了过来。你们家咋啥都没有了？我家昨天晚上丢了2只鸡。哎呀，我的鸡呀！我养了那么久的鸡呀！你丢了2只鸡算什么？我家的猪都不见了。你们家昨天晚上也遭贼偷了。瞧你这话说的，好像就你家被偷。我们整个生产大队昨天晚上大多数都被偷了。我可是听说，好像是你家李多才被抓了，在局子里面乱说话，才引起的报复。李多美啊，你们家可得讲点良心。昨天你妈晕了，还是我儿子跑得飞快去帮你们家喊的拖拉机，结果你们家居然把贼人给招进队上来了。这事你必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赔钱，必须赔钱。你们李家惹出来的事，就该你们李家负责。你们丢了东西，凭什么要我们家赔偿？你们要找就找沈幼宁，她是我大嫂，她当家。你们别找我，我明天就去部队找李多宝离婚。你这个疯女人说啥呢？你怎么可以去部队找我哥呢？我怎么就不可以去部队找你哥？我都21岁了，他要么跟我结婚，要么跟我离婚，不结又不离，耽误人青春，等同于犯罪。就是沈幼宁都来李家好几年了，早就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这李多宝咋不见回来呢？我看是男人一当官就变坏，我可是听李老婆子炫耀，他儿子都当了营长呢。各位叔叔婶婶、大伯大娘、爷爷奶奶，我沈幼宁来到李家好几年了，当牛做马，照顾公婆，伺候小姑子小叔子，从来不敢懈怠。他家李多宝把我拖着，也不给个准信。我决定这就去找大队长开个证明，去部队找李多宝要个说法。沈幼宁说完，就往生产大队办公室走去。李家媳妇，你怎么来了？我想要去部队找李多宝，想要去随军，想要去跟他结婚。他要是升了官，眼光高，看上了城里姑娘，那我就去同他离婚。我们还没有结婚，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李家的儿媳妇，还请大队长开个证明，让我去部队上面找李多宝。大队长，请帮我开证明吧。你确定？我确定。大队长总不希望我在军家吃鸡吧？好，我帮你开证明。不能开证明。沈幼宁，你这个臭女人，你到底在发什么疯？你都把我们全家照顾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去找我大哥？你的脸呢？你全家欺负我一个，我去找我男人帮我主持公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们全家哪里欺负你了？还不是你不做人。你看你昨天晚上睡得像头猪一样，我们家被偷光了你都不知道，你还好意思去告状？昨天晚上又不止我一个人睡得像头猪，大家这么多人都被偷了，你为什么怪我？我委屈，我没男人疼，我还得帮他养全家，我还得背黑锅，我找他要个名分，不过分吧？李多美欺负人欺负惯了吧？李家儿媳妇啊，我们支持你去部队找男人，干脆随军别回来了。在场的众人纷纷为沈幼宁发声。王德发把开好的证明递给了沈幼宁，你可得拿好，别被李老婆子一家给拿走了。沈幼宁深深地看了一眼王德发，趁机把王德发当初写给他家的欠条塞到了他的手中。王德发神情一正，紧绷的脸色放软下来。有事可以再来找我。谢谢大队长。沈幼宁，你休想要去找我哥。李多美冲上来直指沈幼宁拿着证明的手，沈幼宁摸出锤子朝着李多美打了过去。早就想要这么做了，今天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我的手。李多美看着被打了的手，眼泪直流。沈幼宁一掐大腿，哭得比李多美还要伤心。小姑子，我平常当牛做马的伺候你，如今你都结婚有了男人照顾，怎么还不让我去找你哥呢？还是说你哥真的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你不要乱说，没有的事。看你这个心虚的样子，肯定就是有了。我就知道他这么多年不来娶我，肯定思想出了问题。我都说了没有，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没有就是有，你心虚说谎的时候就会跳脚。就在这时，李老头压抑着滔天怒意进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在闹什么？还有我们的家怎么被偷了？一毛不留啊，啥东西都没有了。接上集。说到这里，李老头都哭了出来。周围在场的人见状纷纷说道：不就是偷了吗？我家也被偷了呢。听到你家被偷完了，我就好受多了。别来哭了，如果不是你家里多才惹事，贼人哪会惦记我们整个生产大队？这种事公安局来了都调查不清楚。怎么回事？大家都来指责我，听大家的意思，好像被偷的不止我一家。没过多久，帽子叔叔就来调查情况了。一整个上午，帽子叔叔都在仔细盘问，得知除了李家被拔的一毛不剩，其余人家只是象征性的丢失了一点。最后公安局结合最近的事，得出结论，应该是黑团伙因为李多才被抓做工而进行的报复性偷窃，还是团伙作案。那我家啥都没有了，好几千块钱呢。这个得等抓到人之后再说。事情告一段落后，大家就散了。沈幼宁到车站买了去112团所在省市的最快火车票，之后他又来到百货大楼买了糕点糖果，想要补偿下这次被偷的人家。这次为了把自己摘干净，他让江德安请人偷了整个大队。回去后他一家家的拜访，告诉他们他明天就要去部队上面找李多宝结婚了，这些是提前请他们吃的喜糖。沈幼宁回到李家，李多美和李老头两人如同两匹狼一般的盯着他。沈幼宁，把介绍信拿出来。沈幼宁，你休想要去找我哥。早料到你们会来这招，我可是专门回来打你们的。想打架嘛，那就看谁打死谁了。沈幼宁提着棍子就冲了上去，上辈子偷学的护身功法和这辈子全一起。
这一老一少哪里是他的对手？好疼啊！爸，救命啊！你快打死他啊！哎呦，我打不到啊，你也快点上啊！邻居们听到声音都要来看热闹。沈幼宁听到有人过来，忙把棍子一收，转头就抱着脑袋在院子里面跑了起来。小姑子公公，你们别打了，我不去找多宝了，我错了，别打了，好疼啊，我要疼死了。刚进来的邻居们都看见了沈幼宁的惨状，他刚才给大家送了不少东西，这会见李家人欺负他，都出来阻止。李老头，你们父女两个还要不要脸啊？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打儿媳妇？对头，儿媳妇就不是人吗？你们要这么搓磨人？你忘了你家这几年的工分都是谁帮你们挣的了？人家婆娘找男人多正常的事情，你们还拦着不让，怕不是脑壳有病吧？李家媳妇啊，你别怕，大队长都给你开证明了，你就去找你男人，你是嫁给你男人，又不是嫁给李家。众人纷纷帮着沈幼宁说话，李老头和李多美气得吹胡子瞪眼的，恨不得直接一口把沈幼宁给吞了。沈幼宁以退为进的坐视他们父女俩的恶行。公公小姑子，你们别打我了，我害怕啊，我不去找多宝就是，就算被你们打死也还是李家的鬼。沈幼宁，你胡说八道做什么？我们哪里打你了？分明就是你打的我们。王家卫，你出来作证啊！是不是这个女人在说谎？是不是她先动手打的我和我爸？你们都是一家人，肯定是一个鼻孔出气，只有我是外人，都这么久了还没见过自己男人。王家卫还没来得及出口，就被沈幼宁断了后路。听沈幼宁这么一说，现场众人无不同情他的遭遇。李家媳妇啊，你别伤心，有我们大家在，他们不敢欺负你。黑心肝的一家啊，做不出半点人事，也是苦了你这丫头了，还没日没夜的做供养他们。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看着，李老头，我看你们怎么欺负人。沈幼宁在人群里看着被气得说不出话来的李老头，他朝对方露出一个满是嘲讽的笑。李老头被气得眼前一花，差点同之前的李婆子一般晕在地上。沈幼宁，你就是个孽障啊！子不教父之过，公公你大概不入孽畜。我悔啊！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该救你。银子烫手，更别说金子了。难道公公你第一天知道这个道理？怕沈幼宁吃亏，隔壁大婶好心邀请了沈幼宁今天晚上去他家住。一大早沈幼宁就醒了，他拿钱和大婶换了些干粮，还在大婶家吃了早饭，然后他就提着包裹走了。在路上被李老头和张寡妇的两个儿子拦住了，下一秒沈幼宁戏精附身，一脸的惊恐害怕。你们想要做什么？做什么？昨天你不是挺能干的吗？怎么没有想到今天会被我们半路拦截？我李家今天这样，都是因为你这个丧门星，你怎么还好意思去找我儿子结婚？我看你就是一个倒霉鬼，你父母因为你倒霉，你现在又来祸害我全家，你的罪孽要一辈子给我李家干活才还得清。 PUA 谁呢？但我还是上辈子那个涉世未深的苦情小媳妇嘛，被你全家拿捏，做梦呢？李老头，强行扣留人是犯法的，你还使用武力威胁，你要是把我打伤了，可得去吃公家饭了。你们在场的一个都跑不掉。威胁谁呢？这地方可没人，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帮你。听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知道就好，赶紧把证明拿出来。你别急，我正在掏呢。沈幼宁说着就掏出了一把巨无霸锤子，瞬间李老头心脏一紧，下意识的转身就要逃跑。孽畜，看你往哪儿逃！沈幼宁一脚把李老头踹飞了。张大张二见状，立马上前帮忙。要来一场互相伤害的游戏嘛？我远走天涯，四海为家，你们孤魂野鬼无处安家。张大张二对视一眼，正犹豫要不要上呢，王德发带着人冲了上来。干什么呢？赶紧放下手中的武器！王德发声音一响，张大张二吓得丢了东西就跑。带人追，这正好给了沈幼宁打人的时间。宁宁啊，我可是你公公啊，你是千金大小姐，出身高贵，不能做打人这种粗鲁的事情啊！我跟你的父母可是朋友，当初要不是我收留了你，你早就去劳动场吃苦了。宁宁，哎呦，好疼啊！别打了。李老头后面想说的话，全部消失在了沈幼宁的拳打脚踢之中。很快，王德发就把人给抓了回来。面对李老头的惨状，王德发他们只睁只眼闭只眼。谁叫这李老头不做人呢？现在报应来了吧？你们回来了啊！我公公说他身子痒，让我帮他挠挠。沈幼宁早就知道李家人不会善罢甘休，说不定会在去县城的路上堵他，所以他早上没有直接离开，而是拐弯去找王德发帮忙了。这丫头是在扮猪吃老虎啊！李家人是在他手上了。好了，你们三个跟我回生产大队好好反省吧。沈丫头，这部队不比生产大队，你去了部队，有事情可得好好说啊，别动不动就动武。部队的人可都是练过的。多谢大队长提醒。沈幼宁冲着王德发一个点头，然后拿着他的包裹走了。上集，沈幼宁来到了火车站。李多宝、赵云林，我沈幼宁来了。沈幼宁找到了他的座位，不过上面已经有人了。我是56号，你们谁不是？麻烦让让。没人理他。沈幼宁甚至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讥讽的笑容。啊，有蛇呀！三个人吓得立马起身。沈幼宁趁机坐到靠窗户的好位置，看到沈幼宁坐下，三个人才反应过来。女同志，你居然恐吓我们，说谎话骗人！你坐的是我的位置，赶紧起来让给我。我56号，我就坐这里。女同志，出门在外，和气生财。那男人一看就不像好人，
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的打量别人。难怪你这么穷，连票都买不起。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只要是酒，我其实不太介意是什么牌子。你介意我喝酒的时候带锤子吗？东西坏了好修理，人脑袋坏了就不一定能修好了。空气有瞬间的凝固，直到一道散漫笑声突然响起。真巧啊，沈同志，我们居然是同一节车厢。孽缘啊，又是这根搅屎棍！你好歹也是一个军官，坐软卧不行吗？非要来这里跟我们普通人抢座？哎呀，军官同志，我这媳妇身体不好，你能不能把你的位置让给我？不行，那是你媳妇，又不是我媳妇。你四肢健全站一下怎么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还是当兵的呢？不知道助人为乐，学习雷锋精神好榜样啊！你哪个部队的？小心我去投诉你啊！你投诉他也不能帮着你照顾你媳妇啊！你个女同志，男人说话没有你插嘴的份，你俩到底谁给我腾个位置出来？这事你要不要问问我的锤子？这事你要不要问问我的拳头？那男人见识硬茬子，便带着2个女人去了别的地方抢位置。很快火车开动了，沈幼宁社恐犯了，他缩小身形窝在角落，避免同旁边的乘客碰上。不过沈幼宁越是缩小位置，旁边坐着的人就越是朝着他靠来，最后更是直接拍拍位置，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同志，这里还有好宽的位置，过来坐啊！”就在那人要来坐的时候，沈幼宁一个用力，直接把中年妇女给挤了过去。被挤的中年妇女诧异的回头看向沈幼宁：“同志，你干啥呢？好端端的挤我一屁股做什么？这地方我的。我以为啥呢？我知道这位置是你的，不过你不是人受足不了这么多吗？咱们挤，腾出来一个位置给别的同志坐多好啊！咱们出门在外需要互相帮助。我也想要给你让位置，这不是身体不好，踏过了晦气给你。”沈幼宁说着就假装咳嗽。中年妇女见他脸色苍白，像是要把心肝脾肺都咳出来似的，被吓得不轻。你这是什么病啊？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社恐，也就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突然昏厥，大小便失禁。啥？这还不严重？大姐，要不然我同你换个位置，我这里靠窗，方便看外面。好啊好啊，真是多谢同志你了。你别看我这么壮，我就是虚胖过不得病气，这年头怕死的见多了，上赶着生病的还是头一个。中年妇女利索的同谢远洲换了位置。天色渐晚，沈幼宁在座位吃了些干粮，吃完后他很快就睡了过去。第二天早晨，车厢里面突然传出来慌乱的哭声。我的孩子不见了，你们有谁看见我的孩子吗？一个6、7岁的男孩，穿着黄色外套黑色裤子，我的孩子啊！女同志你好，我是军人，我是来帮助你的，请你详细的说一下事情的经过。我带着孩子去打水，一转身的功夫他就不见了。我孩子很乖的，他不会到处乱跑，一定是有人偷了我的孩子。军人同志，请一定帮忙找找我的孩子啊！孩子丢失才一会儿，肯定没走远。我先去找列车员通知列车长广播，所有人原地不许动，不许下车，不许开窗。沈幼宁见谢远洲快要走远，快速跟了上去。你跟上来干什么？不是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吗？这人居然知道我有这毛病，帮忙找孩子。贼人有可能伪装，包括不限于换衣服、戴帽子、假头发，男孩变女孩，装病不给看，找到对应年岁的小孩，一定要亲口向小孩子问清楚。2人很快找到车上的工作人员，然后有人播报了寻人启事。可这时列车要进站了，谢远洲察觉到不好，在没有找到孩子之前，不能让乘客下车。车长，还请你尽量的拖延时间，我们马上去找孩子。说完他们就去找孩子。在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时候，里面闹哄哄的，原来好多人闹着要下车。丢失的孩子还没有找到，麻烦大家配合下晚点下车，很快就好了，只需要耽搁你们一点点时间。你们找你们的孩子，为什么不让我们下去？我们又没孩子，你们找那有孩子的人去啊！我这赶时间带孩子看病吗？你赶紧让我下去！人群闹得厉害，突然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吸引了沈幼宁的目光，正是昨天跟他抢位置的那伙人。他的手中抱着一个6、7岁的女孩子。明明昨天这妇人的身边还没有孩子。沈幼宁瞬间反应过来，连忙抬手指向那妇人的位置。谢远洲，那里那个抱孩子的妇人，拦住他！话音刚落，谢远洲如同利箭般飞出，很快便拦在了妇人的面前。把孩子给我看看。火车上丢失的是男孩，我这是女孩，我这闺女还生着病呢，得马上看医生。他撒谎，昨天他身边根本没有孩子。谢远洲，掀孩子帽子看看是不是假头发，看看孩子承不承认他是他吗？这话一出，妇人就知道事情要糟，连忙扔了孩子就要逃跑。谢远洲眼疾手快地接住了孩子。沈幼宁见妇人慌不择路地朝着他的方向跑，拿出棍子就朝妇人敲了过去。突然一阵掌声，沈幼宁下意识身子一哆嗦，却发现大家热烈赞赏的目光，他们是在夸奖他。是男孩，不过被换了女装，现在意识不清，像是喂了药，等孩子母亲过来确认，就可以知道结果了。沈同志，你反应不错。很快，孩子的母亲来了，确认这就是他丢失的孩子。女人都要给沈幼宁和谢远洲跪了。谢远洲眼疾手快拦住了。为人民服务，打击犯罪，是我身为军人应有的职责和义务。同志，火车旅程还在继续，一定要小心看好孩子啊！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感谢。你真的要谢，就谢我旁边这位女同志吧，是她先发现了你的孩子，而且还制服了坏人。女同志，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你救了我的命呢。我丈夫是112团的教导员陶正贤，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们。112团教导员和营长哪个大？教导员大，我都归他管。没想到你一出手就救了我们教导员的老婆孩子。没想到这妇人的男人官职比李多宝大。不用谢，正好我未婚夫也是112团，到时候离婚请你们来做见证。一上来就离婚，这女同志的思想真是不同凡响啊。接上集，经过1天1夜的颠簸，火车终于到站了。3大1小被等在外面的吉普车接走了。路上，叶英拉着沈幼宁问起她和她未婚夫的情况。沈幼宁感觉到叶英身上的善意，便大概说了一些。得知她被骗婚的事，叶英很是气愤。虽然还不知道这未婚夫是谁，但已经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这什么男人，居然还骗婚！大妹子你别担心，我男人是部队的教导员，你在火车上又救了我这孩子一命。等到了部队，我一定叫我家老陶给你一个公道。这种人留在部队上就是个祸害。叶大姐，谢谢你。112团部队驻扎地，李向前收到了老家发来的紧急电报。这个沈幼宁居然还敢来部队找我，不行，我得想办法把人给拦住。沈幼宁他们到了部队后，叶英也是个真性情的大姐，把孩子交给了士兵，让人帮忙带着去找孩子他爹。她要去帮沈幼宁主持公道。妹子别怕啊，大姐给你做公道。这么不要脸皮的男人就不配待在部队里面。你说下你未婚夫叫什么名字，我们找他去。我未婚夫叫李多宝，不过他现在改名字了，叫李向前。他的婆娘叫赵云玲，他们都有2孩子了。听说他前段时间还升了营长。居然是他，老子早看他不顺眼了，还真不是个东西。我知道他住哪里，沈幼宁，我带你去找他。原来你跟他不对付啊？难怪你之前一直不说你未婚夫叫什么名字，原来是防着我呀。防人之心不可无，还别说你有可能跟他是兄弟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心眼子多是好事，但我不是坏人，你不用防着我。现在知道了，你不是要带路吗？我们快走吧，不然待会他们吃饱睡觉了，我们去铺盖里面捉人好像有点不太礼貌。谢远洲马上走在前面带路。部队的家属院并不远，很快就到了地方。再次看到赵云玲，沈幼宁心潮澎湃，手中的锤子都要忍不住了。你好，我是李多宝，也就是李向前在农村老家的未婚妻。我今天上门是特地来跟他结婚的。结什么婚？他都已经结婚了，现在是我的家属，你就是他老家的童养媳啊。他不是已经写信同你说清楚，解除了未婚夫妻的关系吗？你这个时候还上门来闹事，真是不要脸。你知道李多宝是有妇之夫，你还嫁，你好像更加不要脸吧？李多宝在哪里？请你叫他出来，我们要好好商量下结婚的事情。你这人脑子有病吧？都说了李向前已经同你解除婚姻关系，他现在是我的家属，他怎么还能够同你结婚？解除婚约？我怎么不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工养活他全家，我和李多宝的婚约关系，整个李家嘴生产大队的人都可以作证。这是婚书和生产大队开的结婚介绍信。你这个人是不是听不懂人话？都说了李向前已经结婚了，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新思想，讲究的是自由恋爱。你听我院的婚姻观念，你那陈旧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要不得。我就是个农村妇女，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他在外面养小老婆我可以理解，但是不把正事放在眼里，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回赵云林的脸色很难看。他和李向前结婚前也听过他老家有童养媳的事，当时以为解决了就没有当回事，没想到今天居然还找上门了。这是你和李向前的事情，不要牵扯到我的身上。现在天色已晚，李向前不在家，你要是有事找他就明天再来。这是李向前家，我是他未婚妻，既然他不在，那我就是这个房子的半个女主人。今天晚上我就住这里。你说什么？你要住这里？对，我要住主卧，还有我还没吃晚饭，这2位同志好心送我过来，你就随便整个3菜1汤，敢保就行。叶大姐谢同志，快进来吧，就把这儿当我家，有什么需求尽管说。沈幼宁说着，如同自己家般带着谢远洲和叶英走进去。客厅，赵云林的大女儿怯生生地看着突然进来的大人。乖女儿，来给大妈抱抱，以后你就是大妈的女儿了，要叫那个女人阿姨哈。她还是个孩子，你跟她乱说什么？要是吓到了我女儿，小心我跟你没完。小三什么时候也可以登堂入室的教训我这个正牌家属？你不要太过分，这里是我家，你再这样就给我滚出去。滚我没学过，我是农村出来的，没什么文化，但泼妇骂街，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全村认证的。我今天是来找李多宝结婚，来融入这个家庭的，不是来破坏这个家的。你放心，等你走了，我会把你的孩子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来养，该打的时候一定打，绝对不让他们有半分还手不敬的机会。赵云林被沈幼宁语出惊人的话给整懵逼了，他这超前摆烂还不要脸的思想，在这个质朴的年代很有杀伤力。李向前，你个混账东西，你等着，我这就叫人把李向前叫回来。赵云林气得带着孩子走了。沈幼宁感觉有点饿了，他看向谢远洲，你会做饭吗？李多宝家就是我家，厨房借你用用，你随便整个3菜1汤，有荤有素就好，就这么说好了。我来找食材，你来做饭。你还真不把我当外人呢，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谢远洲在厨房做饭，沈幼宁和叶英在院子里转悠。刚才他们这里的动静不小，时不时的有人过来看看。沈幼宁一见有人过来，立马笑得害羞的说道：“我是李向前农村的媳妇，特地来跟他结婚的。”沈幼宁说了半天，
直到谢远洲做好菜叫他们进去吃饭。好香啊，这是我家，大家不用客气，都赶紧吃吧。谢远洲和叶英也算是志趣相投的没心没肺，还真就这么跟着沈幼宁在李多宝家吃了起来。饭刚吃完，叶英的家属陶正先找了过来。你咋来了？教导员，教导员好，改天我和李向前结婚，肯定请你喝喜酒。陶正先在来的路上也听说了这里的事。李向前同志和赵云林同志已经结婚，是部队审核通过，国家批准的。这位女同志破坏军婚是犯法的。教导员同志放心，我很大度的，看在赵云林同志给李向前生了2个孩子，给我们老李家传宗接代的份上，我不会告他破坏军婚，他们好聚好散就行。我们还是应该适当的做一个好人。小沈和李向前是有婚约在先的。见陶正先疑惑的样子，叶英当即把事情的前后给说了一遍。原来事情竟是这样的。沈幼宁趁机把婚书和生产大队开的结婚证明递了过去。婚约一直都在，不然生产大队也不会给我开这个证明。这说明李向前占着茅坑不拉屎，还想用双倍资源。他这茅坑赵云林都被占这么久了，我也不介意他把茅坑给拉臭了，但是该我的总得还给我吧。陶正先一时也有些为难，作为教导员，他当然想维护部队的面子，可李向前在部队结婚了，还让未婚妻在他家干活伺候公婆，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陶正先想了想，还是劝道：李向前都已经结婚生娃了，也不可能再跟你结婚，不如回头我和同部队上级商量下，让李向前给予你一定的补偿。不，我就看上了这个人，我是来结婚，不是来领取部队补偿的，请你们不要用物质来否定我神圣的爱情，我的爱情它是无价的，拿什么都换不了。女同志，重婚罪犯法，骗婚罪能降几级？重婚罪该踩多少年缝纫机？沈幼宁听到声音的沈幼宁瞬间站起，上辈子害他全家惨死的男人来了，他全身的血液沸腾而起。不过在李向前踏进客厅的瞬间，他的脸上立马扯出一个笑容来。比起名字，我更加喜欢听你叫我媳妇。李向前看了一眼客厅里面的人，脸色难看的上来拉沈幼宁。沈幼宁下意识拿着锤子就往他的手打去。沈幼宁，你疯了吗？打是亲，骂是爱，我估计是想你太久了，不以结婚为目的亲热，都是耍流氓，等结婚了才能给你摸小手手。谁要摸你的手？你给我出来，我有话跟你说。你叫我出来我就出来，这样我岂不是很没面子？那你想要怎么样？你说媳妇，咱们俩一起去说点悄悄话吧。没门，我已经有媳妇，有了革命道路上的灵魂伴侣，我和你早就没有关系了。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你给我出来，我送你回去。我们之间的关系没了，那我这里怎么还有你写给你父母的书信，让他们从我这里多哄些钱才给你养孩子呢？沈幼宁早有准备，把李向前当初写给他父母的信拿出来给陶正先看。钱我准备了不少，你准备好跟我结婚了吗？你不是说同赵云林结婚是因为他父母是当干部的，能帮助你晋升得更快，把我养在老家，给你家赚钱做工养全家，给你提供资金向上爬，你都爬上来了，这军官夫人也该我来当了吧？你不能总让人出钱，还不给点甜头吧？你这心肝黑的比资本家还资本家。陶正先快速看完书信，脸色已经黑成了炭头。教导员，你听我解释。李向前，你这还配当人民子弟兵？私生活混乱，影响部队纪律，我看你是不想在部队里面待了。如此充足的证据下，一个私生活混乱就想了结？沈幼宁抬手就把陶正先手里面的书信给拿了回来，第一时间保留证据。这事明天你们2个一起来部队办公室调解，今天太晚了，你们2个再好好的沟通沟通。李营长，个人问题不要扯到部队荣誉上面来。亏你前不久才刚刚提上营长的位置，怎么思想就这么落后？陶正先一脸的恨铁不成钢，拉着叶英的胳膊就要离开。大妹子，你别怕啊，有事你就来找我，我肯定站在你这边。走了，瞎掺和人家的事情做什么？这个女人来找未婚夫，先是把小三气走了，然后让未婚夫睡客厅，殊不知她是要借机把值钱的东西全部拿走。接上集，李向前目光不善地看向谢远洲。谢副营长，这大晚上的你坐火车回来也累了，还不赶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做早操呢。你一个人能行吗？当然能行，不然你还想要请我今天晚上跟你一起挤部队宿舍？你就不能好好说话？记住我是2营的，有事过来找我。你好婆妈，赶紧回去吧，别影响我们夫妻培养感情。好吧，你小心点。谢远洲说完就走了。李向前深深地看了一眼沈幼宁，我送你回去，只要你回去好好照顾我的父母，你之前做的事情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不然就凭你资本家大小姐的身份，你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唾弃。还有你的父母，你也不想要让他们替你担心吧？你这是想用我的身份威胁我？可我是你媳妇，资本家大小姐的身份引人唾弃，你倒是能把别人唾弃吃得挺干净的嘛？明知我的身份还同我定下婚约，还收了我父母10根黄金的嫁妆，你说我的身份要是捅出去，谁最先遭殃？才刚升上去的营长啊，唰的一下就掉下来，好可惜哦。沈幼宁，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想要收拾你，有的是办法。报复一个人的最好方法，当然是毁掉他的一切，只要是酒我都能喝，主要是我怕你喝不起我的罚酒。多宝哥哥，我能干什么呢？我是你农村的童养媳，没有见识，就想要来部队随军当军官太太，跟着你享福啊。好了，今天我也累了，我先去房间休息，你睡客厅好好想清楚，是身败名裂还是跟我结婚？李向前看着他的背影，面色难看至极。这边沈幼宁把他的房间给直接翻了一遍，
在抽屉里找到493块5毛6分，还不少全国通用的票。看来他们两口子还挺富裕的嘛。他还在赵云林的梳妆盒里找到了不少李婆子从他这里拿走的金银首饰。上辈子，沈幼宁每个月都会给李向前提供一份资金援助。说什么部队辛苦，想往上爬就少不了银钱打店，爬的是挺高的，全用来收拾我全家了。狼心狗肺的玩意儿，搁这儿拿我全家当垫脚石呢。沈幼宁毫不犹豫地把钱、票、金银都收进了空间里面。随后他又从房间里翻出了不少好吃的零嘴，还有几块颜色好看的布。他一个挥手，东西眨眼消失在眼前。他在房间里面搜了好一会儿，直到确认没啥值钱的东西，这才去睡觉。第二天，昨天没回来的赵云林这会儿回来了，还带着一个长相名利大方的女同志。哟哈，都知道找帮手来了。这女人的面相，沈幼宁看着还挺熟悉的，不就是上辈子跟李向前一家交好，被李向前两口子奉为大嫂的苏云清吗？而且她死后灵魂飘荡，知道了不少跟李家有关人员的秘密。她在她家家庭史的个人传记里面写她是带着田园空间穿越回去的未来人士。这个女人可是比赵云林更麻烦的一个大麻烦。你就是李向前同志以前在农村的未婚妻沈幼宁同志吧？不是以前，是以前加现在，未来关系还有可能更进一步。沈幼宁同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谈谈吧。我很介意，主人不说话就知道放狗，我有点不通兽语，还有点害怕被咬呢。沈幼宁，你怎么说话的呢？不会说话你就不要说，怎么可以侮辱人呢？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吗？他可是陆副团长的家属。陆副团长不认识，再说不就是个家属吗？指不定明天就离了。沈幼宁同志，我是来帮助你的。你是来帮助我的？那太好了，你帮我把李向前绑起来，我们好结婚。被提到的李向前身子一僵。沈幼宁，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我们两个没有关系了？如果你想随军，想要过军官太太的生活，我可以帮你介绍部队的男同志，你不要再纠缠我了。你想要给我介绍对象？沈幼宁同志，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真的吗？沈幼宁一副受不住诱惑的样子。这时一个熟悉的男声响起：小媳妇，你可别被他们给忽悠了，还没吃早饭吧？刚才去食堂顺带给你带的。沈幼宁接了过来，铝皮盒子还是热的，那温度就像他突然的出现，在他孤立无援时的一种强有力的支柱。谢谢你。哈哈，这么容易就被感动了，这不像你啊。小媳妇，你怎么这么狠啊？敌我不分，我可是专门来帮你的，怕你被人给欺负了。谢副营长，你说谁欺负人呢？谁欺负人谁心里有数，难道还真想要人把你过去的丑事给全部抖落出来？这是我的家事，谢副营长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哈，家事？李营长不是都不承认这桩婚事吗？白纸黑字的都能被你给否定，李营长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我可告诉你，沈幼宁是我谢远州的救命恩人，你们别想欺负人。苏同志，别人家的家事你瞎掺和什么？小心我们公正严明的陆副团长回去让你跪床上。小媳妇，你还笑？我这帮你呢。今天早上是猪肉大葱的包子，我给你拿了3个，你先吃着。要吵架咱们也得吃饱了再吵，不是？你说的对。沈幼宁拿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包子出来，只要一想到我有他们没有，我觉得这包子都好吃了不少。哇，刚出炉的热气腾腾的包子啊，好香啊！沈幼宁故意当着他们的面吃包子，还边吃边说道：你们刚才不是要给我介绍对象？继续啊。那你对对象有什么条件和要求？我们尽量帮你找合适的人选，不过是先得说好，我们要是给你找到满意的对象，你可就不能再来破坏我和向前的家庭。我破坏？你确定？我向来不白担罪名。说罢，沈幼宁手中的刀就劈在了客厅的桌子上。你继续重新说刚才那句话。赵云林不由得吞咽了一口口水，他回头狠狠瞪了一眼李向前。我们要是给你找到满意的对象，你就好好的过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们能让我满意，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那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对象？有没有那种大我10多岁，还不爱洗澡刷牙，没事穿个裤衩子在部队门口吹牛逼的？不爱洗澡刷牙？呵呵，勤俭节约，那吹牛逼那是风趣。赵云林是想坑沈幼宁，但是绝对不会明目张胆按着这个条件去找。我们这可是正规部队，我和向前是真心想要给你找个好对象，你这要求不是为难我吗？你重新换个标准。有没有那种喜欢喝酒到半夜4点，喝醉了还喜欢搞家暴，没事都能踢2脚的？酗酒还家暴，会疼人啊！打是情，骂是爱，夫妻情趣，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我倒是巴不得找这样的给你，这不是不能吗？你说几个正常的择偶标准好不好？那有没有离婚带娃？结婚当天看见女同志晕倒了，还抢着亲自去送医院？你干嘛要结婚的？结婚的经验足啊，那抢着送女同志去医院呢？乐于助人啊。那你还是提点家庭要求吧。祖上18代都是贫农，家里只有破房子，初代太阳会中暑，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每天肚子饿了迎风喝点西北风就能饱的那种。你就不能提点正常的要求？比如说有钱的，嫁过去就享福的，这女人怕不是已经洞察了我的心思吧？有钱嫁过去就享福的，那有没有那种年纪大，官职高，退休工资高，最好能马上嗝屁，嫁过去就能当寡妇，还能无痛有子，子孙满堂的？这样的人你图什么？这个沈幼宁是故意找茬吧？图他死得快，图他家财万贯，大家都叫我一声奶啊！忍了半天的谢伟家还是忍不住的笑了出来。沈同志啊，如此要求你不是为难赵云林同志吗？他到哪里去给你找这样条件的？除非把他爸介绍给你。嫁不成男人，嫁男人他岳父也是一样的，左右都是一家人。
接上集，李向前和赵云林目光如毒蛇般阴沉地看着大笑的谢远洲。这时苏云清出声化解尴尬：沈同志，你这要求委实不好去找，部队里面好男人多得很，就像谢副营长就是部队里面顶好的儿郎。苏云清，你可别拉我下水，你不是向来看不上我吗？这回怎么还夸上我了？你那么喜欢多管闲事给人说媒，不如把你男人陆副团长给贡献出来，他人好还是英雄，铁定不会嫌弃沈同志。苏同志愿意割爱的话，我也不是不可以勉强下自己。你们平常谢远洲一个就够混拎不清了，这回还加一个，早知道我就不该淌这一趟浑水。沈幼宁，我看你这根本就是故意找茬。你这么嚣张，是有动物协会保护你吗？好羡慕你哦，不仅脑袋空还能装水。我不想知道你有病，别表现这么明显好吗？知道你脸大，但是也不能因为脸大就不要了吧。垃圾分类还是要做好，不然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你。你居然骂我不是个东西，脑子进水，有病，脸大还不如垃圾。李向前，赶紧把你这农村的童养媳给解决掉，不然我跟你离婚。赵云林气得面色铁青，怒声咆哮后就跑了。苏云清急忙起身追出去，李向前也想去追赵云林。这时沈幼宁的声音响了起来：离婚了正好，咱俩马上结婚，无缝衔接。李多宝同志，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严厉教导，不会动不动就跟你离婚。我觉得女同志经常离婚不好，还是直接丧偶来的比较爽。沈幼宁，你他妈的是不是有病？你怎么知道我有神经病？我要不是和你订婚，怎么可能会被传染上这病？当初看着你挺正常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你病情见长啊！你这是骂我神经病？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当初要不是我同你订婚，你能有现在的好日子过？我劝你聪明点，见好就收，否则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好。我觉得我挺聪明的，我现在就去把事情闹大，反正你对我不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沈幼宁说着就要走，吓得李向前连忙制止：不许去！你自己不想活，别拉着我下水。我们一家对你已经算是仁至义尽。客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这时外面传来了士兵的声音：李营长，教导员叫你带着沈幼宁同志过去，陆副团长也在办公室里等你呢。知道了，我马上就去。别忘记了你那还在吃苦的父母兄长，你要是不想连累他们，待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应该清楚。大家都是一家人，他们苦吃多了，接下来就该你了，这样才公平。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忘了，是酒我都能喝一点，就怕你酒量不好，敬酒罚酒都吃不了。去教导员的办公室带个锤子不碍事吧？砍刀虽然好，但是容易被手脚，不像锤子，可以说是修理桌子。当然没事，我陪你一起过去，免得有些小心眼的人啊，职位不大就想着狗仗人势的欺负人。哼！谢副营长，我劝你注意一下自己的名声。这个沈幼宁可是连我都不要的破鞋，你确定还要跟他搅和在一起？诽谤罪可以够你踩3年的缝纫机了，鞋破不破只有脚知道。我严重怀疑你很有可能迷奸未成年少女，骗婚、重婚、诽谤、迷奸未成年少女，还有什么罪行是你犯过我不知道的？你一起说出来，我好记录完整。沈幼宁说的煞有其事，李向前直接被他的一番骚操作给整不会了。见过会往人身上泼脏水的，但是没有见过如此会泼的，得赶紧把沈幼宁解决了。走，见教导员去。我3岁打架哭了都不会去找大人告状，有的人长个脑袋，好像只是为了增加身高。傻人有傻福，但是傻逼没有。真羡慕李多宝的脸，保养的真厚。上帝把智慧洒向人间的时候，就给他打了伞，对他可真是好啊。我本来有2颗心，认识李多宝的时候就死了1颗，恶心死了。沈幼宁说了一路，李向前的一双拳头是捏了又捏，愣是忍到了教导员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教导员陶正先，还有一个穿着军装俊朗刚正的男人，这人就是苏云清的男人陆北征，28岁就已经混到了副团长的位置。2口子以后一个从政，一个从商，搅动风云无人敢惹。而李向前就是陆北征手底下最好的帮手，跟着陆北征2口子，未来也是不可小觑的人物。副团长，这是我们生产大队给我开的结婚证明，我这次来部队就是专门来跟李向前同志结婚的。李向前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沈幼宁给抢先了。他快速的把大队长给他开的结婚介绍信递到了陆北征的面前，然后又迅速站回原地。陆北征快速看完介绍信：李营长，这件事你怎么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副团长，你又不是不知道，农村老人都喜欢瞎担心。我爸妈担心我上战场打仗把命给丢了，就给我在老家养了一个童养媳。我都5、6年没回过老家，早就把这事给忘了。李向前，身为军人，我们不仅要能够保家卫国，也要人品端正，肩负起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你如果不想要同这位女同志结婚，就应该早点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直把人拖着。副团长，我结婚之前就已经写信回去通知我父母把这门婚约给解除，可能是我父母看他可怜没地方去，所以才一直没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我父母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他好，为了给他一个容身之所，可是没想到他却再加上了我父母，还非要来这里同我结婚，想要当官太太享福。副团长，我父母也没有想到一时的恻隐之心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后果，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回去一趟，把事情说个清楚。真是好会演戏的一男人啊！沈幼宁再次上前把李向前和他父母来往的书信放在陆北征面前。陆北征认真看起信来，一旁的谢远洲说着风凉话：陆副团长可不要因为李向前是你的人就包庇他呀，
我回去探亲的时候，的确在李家嘴生产大队看到李家父母欺负他。见陆北征看完书信，沈幼宁立马上去把东西给收了回来。面对陆北征疑惑的目光，沈幼宁解释道：“证据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要是不拿回来，万一你们两个一伙的呢？”白纸黑字上面的确是你的笔记，不想要同人结婚，还把人留在你家里干活伺候公婆，拿钱供养全家。李向前，你这几年在部队里面学的就是这个。副团长，这信都是我爸妈叫我这样写的，说是能够让他安心留在我家，免得出去受苦。他就是一个喜欢吃苦受虐的人，我不这样写他不放心留在我家。谁会喜欢吃苦受虐啊？是我脑子有问题，还是你脑子有问题？把你眼屎擦看清楚再说话行不？你象棋应该下得挺好的吧？你什么意思？马后炮挺在行的，看你年纪轻轻的就胡言乱语，做个人不好吗？你李向前，我手底下没有你这样的人，你给我暂时停职，好好处理好你的家事，不要让你的家事影响我们部队的声誉。骗婚罪不用降级的吗？重婚罪不用踩缝纫机呀？诽谤罪不用受到惩处喽？我还怀疑他偷偷玷污了我的清白。沈幼宁，你不要乱说，我什么时候碰过你？这个女人是魔鬼吗？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你没有怎么知道我是破鞋？我怎么可能有？我出来之后根本就没有回去过。谁知道？说不定在梦里呢。你脑子有病吧？在梦里我怎么碰你？那你就是诽谤，对我的身心和名誉造成了巨大的损伤。诽谤罪最高可以进局子裁3年缝纫机。你的战友谢远洲可以作证。对，我可以作证，让你平常喜欢嘚瑟，今天终于让我找到机会逮住你了吧？李向前刚才诬陷我和沈幼宁同志有不正当关系，我也感觉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需要补偿。你跟着瞎掺和什么？陆副团长，偏心护短不是这样的，我是人证，不是瞎掺和。搅屎棍果然就是搅屎棍啊，哪儿都有他。我也知道战友不好下手，你们部队要是实在管不了，我就勉为其难去公安局。骗婚罪、重婚罪、诽谤罪，3+2+3等于8，不过就是踩8年的缝纫机，很快就能过去。李多宝同志，送你去踩缝纫机是因为你做错了事情，应该受到惩罚。不过你放心，等你出来，我还是会同你结婚。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你为了跟我结婚，竟然想把我送到局子里去？李多宝同志，你怎么可以误会我？我这是在帮国家教育你成为一个诚实守信的好人。你不用感谢我，你以后感谢我的地方还多着呢。陆副团长，我这样大义灭亲，捅自家未来男人的底，是不是应该给我发一块锦旗？你如此害我，还想要锦旗？不给发锦旗，物质上的奖励我也可以接受。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只是不好同动物说话，毕竟我真不会授予。沈幼宁，你找打是不？李向前的巴掌还没落下，沈幼宁已经拿锤子朝着李向前的方向送了上去。我的手啊！看来手掌和锤子打架，手掌更容易受伤。沈幼宁，你居然敢袭击军官，这怎么能叫袭击？不要欺负我不懂法，这最多叫自卫。而且咱俩是一家人，家暴没人管，自卫更没人管。多宝同志，你真是的，这么一点小事还要劳烦上级，咱们这是家事，就应该在家里面解决。你今天先同赵云林离婚，然后再跟我结婚，前面那些罪行就不复存在了，你就不用担心被降级处分，还要进去局子踩缝纫机。想要我和云林离婚，门都没有，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家庭，还有了孩子，你为什么要来破坏我们？部队好男人多的是，你重新找一个不行吗？不行，他们没你脸皮厚，缺心眼，嘴甜会骗会哄人。我是一个受传统观念教育长大的女同志，你要是不跟我结婚，那我就只能先锤死你，再锤死我自己。下了地狱，咱俩还是一对。疯子，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李向前被沈幼宁隐藏的癫狂吓得倒退几步，最后是一旁的陶正先出来打圆场。这是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我看不如让他们两个先冷静冷静再说。谢副营长，你先把人送去部队招待所，等团长回来，我们一起商量出决策。好的，教导员。多宝啊，我等着你来拘我啊！快把他给我拉走！接上集，谢远洲把沈幼宁送到招待所，见里面条件简单，沈幼宁又只带了个小包裹，便又带人来服务社买东西。俩人正要进去，突然响起了部队紧急集合的声音。沈同志，我得赶紧回部队了，待会买好东西你就自己先回去，需要什么随便买，不过回头我再给你凑。话毕，他快步离去。这人怎么回事？把钱全给我了。贺同志，你今天买了什么好东西？给我们看看啊！沈幼宁正嘀咕着，突然响起一道尖锐高亢的声音。沈幼宁循声看去，就见两个膀大腰圆的中年妇女把一个女青年给堵在了墙角。没什么，就是些女同志特殊时期用的东西。你这好不容易来一趟服务社，怎么能不买些好吃的呢？走，我们带你再去买些好吃的。你们要进去服务社买好吃的，可不可以带上我一起？两位大婶，我刚来部队，你们可以带我一起玩吗？见沈幼宁一副好欺负的样子，两人眼中露出贪婪兴奋的目光。同志，他们不是带我玩，而是……好啊，不过想和我们一起玩，可是要付出点小小的代价。我懂的，你买东西我付账，你骂人我帮腔，你欺负人我动手，你动手我递枪，谁要是不服你管教，半夜铁锹埋尸荒山上。倒也不必如此，我就是爱好占点小便宜，可不想弄出人命进局子。大婶你放心，我以前经常干这些，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组织，大婶可要带我干票大的。你说今天准备霍霍哪里？你这是啥东西？锤子啊！
我刚用它锤了营长李向前。来，大婶，这个东西趁手，给你拿着最合适。伤人的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哪里出来的小疯婆子，连营长都敢打，还想要拉我下水，这也太坏了。拿着吧，就当做是我孝敬您的一份薄礼。救命啊！疯子，有疯子啊！两个人被沈幼宁这一番诡异操作吓得落荒而逃。怎么就经不起人捧呢？这锤子还是得我收着。同志，刚才的事情多谢你，这是我全部的钱，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欺负我？看来这女同志是把我当坏人了。我不收胆小鬼的钱，你回去吧。我不是胆小鬼，我是贺团长的妹妹贺玉玲。贺团长，难道说我突然的见义勇为，帮了112团的团长的妹妹？沈幼宁快速的从贺玉玲手中抽了1分钱，收保护费。以后我罩着你，你哥罩着我们2个。1分钱会不会太少了？你可是比家属院里的2个母老虎还厉害，他们经常抢我东西，他们刚才那么怕你，你应该多收点保护费。你不是团长的妹妹，你还怕他们2个？沈幼宁回想了关于贺玉玲的事情，在苏云清的个人记录史中，贺玉玲就是以哥哥权势迫害她和陆北征爱情的骄纵大小姐。贺玉玲的结局并不好，为了个陆北征害的哥哥犯错被下放，自己也病死他乡。你是不是喜欢苏云清男人陆北征的那个贺玉玲？我没有喜欢他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得拉拢。那你脸红什么？你看男人眼光真不错，你看他2脸骨头硬，杀伤力多好。苏云清第一次装他怀里，不仅装歪了鼻子，还成了脑震荡。快30岁没开荤的老男人，肯定勇猛无比。1个月30天，除了来月事那几天都得在床上度过，多好的福气啊！他能力这么强，1胎3胞肯定不是问题，3年就能抱6，生这么多。是啊，就是有点废女人，一不小心连命都搭上了。不过为了爱情都是值得的。最重要的是他家人多，你以后嫁过去就会有2个婆婆2个公公，等到他们老了，你一个人得伺候他们4个，大家都会夸你孝顺。一个人伺候4个？他1米8几的身高，跟我们这1米5几的正好相配，亲个嘴都跟上吊似的，多新奇！妈呀，这么恐怖的陆副团长，消受不起呀！我只是害羞没有喜欢他，还不是那些人总说闲话。没事，送你个扳手，谁让我们不高兴了，就先让谁不高兴。可伤人是犯法的。两人一个社交恐惧症，一个胆小爱哭鬼，偏偏社恐还想教会胆小鬼原地发疯，不服就干的自卫本领，这场面莫名有一点点和谐。伤人犯法，但是自卫不犯法。兔子急了还咬人，你要是不想一辈子被他们欺负，就得学会发狠。发狠？对，只要你比他们狠，比他们不要脸，比他们不怕事，你就可以出奇制胜。至于具体操作，你可以跟在我的后面多看看。真的可以吗？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是谁家的家属？你住哪里？我好去找你。我叫沈幼宁，暂住在部队招待所。我是112团3营长李向前的未婚妻。我这次来是来同李向前结婚的。结婚？李营长4年前就已经结婚了，孩子都有2个，这事他没告诉你吗？没有，我一无所知，所以我专门来同他结婚。可他都结婚了，重婚可是犯法的。对啊，不犯法我还不找他结婚呢。像他这种祸害，不得给我祸害，才知道什么是真的祸害。沈同志好厉害啊，好崇拜。那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我哥可是团长。那你就回去把我的悲惨故事说一遍给你哥听。故事是这样的，沈幼宁把他悲惨的上辈子说了出来。贺玉玲听完整个人震惊了。原来你这么悲惨，这李营长真不是东西，枉为人民子弟兵。亏我哥这次还给他升了营长，升得高摔下来才疼。贺同志回去也不用帮我卖惨，反正公安局的大门天天开着，哪路不平锤哪路。回去一定得让我哥公平处事，惩治李向前，不然沈同志把我哥也告了怎么办？那我先回家告状了。有个当团长的哥哥就是好，不像我只有个锤子。下午，叶英提着生活用品来找沈幼宁了。这部队的招待所不比家里，什么东西都缺。大妹子，我从家里拿了些过来，都是洗干净的，你别介意。晚上你来我家吃饭，我给你做好吃的。你在火车上救了我家狗牙仔，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谢谢你呢。我家那男人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你别放心上，就当狗屁放了。他们男人就看重兄弟情，根本不管我们女人受了多少委屈。沈幼宁面上在听叶英说话，脑海里却在想叶英2口子的事。在苏云清的个人记录史里提到，叶英农村出身，知识文化少，同陶正先没有共同话题，夫妻感情不和，没2年就难产死了。苏云清看陶正先拉扯2个孩子不易，就把早年离异的小姑子介绍给了他。大姐好可怜啊，还没享福就走了。大妹子，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叶大姐，男人是靠不住的，要么你骑在他头上拉屎，把他的小心思按死，要么一拍两散。别相信男人会改，你看狗什么时候改吃屎了？妹子，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男人好色，禽兽不如；男人不好色，不如禽兽。分开这么久，老房子都没着火，8成是嘴巴养刁了，看不上你。叶大姐送你根棍子。不会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吧？大妹子看着也不像是那么会的人啊。把人锤老实了，家庭矛盾少了，小心思歇了，烦恼也就少了。锤一顿就能解决的事，不要憋屈自己。那不成泼妇了吗？你看有几个泼妇会让自己不开心？叶英想到昨晚男人对她的教育和不屑，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伸手接过沈幼宁手中的棍子。下午，叶英做了一桌子菜，
沈幼宁看得直咽口水。妹子饿了吧？你先吃点垫垫肚子。我男人差不多也该回来了。正说着，就见陶正先、李向前和赵云林、陆北征和苏云清5人走了进来。边疆路好窄哦，5个人一起出现，怕不是要密谋怎么把我这个农村童养媳给嘎了吧？接上集。沈幼宁，你怎么在这里？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滚回你的招待所去。狗待的地方的确不适合我待。叶大姐，你看，你家属带回了2条狗，刚才还冲我狗叫来着。这小丫头嘴巴够毒的啊！不过这来的都是部队领导，我也不好得罪。老陶，小沈同志是我请回来的客人，他可是救了我们的儿子啊！我这招呼战友呢，你给我们整点吃的，送到我书房里来。陶正先带着李向前和陆北征他们2队朝书房走去。沈幼宁不屑地撇嘴：“你们不给我听，我还不知道偷听呢，还能让人当面给算计了不成？”沈幼宁刚想去窗户偷听墙角，苏云清却来到他的面前，笑眼看着沈幼宁，又带着点莫名的激动。爱你孤身走暗巷，专走小巷巷，看你不正常。反诈 APP， 你脸长得像个屁屁。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没介绍信，盲流得被抓。宫廷玉液酒。陆北征，你女人思想封建迷信，还想复辟封建君主制度，赶紧把她拉回去进行思想教育。等等，我说的这些你都不知道吗？你那么会对人，这个时代的人应该对不出来这么经典的话才对。我问你这些话没有恶意，只是想要同你交个朋友。你家住海边啊？交友这么广泛，别跟我说话，我有洁癖，少吃点盐吧。看把你闲的，我有密集恐惧症，不能靠近心眼子多的人。有病你治病，别找我，我又不是兽医。叶大姐，我刚才说错话了，你家属带了4条狗回来，得多准备点狗粮。谢谢你今天的款待，我先走了，回头再还你盘子。沈幼宁说完，直接把桌子上的红烧肉端了起来，又去厨房打了饭，这才离开。主打的就是丢脸也不能委屈自己。陆北征听到声音出来了，怎么回事？确定是你认识的人？确定是一个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有趣灵魂。李向前的事正常处理，别把自己拖下水。疯子是有这个能力的。清晨，沈幼宁睡得正舒服呢，突然被人吵醒了。我5点20分睡觉，13点14分分起，你这个点敲门，我很生气。沈同志，生气也把早饭吃了再说。你昨天晚上做什么坏事了？520不睡，13、14不起。你家住海边啊？管这么宽？沈同志，做人得讲点良心。我昨天执行紧急任务，今早才回来，怕你饿死，一回来就给送早饭，快过来吃。你这么有趣的女同志，饿死可惜了。阁下和不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什么意思啊？你这么能说，你咋不上天呢？我们团长回来了，他很看好陆北征，以前还想把妹妹介绍给他。李向前这些年一直在陆北征手底下做事，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出生入死的兄弟。新社会新风气新思想，封建婚姻被取缔，提倡追求自由恋爱。你这样的案例部队里不是没有过，大多数都是闹了2下就被劝了下来。你得有思想准备。早就知道部队不一定会给出满意的结果，好在手镯空间里的资料能派上用场，不然我也不敢这么傻乎乎的闹。做人的要脸吧，可我不要脸。没有这样的案例，那我就做先例，生不能结婚，死3个人埋一堆也行。佩服，反正我也早看不惯李向前，到时候我给你拱火。沈幼宁吃完早餐，沉静的眸子深处光点一闪。谢同志，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估计这小媳妇的肚子里又憋着一股坏水，能帮我肯定帮，你别用请字，我不习惯。我想去趟公安局，我不能坐以待毙。李向前是陆北征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兄弟，赵云林的父亲又在市里当官，虽然我不怕死，但死也要死得有价值。你去公安局做什么？该不会是想让公安局的人摄入部队来调查吧？怎么可能？我只是想让公安局的人办住赵云林的父亲，别让他掺和部队的事，顺便监督下部队的正义性。如果能顺带去人民检察院就更好了。司法的公正性需要多方面的监督。就知道小媳妇没这么善良，你够狠。我昨晚执行紧急任务，今天白天休息，正好可以陪你去市里找公安局和检察院。你心理变化别太大，咱们还是好朋友，快收拾好，我这就去部队开车了。谢远洲说完立马溜了出去，很快他们就到了市公安局。同志，你要举报谁？我要举报112团3营长李向前。什么？你确定112团不归我们公安局管？部队可以自行处理，处理不了的可以上交其他部门。你这……我处理不了，来找帽子叔叔，这有问题吗？这好像是没有问题。帽子叔叔一不小心被沈幼宁的话给套路了。有事就找公安局，部队是打仗的，估计对于伦理道德、吃喝拉撒问题方面的法律设计不多，专业的事还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你这是不信任部队的办事能力。我认可他们浓厚不可割舍的战友情，我跟他们没情，但也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怕他们的心灵因为无知而受到伤害，所以才特地来公安局。你人还怪好的呢，真是个会说话的艺术鬼才，把怀疑都说得这么认真深情。谢谢，你可以叫我活雷锋。你等我去问问我们队长。帽子叔叔一走，谢远洲就来到沈幼宁身旁。沈幼宁同志，你说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李向前将来肯定会后悔抛弃你，娶了赵云林。不用等以后，我估摸着他现在就挺后悔。112团家属院，李向前花了好一番心思，终于把生气的赵云林哄好了。还是自己家好，向前你不知道，在朋友家待着特别不方便，2个孩子又闹得很，我这2天都没有睡好。我已经和父亲说了我们的事，他会同团长谈话的。贺团长器重陆大哥，你又是陆大哥的好兄弟，大家都会向着我们说话。那女人闹腾不起来，
最后不过就是我们多拿些钱打发他。这里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他如果敢破坏军婚，我就告他，把他送局子里去。向前，你以后有事可不能瞒我了。你要是再瞒着我，我就变成小鸟带着2个孩子飞走，让你想追都追不上。你都成我媳妇了，还想要往哪里跑？咱们去房里，让我看看你怎么变成小鸟，从我的怀抱中逃跑。李向前搂着赵云林急匆匆进了房间，空气都变得热烈起来。突然，李向前，床单上怎么会有血？你们2个趁我不在家，居然我的钱、我的首饰、我的新布料，还有我的零食。李向前，你哥负心汉，你居然把我的东西拿去讨好他，我要跟你离婚。云林，你别生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2天忙得焦头烂额，根本就没回房间睡觉。我跟他是清白的，我们……赵云林气冲冲地走了，李向前便穿衣服边在后面追，两人都忘记了家里的孩子。姐姐，爸妈又跑了，走就走呗，反正妈妈经常闹脾气离家出走，我都习惯了。下午，沈幼宁和谢远洲从公安局出来了。你刚才和公安局局长说什么了？出来还热情的要送你。你知道我隔壁家的老爷爷为什么活得久吗？知道，少管闲事呗。其实沈幼宁也没说啥，就是把沈家借给政府物资赢钱的凭证拿出来给局长看，那上面数目巨大，看在这个面子上，估计他们也不会敷衍了事。两人去吃了饭，然后又来到检察院。这个时候的检举全凭一张嘴，就看你敢不敢说。更别说沈幼宁推断出了一系列的证据。你有证据吗？你检举的可是市委办公室主任，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很难办。有证据的。那证据带过来了吗？你放心，抓人的时候人证物证铁证都在。同志，我们要有证据才好判断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现在这种状态，我们只能行使侦查权。那你侦查的时候多带点人，我相信他对他女儿真切的感情。好了，你先回去吧，回头我们会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情。听到这话，沈幼宁放心的走了。他知道现在动不了赵云林的父亲，只想上面有人盯着他，不让他以权谋私就行。下一步，沈幼宁计划去市政府接上级。等我们到市政府，他们都要下班了。散播谣言不用管他们上不上班，待会多买点纸和笔就行。这些东西沈幼宁的空间里都有，就是不好拿出来。他不像苏云清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可劲的利用他的田园空间帮助人。买纸和笔做什么？写大字报啊！不要跟我说你没做过这种事情。见谢远洲表情尴尬，沈幼宁有点好奇，你写的谁啊？陆北章。我懂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以后加油哦。你懂的，你懂什么了？羡慕嫉妒恨，想搞死他呗。这事你别告诉别人啊，不是我干不过他，你知道吗？这人有强迫症，我是真受不了。强迫症不可怕，只要他没强迫你就行。你这话没有其他的意思吧？没有，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双向奔赴的爱情才能得到祝福。谢远洲一手握着方向盘，双眼紧紧地盯着沈幼宁。我发现了你的秘密，你该不会要杀人灭口吧？我死你陪葬，这样不值得。要不咱俩还是好好活着吧。我可以违背良心帮你拆散陆北征和苏云清2口子。沈幼宁，你这脑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装的都是屎，你要吃吗？走走走，买支笔写大字报去。这人8成是被李家人欺负狠了，精神状态都出现了问题，不能同他过度交谈，否则容易心梗。写大字报，谢远洲比沈幼宁更有天赋，毕竟他以前实操过。因为时间赶任务中，谢远洲的手都快写抽筋了。沈幼宁数了数，还差2张呢。你周扒皮啊！我就一个人，生产队的驴都不带这么赶的，剩下的正好留着沾江湖。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而且驴哪有你聪明？天黑后，两人就行动起来了，以市政府大楼为终点往外延伸，见墙就贴，最后还翻进大楼，给每个办公室的门上都贴了一张。两人看着自己的杰作，心满意足的驱车离开。等到他们回到招待所，都快半夜了。天太晚，我就不请你上去做了。明天的早餐你放门口就行。这些是你给我的钱，还有饭钱和今天的跑腿费。我先回去休息了。没良心的女同志，居然把钱全部还回来了。翌日，沈幼宁还在吃早餐，就有人来找他了。你好，是沈幼宁同志吗？我是贺团长身边的警卫员小陈，我们团长请你过去一趟，李营长他们都在。那你等我吃饱了先，你们带路吧。沈幼宁进来才发现大家都到了。贺团长好，陶教导员好。至于你们，人畜有别，我不会授语就不跟你们打招呼了。沈幼宁这话一下就得罪了4个人。李向前瞬间怒了。沈幼宁，你骂谁是畜生的？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大概是伤的不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沈幼宁，这可是团长办公室，你如果再乱来，休怪我们不讲情面，直接把你给遣送回去。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是来跟你结婚，不是来看你咬人的。沈幼宁熟练地掏出结婚介绍信递到贺团长的面前。贺团长，这是结婚证明，请批准。这就是妹妹吹爆天的救美女英雄，怎么看着有点怂呢？不过嘴皮子是挺厉害的，她这是不好办呐。见贺龙飞沉思，沈幼宁又把李向前母子的书信递了过去。李向前同志涉及骗婚、重婚、诽谤、流氓罪，这是证据。陶教导员是人证。我什么时候成人证了？那天我们的谈话你听得明明白白的，看你年纪不大，怎么耳朵就不好使了？虽然耳朵不好使，但是我绝对相信你的人品，不至于吐出去的口水还收回来吧。瞬间陶正先只觉被架在火炉上烤。我这人比较恋旧，你只要同赵云林离婚，再跟我结婚，刚才的罪名就能全部洗清。等等，什么流氓罪？你不是说你跟他没什么？那他还说你流氓罪？床单上血，根本不是你不小心划伤的。
是他的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云林，你听我解释，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别被他离间了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那血还真是我的，多宝哥哥，你还说我是破鞋，鞋破不破的你不穿怎么能知道？你们两个果然背着我搞在了一起。苏同志，离线前他骗了我，结婚前他跟我说没有乱七八糟的关系，我要是知道他在老家还有童养媳没解决干净，我怎么可能会嫁给他？云林，那都是他骗你的，谁知道那是不是他为了破坏我们夫妻感情，故意戳破的手指？你看他长得又黄又丑又老，我怎么会眼瞎对他下手？这一定是他的计谋。我变成现在这样，还不是拜你李家所赐？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说你又黄又老。这突然的一巴掌直接把李向前给拍懵了。赵云林见男人被打，顿时心疼气愤了起来。我男人说你又黄又老又……沈幼宁又一巴掌甩在了赵云林脸上，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愣住了，谁都没有想到沈幼宁会这么大胆的出手。你们两个刚才想说什么？没说完的可以继续。刚才都是我的错，太冲动了，怎么可以拿手打你们脸？你们脸皮那么厚，得拿锤子出来锤才对。好了，我现在已经准备充分，你们可以重新开始了。李向前面色漆黑如炭，赵云林直接向贺龙飞告状。团长，他拿凶器，你还不让人给收了去？难道我爸爸昨晚没有打电话同你沟通吗？为什么这个泼妇还在这里？农村封建陋习，包办婚姻都要破除，直接撕了他的介绍信，派人把他送回农村老家就行。沈幼宁听到这里，快速的掏出小本本开始记录，这可都是证据啊！真希望赵云林发疯多说点。小赵同志，这是我们部队内部的事情，我希望还是我们自己来解决的好。怎么，贺团长是不想要采取我爸爸的意见了？小赵同志，你父亲插手我们部队的事情，实在不合适。不合适，那以后团里需要物资帮助，也别去找市政府。赵云林同志，你父亲能代表市政府？为了打击沈幼宁表现优越性，赵云林傲气的点了点头。那是，我父亲正准备竞选副书记，以后往上我父亲就是市长，就是市委书记。112团驻扎在市外围，以后需要政府提供便利的地方还多着呢。你父亲听起来好像很厉害，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官呢，好怕怕哟！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字证明一下？难得见沈幼宁这么弱势，赵云林顿时优越感爆棚。当然可以，给你长长见识，你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就在赵云林要签字时，一旁的苏云清突然咳嗽了一声，瞬间他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小赵，名字可不能随意乱签啊！你话那么多，是比别人多个舌头吗？还是你觉得他是没脑子？要见你的用用，我一般不咬人，除非对方不是人。你才没脑子呢！赵云林不爽了，他虽然跟苏云清交好，但不代表他有多喜欢她。一个下乡知青嫁给了团里最出色的军官，每每想起自己被陆北征拒绝的场景，他心里总是意难平。你有脑子，你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小学6年义务教育都没兜住你这条漏网之鱼？谁说我不会写自己名字？我这就写给你看，告诉你，我可是高中毕业，成绩不是一般的好。赵云林说着就写了起来，记得写上日期，回头我好帮你宣传吹牛逼。苏云清眼见赵云林要犯蠢，还想再提醒，沈幼宁突然看向他，正好陆北征也拉住了他。赵云林龙飞凤舞的写完了，沈幼宁赶紧利索的收好本子和笔，接上集。你好好看看我的书法，是你这农村婆念学一辈子都学不会的。你父亲这么厉害，我要是坚决要同李多宝结婚，你是不是会找人弄死我？可恶，他是怎么猜到的？当然不会，这可是法治社会，你不要乱说。你刚才声音停顿，眼神心虚，乱想了吧？我没有，我和向前都结婚了，你现在过来拆散我们有什么用？你这样还不如好好想想要什么补偿，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把李多宝补偿给我就挺好的。你休想！那他被降级甚至被开除部队，你也跟着他？当然，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两口子。那他端橘子坏了名声，成为劳改犯，你也不离不弃跟着他？当然。原来你们是真爱啊，真是对不起，打扰到一对狗男女。我去你妈的！你说什么呢？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不要生气，毕竟这又不是第一次。我知道不打扰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尊重。我祝福你们以后不孕不育，生儿育女，子孙满堂，全靠兄弟帮忙，生活处处挂彩，工作事事伤心，爱情百年不和。沈幼宁，你找死是不是？李向前被沈幼宁的话彻底激怒了，相信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承受得了如此侮辱。你信不信你再这么说下去，我就是拼着身上的这一层皮不要，也要把你给活剐。你别急着生气，没见我正准备放手吗？这个疯女人终于要被我忠贞不渝的爱情感动了吗？你终于想清楚了。既然你们是真爱，那我就放手好了，毕竟人出殊途。沈幼宁，你再骂一句试试。我感觉我的精神受到了损伤，你最好在这个时候对我客气点。李向前面色难看的如同吞了响，却不能发火。沈幼宁好不容易要放手，可不能再让他反悔。至于他这几天吃的亏，等到人回到李家，有的是办法收拾他。那你想要什么补偿？我在李家待了6年多，每天都下地赚满工分，还要回家洗衣服做饭伺候你家人。我一个月要你30块钱工钱，不过分吧？李向前没说话，因为他知道李家从沈幼宁这里拿走的远不止如此。1年是360块，7年就是2520块。女同志最宝贵的就是青春，7年青春，1年收你100块，7年就是700块。看到你结婚，我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精神损失补偿1000块，不多吧？这加起来就是4220块。我也不要你太多，你一共给我4500块就行。不是要抹零吗？怎么还反向增长了呢？我没有这么多钱，不直接给也行，我接受分期付款。营长1个月工资大概是80块，1年就是960块。
大概4.6875年你就能还清。四舍五入我就要你5年工资吧。要是你不想拿工资底，找你老丈人借钱也行，不过我只收现金，不收金条首饰。找老丈人借钱，这是一个男人能做出来的事吗？李向前当初为了结婚也骗了赵家，说李家祖上有产业，这才让他老丈人同意了婚事。之前沈幼宁提供的资金全被他拿来哄赵云林了，不然他也不能爬得这么快。这个你不用担心，知道你是个男人，考虑到你的情况，我特意提前帮你写了借条，只要你签上名字按下手印，每个月准时把你工资给我就行，不过就是5年工资而已。我相信你们2个的感情肯定不只是这些。这一刻李向前犹豫了。向前，你快签啊！还是你觉得我和2个孩子不止你5年的工资？难道你对他有感情？怎么可能？给你。赵云林还不知道李家祖上世8代都是贫农，每个月的补贴让他下意识觉得李家很富，认为只要能摆脱沈幼宁，牺牲些银钱也没什么。还差你领导的同意和保证人，签字画押当证人这种事，就要1个都不少才好，你们说是吧？沈幼宁拿着欠条挨个让人签字，碍于赵云林父亲的关系，办公室里其余3人都签了字。沈幼宁满意的收起了欠条。沈幼宁，这下你可以回去了吧？我马上让人送你去火车站。还有一件事，我男人跑了，我想重新再找一个。你们上次不是说要帮我介绍一个，我都记录好了，你们按照这个标准去找就行。沈幼宁说着就把择偶条件递给了贺龙飞，他是越看越生气。你们这是给人找对象还是找仇人啊？团长，这事真不怪我，是他自己说的。就在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贺龙飞刚一接通，电话那头就传来赵德仁急切的声音：贺团长，你没有对李向前那个未婚妻动手吧？没有，赵主任你不用担心，沈幼宁同志已经自愿放手了。贺团长，你一定要公事公办，千万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就不严惩李向前。乱搞男女关系，你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将他的籍贯他的禁闭都行，可千万不能让那女同志受委屈。贺龙飞听得不敢相信，不过赵德仁肯放话，他就好处理多了。赵主任放心，我一定听取你的建议，秉公处理。李向前，你给老子把衣服脱了，停止关禁闭去。团长，我是你的兵啊，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你为什么还要罚我？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又没有影响到部队集体荣誉。陆副团长，看来你手底下的兵思想觉悟不高啊。团长，是我管教不严，我回去就写检讨，赶紧脱。好，我脱。李向前正要脱衣服，赵云林拉住了他。团长，我父亲同你说了什么？你的态度怎么一下就转变了？你父亲刚才特地打电话来说他被人贴了大字报，检察院的人都上门了，让我公事公办，严格处理李向前的事。这不可能，好好的谁会写我父亲的大字报，还去检举他？是我写的大字报，以防万一，也是我检举的，免得他做错事。虽然你抢了我男人，但我还是希望你们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居然是你，你害了我们2口子还不够，居然还去害我的父亲！你这个疯女人，你这样颠倒是非黑白侮辱正直善良的好同志，你就不会感到心里不安吗？我的良心不同意。赵云林都要气哭了。这时谢远洲进来了。团长，公安局的人来了。怎么回事？公安局的人怎么来了？是我报的案，主要是担心你们感情太深，怕你们伤心。我信你个鬼！这样的人才不送去当间谍真是可惜，幸亏我刚才处理得快，不然都得被拖下水。谢副营长，赶紧的把人带过来，正好我们这里有案子，让他们一起参与进来。是，团长。接上集，沈幼宁舒尔听贺龙飞和公安局局长舒伯达谈话，等到他们谈得差不多，沈幼宁瞅准时机走了上去。舒局长好，贺团长好，这是大队开的结婚介绍信，这是李向前和他父母密谋诓骗我做苦力养全家的私信，这是赵云林利用他父亲全职恐吓我的口供记录，这是李向前不想娶我又怕我告状的封口费，这是他们想迫害我下半辈子，专门给我介绍老弱病残还有怪痞男人的记录，在场所有人都是人证，李向前的确骗婚重婚，还诽谤徇私搞贿赂。沈幼宁，你居然算计我？这怎么能说是算计呢？主要是你肠胃不好，上厕所的时候把脑子给拉出去了，你理解不了人话，你该买个镜子或者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个什么物种。我一般不骂人的，主要是看见你的时候就忍不住。沈幼宁，你他妈的算计我，信不信我把你的身份抖露出来，大家都别好过。想死是吧？那大家一起啊！局长同志，我要检举李向前营长收受贿赂，收留资本家小姐当童养媳。沈幼宁这话一出，众人的目光立马落到他身上。贺龙飞直接质问李向前：李向前，你到底有几个未婚妻？你那裤衩子到底有多大？能装几个他？李向前想要开口辩解，但是沈幼宁说话太快，他一时又不知该如何辩解。他就一个未婚妻，那个资本家小姐就是我。沈幼宁，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我李家养你几年，你还恩将仇报？你在老家待着不好吗？我父母顶着恶毒的名声改造教育你，可你还是容弱不了人民群众。我们李家对你的好全为了狗，不用你举报，我自己来。沈幼宁是资本小姐，她父母都是资本家。当年我爸在她家干过长工，后来新社会成立，她父母硬是让她和我订婚。这些事我爸妈后来才告诉我，我父母怜悯她不让她走，却没想到她居然妄想更多。事实就在这里，我接受上级调查，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怎么总有人喜欢猪鼻子插葱装象呢？你不去当厨子真是可惜了，甩锅甩得那么厉害，你撒泡尿照照自己，看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我成分不好是家庭原因，你良心不好那是缺德，确定不找个瞎眼医生给你填2把稻草？旁听的谢远洲实在没忍住笑，
李向前顿时双眼喷红。你笑什么笑？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只是忍不住。你们两个继续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女人的过错怪在我们家向前的身上？这个女人她成分不好，分明就是心机叵测，想利用我家向前的身份洗脱自己。我严重怀疑她就是故意的。你们赶紧把她抓起来关小黑屋，进行思想再教育，让她去挑大粪扫厕所去。原来你能想到的恶毒招数就这么多，跟小脑萎缩一样。难怪我看你长得还挺高的，原来只是上面增加了一个脑袋。不过你脖子倒是挺好看的，上面长个猪脑袋。沈幼宁，你又骂我？我就骂了，要不然你打我，得趁机揍他们俩一顿，不然以后怕是没机会了。你爸不是未来的市长，市委书记吗？我一资本小姐，你不敢动手？谁说我不敢动手？我今天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资本家小姐打就打了，还从没听说过因为打资本家受到惩罚的呢。赵云林和李向前快速朝沈幼宁冲了过去，他们在沈幼宁身上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势必是要讨回来的。这时沈幼宁拿出锤子，一锤锤在赵云林的胸前，赵云林当即往后倒去，把他后面的李向前也给压倒了。沈幼宁又掏出棍子，对着地上的两人就是一顿输出。赵云林疼得哇哇大哭，连忙高声呼救：云清、陆北征救我啊！听到声音反应过来的苏云清和陆北征连忙上前，眼看两人就要靠近，沈幼宁立马停手，快速来到局长面前就是一个举手。局长同志，我自首。李向前和他家叔想要打我的时候自卫还手了。才被扶起来的李向前两口子一听，差点吐出一口老血，身体下面某个不可言说的地方刚才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疼得他脸色抽搐，几乎晕厥。沈幼宁，袭击军人，你知道是什么罪吗？你不要欺负我不懂法律。军人在非执行任务状态下被袭击且未达到轻伤以上程度，则不构成犯罪。你没穿军装，伤口在哪里？你脱裤子下来给我们看看。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可不认。谁知道你会不会为了陷害我来个苦肉计？老子怕不是有病，自己伤害自己那个地方来陷害你。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有病，怎么现在才反应过来？沈幼宁，那你掐我咬我呢？现场可是这么多人都看着，他们都是人证，你休想狡辩。你的脑子是不是多少有点问题？他们都能证明是你先动的手打人，只不过你没打赢而已。打不赢还告状，3岁小孩都比你有骨气。局长同志，如果正当防卫有罪，请让法律来制裁我，而不是让2个250来抬杠，拉低我的智商。沈幼宁话才说完，突然传来一声威严如山岳般的声音：谁说正当防卫有罪？舒伯达，你昨天说的沈幼宁是哪位女同志？杨师长，就是这位女同志。哈哈，原来你就是沈幼宁同志。来找我的难道不是赵云林父亲请来的帮手？市长您好。小沈同志，能不能把你昨天给舒伯达看的借条再给我看一遍？我叫杨威虎，曾任八路军第9军团团长。沈幼宁微一思索，便明白了些什么。他思绪进入空间，将有关杨威虎的借条拿出来递过去，还不忘提醒一句：你小心点，别撕烂了，没备份。放心，不会的。杨师长看了半天，才笑着对沈幼宁说话：丫头，这借条是真的。沈重瑞是你什么人？他还健在吗？他是我爷爷，早就过世了。那沈从白是你什么人？他现在可还好？是我父亲，不好。我父母兄长几年前就被判去北东劳动厂进行改造了。怎么会？你们沈家是爱国爱民，为支持革命力量奉献重大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应该啊！你手上的借条就是证据。据我所知，你爷爷当初帮助了很多革命队伍。你父亲那会虽然年轻，但是也是个爱国的先进知识青年。难道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没想到居然会有一个借条的主人在这里，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前几年我沈家被人检举，所有能够证明沈家清白的证据不翼而飞，直到最近我才找回来一些。那其他的借条你还有吗？还有的。沈幼宁又掏出了几张借条，杨威虎看过后面色忧伤的把借条收了起来。这些借条的主人都已经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不过你放心，他们部队还有人在可以查清楚。至于你父母兄长的事情，我也会帮你调查。等一切调查清楚，我们欠你沈家的东西都会折算成银票给你。银票不重要，我只希望我父母兄长可以早日洗脱罪名回来。两人说完话，杨威虎这才发现旁边一堆人。你们这处理什么呢？沈幼宁一听他问，快速把李向前的罪证拿到杨威虎的面前。杨爷爷您看。看完所有资料的杨威虎瞬间勃然大怒，如此蛀虫，破坏纪律还留着干什么？该怎么办怎么办，拉走。杨威虎这话一出，李向前立马就被2个士兵压住了。他满脸的不可置信，沈家不是倒塌没有人帮助了吗？怎么这会又跳出来一个？还是我们边防室的师长宁宁，我们一家也算对你有帮助的恩情，你别这么绝情啊！没用的时候叫疯女人沈幼宁，有用的时候喊宁宁，你能不能像个人？别把吐了的口水再舔回去。当初怪我太年轻，是人是狗没看清。虽然你是第一次做人没什么经验，但最近我近视眼好了，狗屎和黄金还是分得清。你就待在你该待的地方，别总想着从茅坑里面爬上来，省得恶心他娘哭恶心死了。李向前被拖了出去，赵云林顿觉丢了面子，也不敢再找沈幼宁麻烦，连忙跟着跑了。
舒伯达见没他什么事，笑呵呵地说道：“杨师长，既然部队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我就不管公面前耍大刀了。大家再会。”小沈同志，你那婆家恐怕是不能再回了。你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我想去北东劳动场和我的家人团聚，不过我没有介绍信，可能需要部队帮忙。沈幼宁本想利用李向前的事得到介绍信去北东当知青，就算身份被识破，去北东劳动改造也无所谓，只要能和家人重新在一起，再辛苦也值得。小沈，我这里有个建议，你不如先在部队待着，反正你父母的事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还需要不少的流程。你一个女同志也没必要去北东吃苦，说不定你人去了北东，他们又去了别处，不如等他们安定下来，你再去找他们。可是我的证明只有半个月的时间。这个简单，让贺团长给你找个工作或者介绍个对象就可以。找男人不如找工作，找工作就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贺团长，小沈就先留在你这里，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师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接上级，谢副营长，给你安排一个重要的工作。小沈同志是你带回来的，你给暂时找个工作，免得他介绍信到期被盲流遣送回去。能留下来真是太好了。你看有什么适合他的工作，给他选一个吧。好了，散会。下午，谢远洲带着空缺工作岗位的资料来找沈幼宁了。他拿过资料认真看了一会儿，觉得这些都不行。这些工作要不就是接触的人多，要不就是累。这辈子不工作只想复仇躺平花小钱不行吗？有手分的工作吗？还真没有。那要不你给我介绍个重伤单身马上要割屁的男同志，我圆他人生一个不孤单的梦。哈，沈同志，我看你是铁了心的不想上班又不想嫁人，出去同人接触对你有那么难吗？今天你面对那么多大领导，又能谈笑风生，又是计谋丛生的。你别看我表面很平常，其实我内心特慌张，紧张的腿肚子都快抽筋了。算了，你好好等着，我再去给你找找。谢远洲说完就拿着工作表离开了。沈幼宁正准备睡觉，又有人来找他了。沈幼宁同志，我从我哥那儿知道了你的事情，我知道一份工作非常适合你。什么工作？档案室管理员。我哥怕我被人欺负，就给我安排了这份工作，每天只需扫扫灰尘，归纳一下档案就可以。你的工作给我了，那你做什么？没事的，档案室管理员一般要2名，我哥怕我被人欺负，另一个助理管员岗位一直空缺着。那行，你带我去看看工作岗位吧。好，我这就带你去。贺玉玲带着沈幼宁来到部队的档案室。沈同志，你觉得怎么样？你要是同意，我们马上就去办工作证明。可以，我们去办证明吧。贺玉玲瞬间高兴了，她对部队熟悉得很。很快，沈幼宁的工作证明就到手了。晚上，谢远洲来给沈幼宁送饭。沈幼宁把贺玉玲给他找工作的事说了。这工作是挺适合你的，我怎么没有想到？不对，贺玉玲是贺团长的妹妹，她喜欢陆北征。这次你收拾了陆北征手底下的李向前，他怎么会好心给你介绍工作？我造谣说陆北征铜皮铁骨一身硬，还喜欢让人生孩子白送命，他大概是怕了。谢远洲先是一脸诧异，随后就不由大笑了起来。你是跟他有仇吗？居然在喜欢他的人面前造谣？我原本跟他没仇，但是他和李向前好，我就跟他有仇。既然你讨厌陆北征，苏云清你应该也讨厌吧？我向来一视同仁，他们夫妻密不可分。要不我俩一起干点坏事？陆北征和苏云清领了结婚证还没办喜酒，你没来之前，他们就已经把喜酒定在了这个周末，就是3天后的晚上。这几天帮我想个好主意，让他们在婚礼上出个毕生难忘的丑。你明天送我去一趟市里，我就帮你考虑考虑。成交。第二天，沈幼宁和谢远洲来到县城。沈幼宁递给谢远洲一张纸条，上面罗列了他今天要买了给家人寄过去的生活物品。谢远洲看到最后一个有点不明白，你给你家人送东西，还送唢呐？那是你要买的，送给陆北征和苏云清的新婚礼物。让我给陆北征送礼，没门！在婚礼上来一首哭灵堂。哈哈，这种馊主意还得是你。唢呐一响，白布一盖，全村老少就等上菜，多应景啊！走吧，我带你去买东西。两人买好东西后，又去邮局把东西寄走了。刚才在百货大楼没看见唢呐，买了我也不会吹，你知道哪里有吗？民间艺人送葬团队，还能让他教你吹呢？谢远洲就见沈幼宁紧张的去问路人：“我丈夫死了，这2天出葬，你知道这哪里有会吹唢呐的吗？他生前就好这口，死后我一定让他满足。”路人好心的带他们过去找人。等沈幼宁和谢远洲回到部队，天都黑了。要不是看吹唢呐那大爷累得快喘不过来气，谢远洲还能缠着人家学半宿。学不会就吹最伤心那一段，反复来回的吹，一定要把时间和氛围拉满。早晚去山上吹，不怕被人发现。最重要的是能给陆北征和苏云清一个惊喜。还惊喜？是惊吓吧？不过我喜欢。第二日，沈幼宁很早就来上班了。等他打扫完整个档案室，贺玉玲才来上班。沈同志，你来得好早啊，我应该来早点，活都给你做了，实在对不起啊。不用，以后你就这个时间点来，活我干，同人交流你来。我在档案室角落这里给我睡觉，算不算犯规？只要没有明火，不会损伤档案，上面一般不查的。那就好，我先进去睡觉了，有事你叫我。沈幼宁说完进了他的小窝。中午贺玉玲回去吃饭了，沈幼宁还在睡觉，直到被外面的声音吵醒。北征，李向前的事情处理得如何？赵云林问了我好几遍，他那大小姐脾气能低声下气来求我，已经算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是苏云清，没想到在这听到他的声音。他的事情这次闹得挺大，上面有杨师长看着，
就算不蹲局子，也得开除部队。这么严重？赵云林的父亲可是市委办公室主任，单面子，他是不会要一个被部队除名的女婿。小赵的2个孩子还那么小，以后可怎么生活？向前是我兄弟，我也在努力想办法。北征，要不然你去问问贺玉玲，她一直喜欢你，你要是问她，她肯定会帮你在贺团长面前说话。林青，你是不是不爱我？不然怎么会把我推向别的女人？我跟你解释过，我同贺玉玲没有什么，只是贺团长想撮合我们，但我从一开始就已经拒绝。林青，你要相信你男人，我对你保有绝对的忠诚。北征，我只是觉得李向前是你的兄弟，是你的左膀右臂，怕你失去他以后会陷入自责当中。林青，我爱你。沈幼宁在一旁偷看，外面的场面相当劲爆，宽肩窄腰的男人抵着柔弱的女子，在档案架子上面就狂烈的亲了起来，那急促的呼吸，交缠的气息，看得沈幼宁的眼珠子都瞪大了。这可是档案室，别人的地盘，他们2个就这么迫不及待吗？过了好一阵，衣衫凌乱的2人才拉开距离，冷静下来。事情的关键在李向前的童养媳身上，如果他不告李向前，李向前还有可能降级留用。我回头问问贺玉玲，让他试探下贺团长的口风，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那我带赵云林去登门道歉，争取取得沈幼宁的原谅。我会选个人多的时候，舆论的压力会倾向受害者，迫使沈幼宁做出让步。好，那我们分头行动，尽量保住李向前。贺玉玲差不多也该回来上班，我们把资料拿出去给他登记。2人朝档案室外面走去，刚好遇到贺玉玲来上班。陆副团长，苏同志，你们2个怎么来档案室了？来拿一些资料，你登记一下。好的，你稍等。112谈3营李向前的事情，你回去问问贺团长，我希望可以有转圜的余地。沈幼宁听到这高高在上、狂拽酷炫霸的求人办事的声音，真的好想拿锤子敲开他的脑袋瓜，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垃圾。沈幼宁是个敢想敢做的人。外面，陆北征和苏云清刚要离开，一片红色就冲着他们的面门直直冲来。陆北征大惊，迅速转身将苏云清紧紧护在怀中。好啦，北征。陆北征也在咳嗽，他比苏云清吸的还多。沈同志，辣椒粉好辣，我害怕。贺玉玲同志，我没往你身上撒，可是我怕，受伤很疼的。不过你为什么要撒他们辣椒粉？难道他们刚才在档案室欺负你了？听到这里，还搂在一起的陆北征和苏云清都是身子一僵。陆北征猛然看向沈幼宁，你刚才在档案室？对，我现在是档案室助理管理员。你们2个刚才在档案室热吻，我有全程观看，我觉得我的眼睛受到了污染，得去找贺团长告状。贺玉玲同志，正好陆副团长刚才不是让你去找你各位李向前说情吗？走吧，我们一起。陆北征心道不好，连忙拦截，不过他才一伸手，一个锤子就朝着他的手掌袭来，他被迫收手。沈幼宁抬眼看向他，想要耍流氓吗？我可以配合一下，暴力影响体验。沈幼宁同志，刚才的事情只是误会，我们可以给予你一定的补偿，而且男欢女爱发乎情止乎礼，我不认为有错。我们只是亲吻，又没有干其他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且我和北征已经领了结婚证，是合法夫妻持证上岗。但是沈同志你躲藏在阴暗的角落偷窥别人，你是下水道的老鼠蟑螂吗？这么见不得人。看你年纪轻轻，怎么病得不轻？你今天窜稀了吧？嘴巴总往外喷，我看你上厕所也一定很讲卫生，用纸巾擦过嘴巴了吧？虽然你傻逼，但是你在做自己，我为你感到高兴。如果我有哪句话伤害到了你，我可以再重复一遍，毕竟我良心好，经常会关照智障人士。苏云清觉得沈幼宁应该也是同他一样穿越来的。沈幼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我能怎么来的？我从我妈的肚子里面来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拿来炫耀，难道你是畜生的？我不想同你当敌人，我们应该彼此互相帮助对方，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怎么可能跟你是一个世界的？人和畜生不可为伍。接上集，沈幼宁把苏云清对得哑口无言，最终他们还是来了团长办公室。贺龙飞看到陆北征和苏云清的脸，脸色一下就沉了下来。你们2个怎么搞的？去档案室拿资料也能搞成这个样子？辣椒粉，我撒的。好端端的你撒人辣椒粉干什么？堂堂副团长还被档案室人员攻击。陆副团长，看来你最近疏于练习，别总把时间浪费在谈情说爱上面。团长，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沈幼宁出手偷袭了我们，看她是个新来的女同志，我们并没有还手。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苏云清觉得有点难以启齿，在档案室亲热这种事，不被人看见还好，被人看见举报，说不定还会被判个作风不良的罪名。就在苏云清斟酌的时候，沈幼宁又默默举起他的小手发言。他们2个在档案室亲小嘴嘴，衣服都扯开了。陆副团长，这事我得说你，你们俩不是已经扯了结婚证，怎么还跑到档案室去亲热？团长，我知道错了，我愿意接受处罚。敢耍流氓却没耍流氓的资本，当你媳妇真可怜，亲个嘴还得被罚。你既然护不住你媳妇，那就管好你的腿。陆北征再次被堵得哑口无言。好了好了，沈幼宁同志，他们在档案室亲热是他们不对，这事你可以上报检举，怎么能够自己动手撒人辣椒粉？你看看陆副团长的脸，跟个猪头一样。妹妹当初是怎么看上的？陆北征甩话给贺玉玲同志，让他回家求你从轻发落李向前。苏云清让赵云林来我这里哭惨，想要利用舆论压力让我撤告。我撒他们辣椒粉有错吗？都不做人事，我伤害下他们也不犯法吧？最多道德谴责我没有好好关爱动物。
上次怎么没发现这女同志这么会言语攻击人呢？一不小心就容易让她给整笑了。陆副团长，有这种事？团长，我只是请贺玉玲同志帮忙问一下而已，并没有沈幼宁同志说的那么不怀好意。团长，沈幼宁把贺玉玲的手给举了起来。贺玉玲同志，你来说说看。贺玉玲向来没有主张，所以让她决策时总会不知所措。苏云清见此很是自信，因为贺玉玲很容易被人摆布。贺同志，你可以慢慢说，北征到底对你有没有恶意？我会保护你的。沈幼宁这一句话像是给了贺玉玲极大的勇气。陆副团长是这样说的：112团3营里向前的事情，你回去问问贺团长，我希望可以有转圜的余地。贺玉玲这话一出，贺龙飞的脸色瞬间不好看了。陆副团长，我知道李向前是你一手带出来的人，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公事公办，不要掺杂太多私人感情。贺玉玲同志只是一名档案室管理人员，请你放端正你的思想心态。看在你们将要办喜酒的份上，我就不给你们过重的惩罚，回去一人2000字的检讨，明天我要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陆北征和苏云清刚一走，贺龙飞操心老父亲的面孔就藏不住了。玉玲啊，你是真不喜欢陆北征了？不喜欢，他都结婚了，破坏军婚犯法，而且他好凶。不喜欢就好，咱们部队好男儿多的是，慢慢找。还有你沈幼宁，看来我妹妹这一分钱花的不冤枉，有辣椒粉你还真撒，真不知道你这脑袋瓜怎么想的。不过我家玉玲既然拿你当朋友，你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该做，别搞得太过分了。李向前会受到什么处罚？不蹲局子也得开除部队，开除的几率最大。不过要是他老丈人能把市委书记搬来，师长也得给几分面子，还有一定几率会降级留用，毕竟我们部队驻扎在这里，主要的和谐相处，军民一家亲才行。正说着话，一旁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市委书记打来的。贺龙飞声音平稳地接完电话，只是刚挂断电话，他的脸色就沉下来。是市委书记让你从轻发落李向前吧？你这女同志倒是挺聪明。李向前也是个人物，还有得力老丈人相助，既然一棍子打不死，也可以慢慢摧残他，后面再来个夫妻不和离婚收场，到时就没人帮他了。降级留用可以降到最低级，然后派他去后勤为猪打杂洗衣服拖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接受。你是个明白事理的女同志啊，你家人的事我也会帮你看着点，回去工作吧。谢谢贺团长，那我先走了。下午，谢远洲来给沈幼宁送饭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慢？我这饭菜都快冷了。你知不知道，陆北征今天出了一件丑事，他不知道被谁整的，脸肿成猪头了。一下午我都能听见他擤鼻涕的声音。多少年了，终于看见他出丑啊！我撒的辣椒粉，他和苏云清在档案室寻找刺激发情，还想要贺玉玲去找贺团长给李向前求情。啥？佩服佩服啊！你这心眼到底怎么长的？教教我呗，给他添堵我乐意的很。周末我们送他们一个更加热闹难忘的婚礼。怎么突然改主意了？我欢迎至极。他们两个想救李向前出来，这龟孙子还能出来？大概会降级留用，不过没关系，我会让他知道留在部队还不如去踩缝纫机呢。谢远洲眼神安慰地看了眼沈幼宁，转移话题道：你刚才不是说要给陆北征和苏云清一个热闹难忘的婚礼？怎么个热闹难忘法？婚礼上得喝喜酒吧，往里面撒点巴豆粉不过分吧？是不过分。吃了喜酒还得进洞房吧？把他们房门锁了，祝福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吃了巴豆还锁大门，是想要他们两新婚夜直接拉一屋子吗？哈哈哈，没想到你心肠还怪好的嘞。新婚夜的洞房花烛吧，再送他们2根助兴的红烛，来个红袖添香。前面都绷不住拉了，这里还给助兴红烛，这你确定？爱干净的人得擦屁股吧，把他们的茶水换成辣水，里面再加点502，这叫如胶似漆。对了，偷听的时候记得带录音机，如此美好的夜晚应该给他们留个纪念。这丫头五行缺德吧？这种事情都能想得出来，你这主意好啊。那在他们婚宴上吹哭灵堂又是几个意思啊？生死与共，模范夫妻，你这是在歌颂他们可歌可泣的爱情。好，我到时候一定把话给他们解释清楚。哈哈哈，你等我缓一会儿，我感觉我肚子有点笑抽抽了。谢远洲忍不住地狂笑了起来。第二天，沈幼宁下班后被苏云清和赵云林带人堵上了。昨天吃了亏的他，今天脸上还带着条丝巾。沈幼宁同志，你下班了。我该下班的时间就下班，不像苏同志和陆副团长，别人下班你们吃正上岗。苏同志，你就一张脸不能省着点丢吗？还是说你这脑袋被驴踢了，一天到晚就想着如何贴男人身上？哎呀，好脸红！我在旁边看了不该看的，不会长针眼吧？不过陆副团长的也没比针眼大多少，真是委屈苏同志还能配合的那么好。沈幼宁，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和陆副团长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你再乱说，小心我告你诽谤。说假话才叫诽谤，说真话是诚实。你如果觉得我说的话有假，你大可以把陆副团长拉出来给大家瞧瞧。苏云清被对的不知如何回话，可他请来围观的众人却是听得双眼冒光。有那不嫌事大的人就开口了：不会吧，陆副团长看着挺人高马大的，不会真那么吧？谁说的准呢？你看大猩猩还长得那么壮，不照样是最不中用的？说的也是哦，那要不真叫陆副团长出来脱了裤子给人瞧瞧？众人顿时轰然大笑。苏云清见此立马转移话题：沈同志，大家都是部队的一员，应该和谐共处。今天不是我来找你，而是赵云林同志来找你。他是没有嘴巴吗？什么话都要你来说？我不懂唇语，拒绝和哑巴说话。还是说你是他吗？
啥事都要你来擦嘴巴。沈幼宁，你别太过分。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李家好歹也养了你那么多年，你怎么就如此蛇蝎心肠，舍得把箱钱给送进局子里面？你要是做人还有点良心，就去把告给撤了。今天他们还在犯蠢，看来贺团长还没把我的决定说出去，这样也好。李向前进去了，不是正和你一码。你不是喜欢苏云清的男人陆北征？你胡说八道什么？那天我自卫反击你叫人救命的时候，叫了一声苏云清，3声陆北征，而且你在陆北征出现的场合会下意识整理衣服，拉低胸口，说话的声音也柔软很多。现在李向前进去，你就可以用受害者的身份继续待在陆北征身边，让他看在你是他兄弟媳妇的面子上对你多加照顾。好姐妹就要勇敢的分享男人，我祝福你们3人行必定幸福美满。赵云林正要怒斥沈幼宁，却突然感觉旁边的空气冷了下来。不是这样的，云清，他在胡说八道，你听我解释。真没想到他还藏着这种心思。赵同志，这个时间点，大家还是回去准备晚饭吧，就别在大路上堵着了。苏云清说完，满含深意的看了眼赵云林后就离开了。赵云林赶忙去追。云清，你听我解释，我们是好朋友，我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心思？这一切都是沈幼宁胡说八道。云清，围观的众人见没事了也想走。这时沈幼宁开口道：婶子们，我这里还有好多八卦呢，你们不想听听吗？打算离开的众人顿时眼睛一亮。接上集，转眼时间就到了陆北征和苏云清办喜酒的这一天。谢远洲刚下职就来找沈幼宁了。库灵堂的高潮部分我已经能够来回吹奏炉火纯青了，还有巴豆粉我也准备好了，到时候偷偷放在他们的酒杯中。红烛是帮忙布置的家属院同志放进去的，锁大门和钉窗户的事我都怂恿了别人去做。录音机我也准备好了，现场人那么多，到时肯定查不到我头上，就算查到了也不要紧，大不了我再将办机关禁闭去。面对沈幼宁询问疑惑的眼神，谢远洲不好意思道：我本来快升到副团了，因为不小心收拾了陆北征几次，就给降到副营了。原来是命运多舛的同道中人啊，是个人才。谢远洲听到夸赞刚想笑，沈幼宁又道：不过也挺倒霉的，你别靠我太近，小心把霉运沾到我身上。我才不是倒霉，只是让着他而已，不过我现在不想让了。你们2个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想知道啊？看在你给我出了这么多好主意的份上，等到计划成功我就告诉你，不过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放心吧，我身边没几个人，有也没把你当回事。这个女同志说话真的很气人。晚上，陆北征和苏云清的喜宴准时开始了。唢呐带了吗？带了，藏得好好的呢。等他们进来，周围同志进行婚闹的时候，我们就去那里。喇叭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到时你吹唢呐，我提喇叭，保证周围10里地都能听见。还得是你啊！前面在闹，他们2个在偷笑。正在气氛最热闹的时候，沈幼宁和谢远洲已经就位。喂，这声音一下就把众人的目光吸引过来了。今天是陆北征同志和苏云清同志大喜的好日子，谢副营长认真学习了大半个月的祝福曲子，仅以此曲歌颂陆北征同志和苏云清同志伟大而美好的爱情，祝福他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提前体验一把白首到老的感觉。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奇怪？而且谢远洲讨厌我都来不及，怎么会费心去学曲子来祝福我？就在陆北征疑惑的时候，谢远洲开始了他的表演，出口就是高潮。那唢呐里面传递出来的悲伤热点，深深地勾起了在场军人和家属们对亡者的深深哀悼之情。有那感性的这会已经泪盈满眶了。我想起把我带大的奶奶，我如今有出息了，可是她却不能跟着来享福。我们部队那些终究回不去家乡的人，前一刻还喜气洋洋的婚礼现场，顿时变成了哀悼现场。苏云清看到这里脸都要气死。北疆，我看他们俩就是来捣乱的，有谁会在别人的喜宴上面吹丧曲？他们这是想提前把我们给送走吗？好狠毒的心思啊！云清，你别哭。陆北征吩咐他手底下的兄弟，谢副营长的心意我收到了，去把他给我带下来，我要好好的谢谢他。沈幼宁一直在关注陆北征，见他身旁的人动了，快走，他们要来抓我们。谢远洲停下吹奏，拿过沈幼宁手中的喇叭喊道：陆北征，送份大礼给你，不用说谢谢，谁叫我们是好兄弟呢？哈哈哈！话一说完，谢远洲和沈幼宁就利索的跑走了。他们早就计划好了后路。陆北征见没抓到人，很是气愤，别让我逮到你！沈幼宁和谢远洲这一插曲很快过去，陆北征2口子开始敬酒了。沈幼宁和谢远洲躲在一旁偷看，见陆北征和苏云清一杯接一杯的喝，眼睛都亮了。喝得好啊，喝得越多，回头肯定拉得越爽。做警官天见识太少，你就跟土地庙的菩萨似的，没见过大香火，这才刚开始呢，好戏还在后面。由于部队有纪律，明天还要训练，所以喜宴到9点就结束了。苏云清和陆北征回到家属院的新房，他们前脚关门，后脚婚闹的士兵就把房门锁了起来，窗户也被提前封起来了。2口子一进婚房就热烈地吻了起来。沈幼宁和谢远洲躲在窗户口偷看，顺带把录音机打开，全程录制陆北征和苏云清新婚的精彩。突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北疆，我好像肚子疼，想要拉肚子。我好像也有些肚子疼。云清，你在院子的厕所上，我去别人家借用一下。陆北征捂着屁股去开门了。不，北疆，我好像要憋不住了。该死，要不然你用盆装一下。房门不知道被谁锁了起来。拉稀的声音一窜10万8千里，后面又加入一个更大的窜稀声音。沈幼宁和谢远洲听得坏笑起来。半小时后，北疆，我好像腿软了。我也是，你等会儿我来扶你。北疆，我觉得好热，好想要你。我也难受，我也好想，可是
到底是谁在害我们？我憋不住了，身体好像有好多蚂蚁在痒。我们是合法夫妻，做这些也没有什么，只是我们现在还在拉肚子。冰清，对不起，我憋不住了。这是一场酣畅淋漓、屎臭与爱欲结合的狂欢。大概2个小时后，屋里的动静才消停点，可没过一会儿，又响起了苏云清的尖叫。好了，我的屁眼，北京，你快来帮帮我，我的屁股好像被辣辣的胶水给粘住了。云清，你等我一下，我手上粘着胶水。外面的沈幼宁听得双眼发亮，真是好精彩的对话啊！哈哈哈。房间的2人好不容易把辣椒水擦干净，里面快要烧完的红烛又在为他们2个加油打气。不一会儿，房间里面又响起了洞房花烛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一泻千里的痛惜。光是听听都能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一旁的谢远洲却突然拉着沈幼宁离开，他速度很快，没一会儿就出了家属院。沈幼宁下意识掏出锤子就想给他来上一锤。不是吧，连我你也想锤？我刚才就是下意识的举动，而且偷听人家太多墙角不好，容易犯错误。我懂，你应该是看饿了，现在给你一头猪你也会觉得羞涩可餐，风韵犹存。别把我说的那么禽兽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觉得明天陆北征应该会杀了我，不过你放心，我要是出事绝不会把你供出来。明天啊，录音机是跟教导员陶正先借的，婚房的蜡烛和水是家属院的人准备的，房门和窗户是婚闹的人干的，酒是食堂的人上的，我们就好心献唱了一曲。而且沈幼宁看向谢远洲拿着的录音机，我们不是还有一份新婚夜纪念礼物没送出去吗？你回去再多录几个备份，要是陆北征真要打你，你把这新婚夜纪念礼物送给他，他收到礼物应该会很高兴，就不会打你了。要是不小心受到处罚，那就多送点礼物出去，反正礼多人不怪，礼多好办事。谢远洲忍不住的笑了。沈幼宁同志，我想我大概知道该怎么做了。来吧，天色不晚了，我先送你回去。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你为什么喜欢跟陆北征和苏云清作对？这个呀，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这是一个秘密。因为拎不清的爹娶了个恶毒后妈，这对兄妹每次都吃不饱饭。无奈之下，兄妹2人去投奔舅舅，却因记错地址，差点饿死街头。危急关头被一位善良小女孩救助。谢谢你，小妹妹，以后我会报答你的。男孩长大后去当兵了，就在他将要升职之际，他的继兄也来到他任职的团队，然后人生第一次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却是父亲以妹妹下乡为要挟，让男孩保护好继兄，事情他干，奖励继兄拿。没几年，继兄就从一个连长升到营长，然后又成了副团。其实我也不是在乎那个副团的位置，只是觉得我爸把我们父子间的最后一段情给割断了，凭什么他的错要让我全家买单？所以我妹妹上了工农兵大学后，我就不怎么出任务，老想着怎么给陆北征找茬，然后就被降级了。不过我妹妹马上就要毕业了，到那时我直接转业走人，才不在这里受他们的鸟气。不过能在离开前收拾他们2口子一顿，我还是挺高兴的。沈幼宁目光怜悯地看了眼谢远洲，忽然他灵光一闪，有什么东西快速从脑海里划过。等等，你是陆北征异父异母的弟弟，你叫谢远洲，那你妹妹叫什么名字？谢衍慧啊，怎么样？我妹妹的名字好听吧？沈幼宁记得陆北征在他的家庭史里写过，谢远洲在执行任务时身亡，谢衍慧接受不了，没多久伤心郁结而死。时间大概是1971年，记录上这一年是他的高光时刻，因为他的团长犯错被他揭露下放，他升任为新团长，并且还解决了整个边防市一次重大的物资短缺问题，得到上级赏识后调动回京都工作。谢远洲，你会死得很快的，你怎么就是陆北征那个短命鬼弟弟呢？听我一句劝，别再跟陆北征一起出任务，更别替他挡枪眼。我又不是有病，我为什么要替他挡枪眼？好了，我先送你回去，明天你还得上班呢。沈幼宁担心这人因为缺心眼突然暴毙，叮嘱了好半天。放心吧，我明天不会有事的。我要是被关禁闭，你就拿点钱让叶大姐给你送饭，我知道你不缺钱。说完，谢远洲就走了。第二天中午，苏云清和陆北征2口子登场了。经历过昨晚那一场浴室奋战，2人不仅脸色不好，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陆副团长苏同志，恭喜你们新婚快乐，早生贵子，永结同心，百年好合，红烛添香，如胶似漆，难分难舍。沈幼宁，昨晚的事果然是你一手策划的。你说什么笑话？我又不是司仪，不过我帮你们录制了新婚夜现场音频，需要我去宣传部替你们广播一遍，让大家共同见证你们美好的爱情吗？不用说谢谢的。苏云清一把抢过沈幼宁手中的磁带，然后把它弄坏丢掉了。你毁坏了贺玉林同志最喜欢的一卷磁带，回头他找不到去找他哥哭怎么办？苏同志，你眉毛下面挂2灯，别只会闪不会看啊！还是说你想要小刀拉屁股，给我开开眼？大可不必。不过你和陆副团长昨晚也是麻雀啄了牛屁股，确实牛逼，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光带闪电的，我在外面听着都想要替你们摇旗呐喊。沈幼宁，我知道我名字好听，你也不用叫这么大声，口水都喷人脸上了，万一有毒我还得去打狂犬疫苗。沈幼宁，你做了那些缺心眼的坏事，法律会制裁你的。我承认我是挺缺心眼的，那不是没遇到人，只遇到了你们吗？我立志做一个正直善良、爱国敬业的好人，我这就去找团长自首。昨晚没有经过你们允许，就替你们录了新婚夜音频。算了，刚才的事我们不同你计较，这次我先放你们一马，如果再有下一次，好可惜，播放音频的机会可又被阻止了，我们一定会更加隐秘的保留证据。云清，我们走，这一次的事让你受委屈了，不过你要相信，我会让背后之人付出应该付的代价。下午，
沈幼宁特地和贺玉玲传谣。贺同志，你知道吗？昨天晚上陆副团长和苏同志新婚如火，如胶似漆，听说两人的房间响了一晚上呢。今天苏同志走路都是螃蟹一样横着走的。这么激烈的吗？那人的身子怎么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啊！听说陆副团长在那方面穷凶极恶的，苏同志窜稀了都没放过。今早家属院的人看见苏同志烧了好几套床单呢，幸亏你没喜欢陆北征，没嫁给他，要不然今天可怜的就是你。还真是，幸亏沈同志你提醒得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然我请你吃饭吧。正好我嫂子出差快回来了，我介绍给你认识，她人很好的，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好吃的。还要介绍给我认识啊？就这么说定了，沈同志，我请你吃饭是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吗？我就你这么一个好朋友。好好好，我去就是了。沈幼宁前脚才把贺玉玲送走，后脚谢远洲又来了。沈幼宁同志，陆北征和苏云清今天有没有来找你麻烦？来过了，然后又被气走了。你今天没被关禁闭？我一把磁带拍出来，他们两个的脸色就跟吃了翔一样难看。他们要想追究昨晚的事情，除非他们俩这辈子都不要脸了。谢远洲一想到刚才他们吃瘪的模样，忍不住的笑开了。不过笑到一半，他又突然想起一件不好的事。我说件事情，你别生气。李向前回来了，正好我瞧这锤子的颜色不够红，需要染染。谢同志，不介意让苏云清成为第二个你妈那样的人吧？你的意思是，可强扭的瓜不甜，陆北征怎么会喜欢赵云林？强扭的瓜我管它甜不甜的，能扭下来我就高兴。谢远洲秒懂，李向前是下午回来的，晚上邻居们就成群结队上门。落魄的李向前还以为大家是来关心他的，正暗自感动不已。李同志，听说你媳妇半夜睡觉还喊陆副团长的名字，你知道吗？李同志，你老丈人不是挺能的吗？怎么还把你给江吉成养住的后勤兵？咋不给你在政府找个工作呢？李同志，你当兵没几年吧？这降级了，你这房子是不是得让出来？多好的房子啊！我看上好久了，就是比我家的大。李同志，你媳妇咋总是带孩子住别人家呢？不会在外面有了第二个家，给孩子找了第二个爸爸？够了，别再问了。见大家的问话越来越难听，气得李向前直接大喝，被吼了的家属阴阳怪气起来。哎呦，有后台城要说话声音就是大，这样都还在部队里面蹦跶，得多有脸呢！还好意思发火呢？你也就剁了脚的螃蟹，横行不了几天，还真是老母鸡上房顶，算个什么鸟？怕什么？人家有能干的媳妇，这会指不定在谁家干呢。众人笑得正高兴呢，这时赵云林回来了，一回来就听到这些的他气得当场发飙。你们在这里胡说八道是吗？一天天的吃饱了饭没事做，到处乱嚼舌根子，小心我扒烂你们的嘴。赵同志，做人做事得讲良心啊！谁不知道你以前追过陆副团长，就是人家没看上你。听说陆副团长结婚，你还我在被窝里面哭了3小时呢。你这算什么？我还听人说，要是李向前回不来，陆副团长就要照顾他们母子3人后半辈子呢。赵云林听得神情一怔，心底深处蓦然升起一种怪异的悸动。这时李向前赶人了。好了好了，你们赶紧回去，我家不欢迎你们，都走吧。家属们一走，李向前狠狠地松了口气。云林，这几天在局子里面我可想死你了，我的事让你父亲费心了，你放心，我会好好报答你的。话说着，两口子一边热烈的亲吻着，一边快速朝卧室走去。两口子好一番奋战，直到2-3个小时后，李向前才从床上起来。陆北征和苏云清的新婚夜一整晚上响不停，第二天苏云清走路都8字腿了，早上还烧了好几张失控到飙屎尿的被单，怎么李向前就处处不如陆北征呢？乖媳妇，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你等着，回头我铁定给你把面子找回来。第二天，李向前就被派去后勤部养猪了。下班回来后就是满身的屎臭。赵云林第一天还能忍住，可后面家属院里的风言风语更多了。什么李向前一个农村人肯定不爱干净，他身上一股子屎臭味能挑10里，还说李向前就是个吃软饭的，看上赵云林家的全是了。闲话听太多，赵云林脾气都不好了，越听越觉得谣言都是对的。正好这天李向前接到了家里的电报，回来同赵云林说：云林，我爸妈要带着我妹妹妹夫来我们这里看看。云林，我爸妈要带着我妹妹妹夫来我们这里看看。赵云林一听，心里面绷着的那根弦彻底断了。你敢让他们来，我就走。两人闹腾的动静不小，外面树上的沈幼宁看得正起劲，谢远洲带着晚饭也爬了上来。沈同志，李家人一直在欺压你，你怎么还发电报让他们来？不对，李向前两口子已经够难缠了，再来一家子，你确定你能干得过？我为什么要干？谁是李家的儿媳妇？谁比较有钱好欺负？赵云林呐，面瘫刻薄爱口嗨的吗？爱好面子心狠手辣的爸，捧高踩低见利忘义的妹妹，嗜酒成名爱家暴的妹夫。接下来等待他们俩的就是破碎的家，我都不用出手，他们家就会如沙子一般散了。高，实在是高啊！第二天，李向前就去车站把李家一家子接了回来。李婆子的面瘫更严重了，不仅说话流口水，吃东西的时候还会漏。李老头身体倒是好，笑脸夸李向前有本事娶了个好媳妇，又找李向前要了200块钱。李多美看见赵云林的漂亮衣服，直接拿走自己穿。王家卫更是在饭桌上喝多了酒，差点逮着赵云林当成李多美给打了。沈同志，还是你会想，就赵云林那心高气傲的性子，忍不了多久就会同李向前闹起来，感情一旦有了缝隙，想再好起来可就难了。不过李向前因为你从营长降成为猪的，
估摸这李家人回头还得来找你麻烦。没事，正好我上次出来的急还没打够呢。看来我是白担心了，不过你还是要小心点。从明天起，我早晚送你上下班。要是有人找你麻烦，有我在你旁边，他们总得忌惮几分。不用，你再会影响我发疯锤人。好吧，那我隐身，你随意发挥。翌日，贺玉玲哭唧唧的来上班，沈幼宁一看就知道她是被人欺负。我送你的棍子呢？我放家里了。走，回家拿棍子揍人去，谁欺负我们就揍谁。可我哥是团长，要是打人会被人抓到我哥的尾巴。那咱跟他们讲道理。讲道理？我胆子小，讲不过他们。今天他们还多了2个帮手，那人的嘴巴都是歪的，像要吃人一样，好可怕。嘴巴都是歪的，看来是他们了。祸害喜欢扎堆，这么快就找到了小团队啊！他那是歪嘴病，坏事干多了的人才会那样。我们慢慢跟他们讲道理，我想他们会听的。沈幼宁和贺玉玲出来找人，突然贺玉玲眼睛一亮：“沈同志，人找到了，就在那里。沈同志，他们抢了我的巧克力，那是我嫂子给我的，我今天特意拿来想孝敬你的。”孝敬？对呀，我把你给孝敬好了，你以后才会8心8肠的保护我一辈子。你说的好像也没错，哈哈。你是真的把我给笑到了。哟呵，又来了，你又带啥好东西了？听说你是团长的亲妹妹，好东西肯定不少吧？识相的话就赶紧拿出来。我告诉你，我嫂子可是赵云林，她爸是市委办公室主任，谁看了不得给点面子？你今天要是不拿点好东西出来，小心我把你衣服都给扒了，说你伤风败俗，不遵守公共良俗，到时候看你哥的面子往哪里放。不知何时，抢了巧克力的李多美4人走了过来。贺玉玲一听到人的声音，下意识地挡在了沈幼宁面前。所以嘚瑟的李多美一时也没发现沈幼宁。你们抢别人的东西不对，我是来跟你们讲道理的。你们现在把巧克力还我，我就不去告你们的状。李多美听到这里猖狂地笑了起来。你要去告状，还想要巧克力，都吃到肚子里去了，怎么给你呀？你想要，我吐泡口水给你呀！李多美说着就朝贺玉玲的方向吐口水。沈幼宁忙把贺玉玲拉开，4人这才看清贺玉玲背后的人。沈幼宁上前对着几人就是一顿输出。疯子啊！李多美想跑，沈幼宁揪住她的裤腿，用力一扯，刺啦一声。李多美的裤子直接被沈幼宁从裤裆那里撕开了，露出她白花花的大腿和裤衩。我的裤子啊！你不是要脱人衣服吗？我也跟你学学。沈幼宁又是几个侮辱性极强的袭胸偷袭，整个广场都响着李多美哀嚎的声音。很快，有士兵听到动静跑过来，沈幼宁迅速起身，眼神无辜地看向四周。哎呀，我怎么在这里？我口水过敏，一沾就容易发疯。你们谁吐我口水了？他说谎，明明就是他突然发疯，袭击了我们4个，在场的人都是人证。士兵看向四周，众人都被刚才的沈幼宁吓住了。再说这几人也不是啥好鸟，刚才还欺负了好几个小孩，根本没人替他们说话。我刚才看见是他先吐的口水，他还说要扒光我的衣服，让我哥丢脸呢。把他们全部带去见团长。团长办公室，听闻此事的贺龙飞勃然大怒。李向前，你交的好妹妹，抢了东西不说，还想要扒人衣服。李向前，你妹妹想要谁丢脸？想要谁丢脸呢？112团这地方你能待就待，不能待就给老子滚蛋！你老丈人是市委办公室主任，怎么不把你弄进政府机关去当官？我们112团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你回去好好想清楚，滚吧！贺龙飞好一通发怒，李向前吓得忙装孙子，带着李多美和李婆子出去了。玉玲，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受了委屈也不知道同家里人说。今天要不是沈同志，你岂不是还要被他们欺负？嫂子，我以后不会让他们欺负了。沈同志送了我一根棍子，以后谁欺负我，我就打爆他的狗头。乖孩子，你先出去，嫂子跟沈同志说几句话。贺玉玲被乖乖地哄了出去，刘白露和贺龙飞的目光一下就到了沈幼宁的身上。你就是沈同志吧？我听玉玲提起过你很多次。我收他保护费保护他，很正常。谁家保护费就收1分钱。沈同志，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家玉玲好，不想要她多想。你是一个好同志，那请叫我沈雷锋。沈幼宁下意识的嘴秃噜皮，一下就把刘白露给逗笑了。老贺啊，这沈同志可真好玩，难怪咱家玉玲喜欢他。明天是周末来我家吃饭吧？玉玲先前就同我说过要请你来家里，嫂子给你做好吃的。我们教玉玲好些年都没把她给教会，你才教几天，她都会用武力保护自己了。其实玉玲小时候也没这么胆小怕事，是出了些意外才变成今天这样。刘白露实在热情又会说，等沈幼宁出来手心都出汗了。贺玉玲一直在外面等她。沈幼宁见贺玉玲这么依赖她，想了想说道，以后好好跟我学学怎么做人保护自己吧。啊，那我钱不是白交了吗？见她这反应，沈幼宁不由气道， 1分钱还想管一辈子啊？我这教你揍人不是也没收你学费？这个月我发了工资就给你，以后每个月我都交给你。社恐最怕缠人精了。沈幼宁拔腿就跑。第二天，沈幼宁又爬到李向前家外面的大树上，听了大半天的鸡飞狗跳。沈幼宁同志，大白天的你怎么能说发疯就发疯呢？心中无人性，发疯自然神。李多美和李婆子也真是够蠢，居然去招惹贺玉玲。以后李向前在部队只会越来越难过，再这么闹下去离婚就不远了。不过赵云林的父亲是市委办公室主任，肯定很注重自己的名声，一个没什么用的女婿，离婚肯定不如牺牲的名声好。你的意思是赵云林的父亲会对李向前下手？8成会。沈幼宁虽然没有见过赵德仁，但可是听闻那人是个狠角色，当初要不是李向前彩礼给的丰厚，未来也有发展前途。他
他也不会同意这门婚事。但现在李向前什么都没了，还有一家子拖累，赵德仁怎么可能还会看中他？作为一个老狐狸，他自然知道该如何利用人的最后一点价值。你等着看吧，不用我们出手，就李家这家子的拖累，就能让赵云林和他父亲忍不住对他们出手。还是你聪明，不像我，每次都是硬撞，把别人给撞伤了，自己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接上集，贺玉玲特意来接沈幼宁去他家做客，两人刚进院子就看到陆北征和苏云清，还有李向前三人，一旁还有个谢远洲。沈同志，你来了，知道你今天要来团长家做客，我看见他们三个鬼鬼祟祟的，就跟了过来。沈同志，今天我可没请他们过来。没事，他们三一起我一点都不奇怪。乌龟找王八嘛，本是一路货色，也怪我出门没看黄历，被狗吓好大一跳。不过没事，我提前打了狂犬疫苗。沈幼宁开口就是一顿输出，陆北征他们听到后齐齐脸色一黑。沈幼宁，别以为你嘴皮子利索就可以随意骂人。北征，我们进去找团长吧。他话刚说完，贺团长就出来了。不用进去找，我这不就出来了。谢副营长，赶紧去我客厅抓2把茶叶泡水招待客人。团长，我们今天来是为昨天李向前的家人冒犯贺玉玲同志一事来道歉的。道歉？哼哼，事情昨天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李向前同志又没有犯错，你们不要因为贺玉玲同志是我的妹妹就有心理压力，大家都是平等的，一视同仁啊。你这道歉好没诚意，谁能收得下？这话一说，陆北征他们脸色都不好看了。他们来道歉本就是走个过场，以后大家见面好说话，现在被这么查一杠，不道歉也得道歉了。沈幼宁继续开口，既然你诚心来道歉，怎么不带上你的妹妹和老母来负荆请罪呢？我知道了，你也知道他们俩不是东西，所以不敢带出来丢人现眼。你说2句我错了好值钱哦，抢了人的东西总该赔偿回来吧。沈幼宁，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该道歉的人在这里，一来就给团长道歉，看都不看受害者一眼。如果你昨天得罪的是个普通人，估计还会被你倒打一耙。怎么可能？我是真心实意来道歉的。李向前，你跟我道歉做什么？我觉得沈幼宁同志这话说得很对，你错是因为你本就错了，而不是因为贺玉玲的哥哥是团长，所以才错了。沈同志，你看他这个应该怎么办？简单，明天让他把他妹妹和老母拉到广场上用大喇叭道歉，还得赔贺玉玲同志1盒新的巧克力。我看你说的可以，就这么办。是，团长。好了，我这还有客人，就不留你们了，你们先回吧。贺龙飞赶人了，三人见没有挽回的余地，只能走了。正好这时谢远洲出来，看见离开的三人，故意扯着喉咙喊了起来：“哎呀，怎么刚来就要走呢？我这茶都泡好了，你们留下来喝一口再说呀！”在谢远洲挽留的声音中，三人越走越快，直到身影消失。谢远洲开骂了：“呸！什么玩意？还上门道歉？你们那是道歉还是要挟啊？得亏沈同志脸皮厚，不怕揍，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才能揭穿他们心里那点小九九。”中午，刘白露做了满满一大桌子的菜待客。沈同志，你试试这菜合不合你胃口？你有什么喜欢的菜可以告诉嫂子，没事的时候我也喜欢琢磨菜品呢。谢谢刘同志。沈同志，你有没有喜欢的男同志啊？李向前那种货色咱不要，嫂子给你介绍好同志。小谢，你不也在部队，还跟沈同志亲近，你也帮着找2个好同志给他相看相看啊。刘白露这话一出，谢远洲和贺龙飞都愣住了，就沈幼宁那择偶标准，他们去哪找啊？可刘白露不知道这些事。沈同志，男人对这些都不上心，嫂子手上有不少单身好同志，嫂子明天就安排你们相亲。还是不要了吧，我怕我看上他们，他们不敢看上我。怎么可能？除非他们眼瞎。想做红娘的刘白露实在热情，沈幼宁只好把她的择偶标准说了出来。刘白露一听瞬间傻眼了，妹子，你这择偶标准图他们什么啊？图他们死得快，我受一产就能坐吃等死，儿子养我30年，孙子养我30年，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他们要是太穷养不起，我还能换一家继续来。妹子，你搁这儿找养老院呢？你这么年轻就对男人失去了兴趣？找个男人是养，找全儿孙也是养，找男人我还得伺候他衣食住行，哪有儿孙省事，他们还得伺候我呢。我这个人吃的苦多，现在是受不了一点苦。妹子，我尽量吧。一旁的谢远洲没忍住笑了出来。嫂子，你就别张罗着给他说没了。这女同志上次为了不上班，她让我给找个治不好的伤员，今天结婚明天立牌。刘白露最后也没忍住被整笑了。你这丫头思想怎么一天怪七怪八的？不过你放心，嫂子会尽量给你找个合适的。第二天中午，贺玉玲听到广场那边传来李多美和李婆子用喇叭道歉的声音，高兴的眼睛都瞪大了。沈同志，你听，是李向前的妹妹和母亲在道歉呢。他俩的口气比脚气还重，不一定能说出好话，你注意点听就是了。沈幼宁话音刚落，李向前就过来了。李同志，你怎么来了？8成是来道歉的。你看他手上还有1盒不知道从哪拿来的巧克力，说不定他妈和他妹还偷偷拆开往里吐口水呢，你可不能要啊。不会吧，还往里面吐口水，这么恶心啊。贺同志，你要知道见人没下限，更何况还是老见。沈幼宁，你又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我是专门来给贺玉林同志道歉的。贺同志，这是赔偿给你的巧克力，虽然不是同一个牌子，也算是我道歉的一点心意。杂牌货，你这道歉还掺假呢。李同志要是赔不起也不用出来丢脸，毕竟我们这不是垃圾回收站，什么垃圾都回收。你说你妹和你妈没吐口水，你自己吃1颗试试。沈幼宁太了解李多美和李婆子了，
就他们那德行，能舍得让李向前拿东西去讨好别人，尤其还是在他们俩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吃就吃。李向前拿了一颗巧克力放进口里，刚开始他的表情还很笃定，但是越吃到后面，他的脸色变化就越大。不会是面粉团子加锅底灰做的吧？怎么可能？我这就是拿错了。李向前心虚的大声反驳，结果他刚张口就有一股异味扑鼻而来。哎呀，怎么一股巴巴味呢？李向前本就难看的脸色顿时成了炭，他像是想到什么一般，连忙抠喉咙吐出好大一滩。那没来得及消化的巧克力居然是糖心的，里面的糖心金黄粘稠。李向前吐得更厉害了。广场，李多美和李婆子到了一会前，见周围没人监督，干脆关了喇叭，躲到角落。我让他吃，吃个够，掺了我大孙子隔夜黄金的糖心，我让他吃舒服。还是妈你会想，还让我们道歉，美得他。反正嫂子的爸在市里有关系，咱不怕，大不了大哥不当兵跟着嫂子回市里，我们正好也跟着去享福。就在两人嘀咕时，吐得面无人色的李向前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看你们做的好事，我让你们道歉，你们就是这么道歉的？不把你们送到禁闭室关2天，还不知道你们会惹出什么样的大麻烦。李婆子和李多美被李向前送进小黑屋了，可李老头和王家卫还住在李向前家。王家卫醉酒找不到发泄捅李多美，目光老是看着赵云林。赵云林心中满怀仇愤，直接回市里同他爸哭诉：大，自从李向前的童养媳嫁人来了部队，这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我过不下去了，我想离婚。琳琳，既然过不下去，有些事当断则断。不过我们赵家没有离婚，只有丧偶，是他先欺骗了你，他现在只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能为我们赵家换点好名声，是他最后爱你的证明。大，你的意思是，的确能为我带来一个好名声，也不枉费我为他生儿育女。还有沈幼宁，我不会放过他的。李家暂时平静下来了，沈幼宁的生活却不安静了，因为他的相亲对象们来了。相亲对象为什么还要加个门？你条件苛刻，嫂子便给你多预备些，万一你凑巧看上眼了呢？接上集，沈幼宁和谢远洲来贺团长家相亲。沈同志，我今天挑了不少好儿郎，你待会看有没有满意的，要是没有我们下周接着看，总能挑到喜欢的。小谢，去发号码牌，待会叫一个进一个。谢远洲派完号又站到门口，这样既能喊人进来，又可以看到相亲情况。1号请进。一个大概30岁的男人进来了，长得敦厚老实，身材跟石墩一样没有美感。还没等人自我介绍，沈幼宁就先问了：你多少岁了？我今年26岁。你长得挺着急的，身子跟石墩一样上下同等粗，你以后叫我搂你腰，我大概会分辨不清楚，掐上你脖子。掐我脖子？男人还没反应过来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可不想以后搂个腰，还把人给掐死了。走人，下一个。石墩再见，下一个2号进来。2号是一个高瘦的男人，沈幼宁扫了一眼后做出评价：身无2两肉，人比黄花瘦，长得挺有创意，活着需要喘气。下一个。有请3号男嘉宾。3号长得挺正常，就是看到女同志眼睛就冒光。朴素的外表也掩盖不住你内心的五颜六色。黄瓜跟你比黄得熬气，黄瓜跟你比绿得自闭。4号同志请进场。4号是一个长相清秀白嫩的男同志。沈幼宁快速瞥了他一眼，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个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乳臭未干，不搞姐弟恋。请5号嘉宾上场。5号身上的衣服穿的都泛白了，还解开了2颗扣子，露出里面的胸肌。沈幼宁再次快速评价：你别看你穿的很危险，但你长得很安全，瞧你那5官个长个的，谁都不服谁。8、9个相亲对象，不出半个小时就被沈幼宁相完了。一旁的刘白露直接听懵了：你这相亲速度也太快了，下次咱先深入了解一下再做决定好吗？下午还有几个，沈同志你答应我，1人半小时时间好好相处看看，人只有在相互了解之后，才可以发现更多美。乍一看挺美，认真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刘白露沉默了，她头一次遇见相亲如此刺头的人。下午，在刘白露期盼的目光中，沈幼宁总算和人正常交流了。1号相亲对象：我妈说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我对象要温柔贤惠脾气好，多生孩子花钱少。我妈还说儿子不用生太多，3个不嫌少，5个不嫌多。我这是遇到妈宝男了，我公还生不了孩子。我妈说她对我未来婆婆也没什么要求，多出钱多出力，伺候媳妇包家务，不争宠不告状，心里委屈自己扛，没事少往我家跑，老了自己能养老。你说啥呢？你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还这么多要求？你家有皇位继承啊？没钱传什么宗接什么代，不如勒紧裤腰带，张口闭口就是妈，蝌蚪身上纹青蛙，你在秀你妈呢？你这个亲我不香了。1号被气走了后，2号相亲对象就上场了。我就直接说我的相亲条件了，其实也挺简单，人美生前会顾家，做饭洗衣挣钱花，照顾孩子伺候我，50能够1年花，挨打之后不许闹回家。你呢？你有啥要求？这是直男癌和家暴男的结合体吧？能飞天能遁地，能生儿子能卖笑，能扛揍能牺牲，娶我不许闹离婚，人生相遇不容易，我俩直接民政局，你看这些你能做到吗？2号相亲对象话都不说转身就走，至于后面的3、4、5、6、7、8号，没有一个能轻摆稳重的走出去。刘同志，我努力了，但他们好像都没看上我。你个老大呢？我一定要把你给攻克了。没事，他们眼瞎，你放心，嫂子后面给你挑更好的。沈幼宁和谢远洲离开了贺团长家后，
他感觉谢远洲的心情很好。你今天看起来挺高兴，刘同志那么喜欢做媒，怎么没给你介绍几个？怎么没介绍？就是我没看上他们，他们也没看上我。早死的妈偏心的爸，上学的妹妹重组的家，再加上我还跟陆北征作对，我这么一介绍人全跑了。跑得挺对的，换我也跑，整个一拖油瓶。唯一的好处就是死得早。沈幼宁眼前一亮，死得早啊！这人宽肩窄腰，身材棒，体长腰饶模样好，哪都不错。要是我跟他结婚，两人知根知底，还能结成复仇者联盟。等他死了，我还能假装伤心，为他守身如玉，终生不嫁。这样以后父母兄长也不会再催我结婚，我又能享受烈士家属的待遇。要是真擦出火花生了娃，也只有我这个妈了，不用担心夫妻关系和婆媳问题，我就是一家之主。沈幼宁其实挺抗拒异性的，不过一想到对象是谢远洲，他觉得还是可以忍耐一下。要不咱俩处对象吧？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个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反应过来，瞬间跳出2米远。沈幼宁，你没开玩笑吧？我最近也没招惹你，你居然想要祸害我？小祖宗，我哪得罪你了？你说出来我改，我给你负荆请罪都行。我没有不良嗜好，同你的择偶标准相差10万8千里，而且我身体挺好，一时半会也死不了。你不同意就算了，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还能少。只要有钱，我一晚上能换8个。沈幼宁同志，乱搞男女关系犯法，你的思想已经严重违反民俗良序。那你说怎么追你不违反民俗良序，还不犯法？谁要给你追？我可是很保守的男同志。对了，我突然想起部队里还有事呢，我先走了。说完，谢远洲就拔腿狂奔起来。没想到沈幼宁居然看上我了，我把你当兄弟，你却想要我的命，夫人心海水深呐。转眼天气越来越冷了。沈幼宁和叶英约好坐部队专车去县城采买生活用品。沈同志，快上车！沈幼宁正要上去，身后突然响起汽车喇叭的声音。我去县城办事，你要不要一起？好啊。沈幼宁转身上了谢远洲的车。就在叶英这边的车要开动的时候，一旁传来2个女人的声音：别开啊，等等我们，还有人呢。上车的是昨晚才放出来的李多美和李婆子，母女俩自觉这段时间受了委屈，要去县城挥霍弥补下自己。谢远洲车快，不过1个小时就到了县城。我还有事，中午12点在这里集合。谢远洲说完就走了。沈幼宁因为不想遇见人，就专挑小路走，可没走多远，就听到巷子里传来男人打劫的声音。女同志，赶紧把身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再好好陪我们玩玩，我们就放过你。劫财又劫色啊！沈幼宁兴奋了，他偷偷走近，然后掏出小本本开始现场记录。女同志，别逼我们亲自动手啊，不然我们没轻没重，把你弄疼就不好了。沈幼宁正记录着，另一个人发现他了。喂，你干嘛呢？给你们作画，记录你们伟大的高光时刻。哎呦，你这女同志有眼光，是不是被我们兄弟高大威武的形象给迷住了？是迷眼了，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绝顶，头发只长2茬的流氓。不介意我也加入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吧？麻烦签个字画个呀。啥意思？就是单纯崇拜你们。不过他一个人也不够分，你们看我怎么样？要不我们配合你演全套，满足一下你的变态征服欲。流氓1号同意了，他被沈幼宁的话给说飘了。这地方不太安全啊，不如把我们打晕带到废弃小厂房。沈幼宁说着掏出锤子和钱。要不我把钱也给你们吧，难为你们待会还要扛我俩，要不小心把我们弄死了，看在钱多的份上给找2个风水宝地吧。放心，我们不报仇，正好还能和你们结冥婚。你神经病啊！2人感觉出师不利，遇到了疯子，就想走人。沈幼宁冲上去就是一顿揍，一会儿的时间，2个人已经鼻青脸肿了。早签字画押不就好了？你们当流氓的能力真不行，连我都打不过，还不如去橘子踩缝纫机，管吃管住学技术，待会去帽子叔叔那，你如实说就行。他们劫财劫色，还意图谋杀。就在这时，突然有帽子叔叔冲了上来，帽子叔叔迅速掏出手铐，把2个流氓给铐了起来。刚才还一脸害怕的女同志，这回却自信从容地拿着沈幼宁逼供的供词。这是这2个流氓的供词，这个女同志就是人证，这次我们可以直接把他们给抓回去。什么？这个女同志也是公安？那我刚才也成了他们当中的一环。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个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沈幼宁快速把作案工具收好，准备开溜。一旁的女同志见状，忙喊住他：女同志别走啊，我们是县城派出所的公安，我叫徐小平。刚才的事真是多谢你的帮助，你是这次事件的人证，待会还要麻烦你跟我们去公安局做个笔供。是挺麻烦的，如果你们不怕麻烦，我就麻烦你们。女同志你说，我们会尽量帮助你的。中午11点30分之前帮我把这些东西买好。放心，肯定帮你买好。沈幼宁他们刚离开，2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从旁边跳了出来，这2人不是别人，正是才刚下车的李婆子和李多美。2人看着沈幼宁远去的身影，脸上闪烁出兴奋的恶毒。妈，你刚才听到没有？沈幼宁偷男人耍流氓，被公安给抓了。抓得好，早就知道这女人不是好东西。中午，徐小平把帮沈幼宁买好的物品交到他手上，并邀请他去派出所上班。沈幼宁拒绝了，
因为他不想同太多人接触。沈幼宁正赶路去和谢远洲会合，突然一道略显熟悉的身影从他的眼前快速走过。所以苏云清这是要去投机倒把，贩卖货物，他这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啊！此时沈幼宁快速回想有关苏云清的一切，他记得苏云清的发展史里有记载，苏云清最初的财富是通过田园空间里面的瓜果蔬菜粮食换取当时金银首饰等旧物，还因此结识了不少大人物，这为他后来的商业帝国奠基了牢不可破的基础。沈幼宁的血液都沸腾了，他快速朝苏云清的方向跟了上去。不过沈幼宁刚离开，身后的小巷里就冒出了3个人影。欧大人怎么跑了？该不会是发现了我们吧？应该不是，我们已经藏得很小心了。他刚才好像是看见了什么，外面人都不好动手，这会也没公安局的人。你们2个准备好，我们待会找准时机立马下手。是。这边沈幼宁扛着包裹跑得飞快，在追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发现苏云清在同一个妇人交换。沈幼宁正准备出去吓苏云清一跳时，脑袋突然被人打了一下，沈幼宁身子一软倒在地上，接上急。等沈幼宁恢复意识时，他已经被人给绑起来了。他小心地用刀割手脚上的绳子，旁边有男人说话的声音：欧大，这次上面的人怎么会想弄死一个平平无奇的女人？屁话那么多，干你的事！沈幼宁根据声音判断现场至少有3个人，此时他已经把身上绳子全部割断了。现在他面临着2个选择，一是偷偷逃跑，2是奋起反抗，一举将他们3人拿下。后面的想法很疯狂，但沈幼宁很喜欢。既然都是死，不如大家一起死，不然我逃得了这次，肯定还会有下次。欧大，挖到棺材了。挖到了，继续清理泥土，准备开棺放人。沈幼宁听到旁边男人走路的声音，他一跃而起，用刀背朝男人狠狠敲了掌，咚一声，男人就被敲晕在地里。2个小弟一回头就见沈幼宁朝他们冲了过来，2人也被敲晕了。沈幼宁把3人捆了起来，又在旁边挖了3个坑，然后像种萝卜一样把他们3个分别埋了进去，只留个脑袋在外面。3人刚睁眼，就见面前站着个手拿大刀的黑影。救命啊！鬼，有鬼啊！行了，别嚎了，这是荒郊野岭，你们就算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们。你放过我们，我们可以给你钱。你们把幕后之事说出来，我也可以给你们钱，1人至少10万冥币。你们也不想活着穷的给人卖命，死后还穷的去卖魂吧？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个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反正我们都已经被抓住了，要杀要剐随便。不过我提醒你，这是法治社会，杀人犯法。这周围好像没人哦，我胆子很小的，杀人犯法我不懂，不过我不会让你们3好过，我这就把你们脑袋上的土给埋上夯实。爹，你别铲，这会死人的。你不是说你不会干坏事吗？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死啊！你别埋了，我们说市里一个叫陈彪的主动找上我们，让我们找机会把你给做了。姑奶奶，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送我们去派出所自首吧，我保证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做事，乖乖做人。你们再看见陈彪能认得出来吗？认得。天色稍亮，沈幼宁就拖着3人来到派出所。沈同志，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我们还以为你被流氓团伙报复抓走了呢。你不知道，昨天你对象来我们派出所，差点把这都给掀了。我对象？我哪来的对象？难道不是你对象？我看他来找你的时候挺着急的，他说他叫谢远洲，边防注释112团，让我们一有你的消息立刻通知他。是他呀？那你通知吧，就说他对象找到了，真是口是心非的男人，这不还是跟我处对象了？哼，他们几个是谁啊？玩命歹徒，他们敲晕了我，上山掘人祖坟，想给我找个死鬼老公赚双份的钱，连棺材都省了，真是太坏了！我马上开审讯室审他们。我们配合一切调查，也可以进局子踩缝纫机，就是别把我们跟这个女同志放一起。3个歹徒被带去审讯了，沈幼宁在一旁等谢远洲来认领。没多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逐渐走近。沈幼宁，你要担心死我了？你这不是还没死？听到沈幼宁这句话，谢远洲瞬破防了。沈幼宁，咱们做人得讲点良心，虽然你没啥良心还缺心眼，但是我找了你1天1夜，你不记我的恩情也就算了，你总不能还咒我呀？没咒你，就是看你挺顺眼，想趁你还能喘气的时候跟你处个对象。谢远洲脸色一惊，随后泛起不太正常的红色来，过了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你说这话好像在咒我快死，你是不是想今天我们结婚领证，明天就给我灌福尔马林？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不干违法乱纪的事，那咱们处对象的事就这么说定了。你想清楚了，我是重组家庭，家里鸡飞狗跳，妹妹体弱多病，继兄弟还总抢我功劳，你跟我处对象恐怕没那么好过日子。正好我家成分也不好，你家越乱显得我越好，咱俩处对象说不定就夫妇得正了呢。你说的，以后可不许反悔。哎，昨天谁结识我对象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县城派出所今天可得给我和我对象一个说法。前一秒还一脸严肃的谢远洲，后一秒就得意的一口一个他对象，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和沈幼宁处对象一样，跟之前拒绝沈幼宁的样子判若两人。沈幼宁默默看着谢远洲犯傻，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个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这人分明早就对我上心了，还死不承认，男人啊，就是死鸭子嘴硬。很快
徐小平他们那边也商量出了结果。沈同志，你是想回去等结果，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市里一趟？我跟你们一起去，正好我也去看看，谁这么臭不要脸的想伤害花季少女？正好，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你和你对象都是部队里的身手好，有你们一起，这次抓捕行动一定会更加顺利。我对象，你怎么知道我在派出所？我听李婆子和李多美说的，他们说你耍流氓被派出所的人带走了，我就来这找你。所里同志说你早就离开，我又去部队和外面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你，然后我又来所里报案了。你有没有看见苏云清？你问过他吗？我问他做什么？我被敲晕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后面这个歹徒老大可以作证。谁是苏云清？就是你打我时巷道里的年轻女同志，她正同人交换东西。是他，对，他全程看见了，还第一时间就撇清关系，说跟他没有关系。苏云清这个女人，她居然知情不报，还投机倒把，多好的罪名啊！我对象，你不是想搞垮他们两口子吗？这不是现成的条件。我还有他和他的小弟都是证人，我们绝对配合女同志。事情商量好后，他们一起来到了市里。歹徒老大同陈彪约定碰面的地方在废弃砖窑厂。你带着我一起去见陈彪。啥？为啥？万一你同陈彪串通一起跑了呢？我不会，我保证，我发誓。都破除封建迷信了，上天不管发誓，要是发誓管用，每天街头的躺不少横死的人。歹徒老大觉得沈幼宁说的好有道理，他竟一时无法反驳。最后，歹徒老大还是带着伪装好的沈幼宁一起去碰头了。陈老大，你在吗？我把任务给你带回来了。怎么还把任务带回来？我不是让你们就地解决免留后患吗？陈老大，这里就你一个人，你眼睛瞎，不知道看，不就是对付一个女同志？你还想要多少人？他眼睛没瞎，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你就是沈幼宁？对，我就是沈幼宁，还是你姑奶奶、小祖宗，待会你还得跪地叫爷爷。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居然敢骗老子，还要反水？你别怪我，我不想被人种土里挖不出来啊！市政府办公大楼，赵德仁正在听手下汇报。赵主任，人被县城派出所抓了。怎么回事？人怎么会被抓了？是县城的人突然反水了。我不喜欢知道太多的人开口说话。是，主任，我知道该怎么做。沈幼宁这边成功抓获陈彪后，沈幼宁先把他毒打一顿，又当场审问。陈彪知道上头的人不好惹，他的家人还在市里生活，所以他打死都不说。随后，沈幼宁几人把陈彪带回县城派出所。真不愧是部队的好同志，这一来就给破了2个案子。我代表县城派出所感谢你们。你的感谢太缥缈，就不能来点实际的？锦旗和奖金我都能接受。如此坦率的同志我还是第一次见，锦旗和奖金都有，我需要向上面申请，还请2位同志多等一阵。等到沈幼宁他们回到家属院，天都黑了。李婆子母女俩正在绘声绘色地讲沈幼宁的坏话。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1D钙奶，还有牛奶，含有维生素 D、钙，酸酸甜甜有营养，4瓶不到9块9，好喝又便宜，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而且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了，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我告诉你们，我可是亲眼看见沈幼宁扒了2个男同志的裤子，扒完一上公安，那场景，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们猜后来怎么样？他直接被公安给抓走了，然后又被流氓团伙报复，这回尸体都不知道尸体在哪儿呢。李多美说到这开心不已，就沈幼宁那种人，到了流氓手里肯定没好下场。我听说有些流氓会这样那样，沈幼宁这次死定了。你说谁死透了？李多美说的正高兴，就见沈幼宁走了过来。李家人见到他瞬间惊恐不已。你怎么还没死啊？我死了，我是鬼，谁说我坏话我就抓谁一起下地狱，说我坏话的一个都跑不了。我们一起去见阎王吧。沈幼宁疯狂了，他口中发出怪异的笑声，拖着根棍子朝他们飞快冲来，边走边说道：拔舌头挖眼睛，炸香香嘎嘣脆，来啊，我们一起下地狱，一个都不能少哦。沈幼宁又发疯了啊，快把李婆子和李多美推出去，是他们俩在说坏话。关键时刻，院子里的人把李婆子母女推了出去。哈哈，食物来了。沈幼宁迅速爬到他们俩身上，给他们来了套失传已久的分筋错骨手。好痛啊，快松开，痛死我了，救命啊！沈幼宁，你个疯婆子住手！见李向前要来帮忙，沈幼宁立马停下揍人，起身就朝他冲了过去，给他来了份同款套餐，然后母子3个被捆成一团。还有你们哦。沈幼宁又看向剩下的李家人，3人脸色都是一僵。你出事又不关我们的事，你找让你出事的人啊！我死了，我是鬼，鬼报仇报一家。沈幼宁说着就把赵云林打包好扔了出去，然后是李老头和王家卫。院子里的声响实在太过颠覆人的认知，徐小平听得嘴角抽搐。你家对象这样你不管管？有什么好管？反正他又不是第一次发疯，他这样我挺放心，出门在外不会让自己吃亏。的确，他是不会吃亏，他会让别人亏大了。谢衍昭，你在这里干什么？陆北征的声音突然响起，一旁3个歹徒看到他身旁的苏云清，立马指认：谢同志，就是这个女人，我们打晕你对象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她不仅不救人，还在旁边投机倒把卖粮食给别人。我操，我就是来看个热闹，这些歹徒怎么也在这里，还在帮沈幼宁？苏云清看到旁边这些人，
瞬间意识到不好。北征，就是他们3个昨天挟持了沈幼宁同志，还想杀我灭口。我一时害怕，就忘了同你说，都是我的错，是我胆子太小了。谢副营长，沈幼宁同志呢？还是我对象说的对，有的人就是左脸贴右脸，一边不要脸，一边厚脸皮。要不是我认识你，还以为你最近拜了2郎神当主人呢。苏云清紧压着心里的愤怒，脸上依旧一副关心人的样子。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屏，到买的娃哈哈一滴钙奶，还有牛奶，还有维生素 D、钙，酸酸甜甜有营养，4瓶不到9块9，好喝又便宜，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而且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了，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谢副营长，我知道你担心沈幼宁同志，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他。不用找，做阿飘去了。什么？沈幼宁同志他都是我的错，没有及时。就在苏云清假装自责的时候，沈幼宁出来了。我做阿飘做完了，这会爱做人。苏云清同志，你投机倒把，4双眼睛都看见了。沈幼宁闹腾的动静不小，没一会儿，教导员陶正先、政委于承润和团长贺龙飞都来了。看到被打包好的李家人，贺龙飞差点笑出声来。为了保持好形象，只得憋着。这种事情也就沈幼宁能干得出来，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团长，是沈幼宁这个疯女人突然袭击了我全家。你还好意思说？好歹是当过营长的人，现在还挣扎不开。刘月、陆副团长，赶紧帮忙解开他们。兄弟一家躺地上这么久，你也不关心一下？李家一家终于又以人的姿势站立了。团长，是沈幼宁故意装疯打我们，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一被解放，李多美立马哭着给众人看她的伤，可大家压根没看到受伤的痕迹。胡闹！你这身上分明没有伤，部队家属院可不是你们造谣的地方。全家写检讨，主要谣传人员关3天小黑屋。李家人还想反驳，却被李向前阴沉的眼色狠狠瞪了回去。好了，事情都解决了，大家回去休息吧。报告团长，事情还没有解决完，我在县城市见义勇为抓流氓，不是见色起意耍流氓。县城派出所的同志可以作证，沈幼宁同志的确是帮助我们派出所破获了一个流氓案件，是大功臣。捏造造谣，污蔑英雄人物名声，再关2天小黑屋。被吼的李婆子2人也不敢说话了，只脑袋缩成了一坨，缩小存在感。还有陆副团长的家属苏云清同志，知情不报，投机倒把，我们5个都是人证。这又是怎么回事？昨天我从县城派出所出来，看到苏云清在卖粮食给一个中年妇女，他收了人家1包翡翠宝石。他们3个歹徒昨天想杀我，跟在我后面也全看见了。接上集。被点名的歹徒很配合，我们看见这女人在卖东西，见我们打晕沈同志，她还说没看见，跟她没关系。我昨天回部队找沈幼宁时碰见过他们，他没跟我说沈幼宁被带走的事，要不是我对象厉害，这回我得给他收尸了。苏同志，这是你怎么说？部队士兵知情不报是很严重的问题，就算苏同志你只是个文艺兵，但同样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贺团长，我只是被吓到忘记了，昨天我烧糊涂了，我是想去跟谢副营长说，可我的身体太虚了。苏云清说着，还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咳嗽起来。至于投机倒把，我更不会去干，我只是可怜他，借点东西给他救命。他想送首饰感谢我，但我拒绝了。如果团长你不相信，可以把人找过来问。他说的如此笃定，看来是跟人串通好了。我对象，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对谎话有点过敏。苏同志怎么可能说谎？他品性高洁，向来不屑于这些小伎俩。陆副团长，你媳妇昨天感冒发烧，这是你知道吗？是，冰清昨天病得很重。沈同志的事，他大概是有心无力，忘记了。是不是忘记了？复盘一下不就知道了？复盘？怎么复盘？简单啊，把你昨天回来后的事全部推演一遍就行。怎么可能？我的意思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谁还会记得那么清楚？再装就没意思了。好了，现在讲讲昨天你回来后遇见的每一个人，然后把人找来一起复盘。不能让他复盘，不然我的谎言肯定会被戳穿，到时就更丢脸了。这些歹徒真没用，连个女同志都弄不死。沈幼宁，你不用复盘了，怪我身子差，受不得惊吓，我接受上级的处分和批评。冰清，我同你一起。哎呀，怎么突然掉这么多鸡皮疙瘩了？大家快来捡啊，捡回去能煮好大一盘呢。我对象，来我们一起捡。哎呀，真的好多。你们俩闹够了没有？团长，这次的事是我们夫妻处理不当，我们接受处罚，你可以让他们2个闭嘴了。陆北征，你怎么说话的？你媳妇不让人说，我对象就能让你说？陆副团长，你真的是好大的官威。宁宁，你想说啥就说，你对象我在前面给你挡着，我看谁敢说你。谢延昭，你如此护着他，你不要后悔。我不像某人，有个好后爸，我他妈早后悔了，后悔死了。你敢惹我对象试试，我分分钟扒你裤衩。你们俩真是疯了。好了，既然事情已经搞清楚，那就依法处理。苏云清涉嫌投机倒把、知情不报等罪名，先给予他记大过处分，暂停工作下发后勤部荒地劳作。至于陆北征有包庇罪、家属思想教育不过关的错误，给予口头警告，关禁闭15天，3000字检讨。团长，你也说是涉嫌，而且沈同志一点事都没有，这样的处分对苏同志来说会不会太过？既然这么说，那把你脑袋给我锤几下，只要不锤死你，我也不犯法。荒唐，这2件事情怎么能相提并论？那他们新婚夜录音的收音机，那录音机是从我这届走的，可不能让苏云清他们知道。
我什么都没说。对于团长的决定，我举双手赞成。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就这么办吧。来人，把这4受罚人员全部带下去。谢副营长，你小子有心思不早说，不过你俩在一起也好。沈同志这性格以后肯定不让你吃亏，改天来家里，我给你俩好好庆祝庆祝。是，谢谢团长。隔天早上，谢远洲特意送羊奶给沈幼宁喝。怎么有空过来？你们不是要集训吗？我跑快点，总能赶得上。沈幼宁同志，我这么好，你之前说的，能不能给我亲一口？我想了一晚上，不知道是啥滋味。听到这话，沈幼宁抓起他的手就亲了一口。谢远洲全身血液都沸腾了，小心脏疯狂跳动。你怎么说亲就亲？这种事应该男同志主动才对。新社会新风气，你要是觉得不公平，我可以给你亲回来。你想怎么亲？是想来个拉丝的法式热吻？我的老天爷，他说的我都不会啊，这让我咋整？我下次吧。谢远洲再次从沈幼宁面前落荒而逃。中午下班后，沈同志，你不是中午都懒得去食堂吃吗？怎么今天出来的这么快？你不知道吗？苏云清昨晚被惩罚去后勤部开荒，我趁着会有时间落井下石去。这样会不会有点不道德呀？不过我也想去，我又不是第一天没道德，对待好人才叫落井下石，对待苏云清那叫痛打落水狗。你还是不要跟我去了，免得被我带的厚脸皮还缺德。不嘛，我要去，我也想去看看苏云清吃苦的样子，不怕被你大哥嫂子知道，损害他们的名声。我们偷偷的去，我躲起来看。两人意见统一，一起欢快地朝开荒地走去。不过没走多久就遇到谢远洲来送饭。我对象，你大中午的不休息乱跑什么？午饭我收到了，你回去吧。这么匆忙，想去干什么坏事？去开荒的慰问苏云清同志，给他送温暖送关怀。那你得叫上我。开荒地属于后勤部的后方，离我们部队开车还得半小时，你俩走过去，人还没来得及慰问就该上班了。走吧，我送你们过去，顺便叫后勤部的兄弟们多关照苏云清。沈幼宁他们到了地方，一打听苏云清这回还在开荒地上，因为上午分配给他的任务他没干完，所以就不能下工。沈幼宁似乎从这里嗅到了猫腻，他立马带着另外2人来找苏云清了。沈幼宁并没有去打扰苏云清，而是找了个地方躲起来。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啊？从现在起你俩别说话。在苏云清的个人实力，她是个左右逢源、擅长利用资源的优秀女性。这次被惩罚估计是她人生头一次的滑铁卢，她肯定不会刚来就偷懒，那就是想一鸣惊人，让所有人都佩服她。她拥有的是田园空间，这开荒种地对于她来说是小菜一碟，就是不能让人看见。3人等了半天，就见苏云清一抬手，他面前的10块泥土迅速消失，然后他再一挥手，肥沃细腻的土壤又平然空出现一大片，覆盖了刚才的10块泥土。苏云清一直重复动作往前走，没一会荒地贫瘠的泥土就被换成了肥沃细腻的土壤。这速度这能力，不留着开荒种地，不去大西北植树造林是真浪费。此时的苏云清还没发现藏起来的几人，他得意地看着被修整好的荒地。这么点小事怎么能难倒我苏云清？只要我获得后勤部同志们的一律赞扬，回去是易如反掌的事。沈幼宁，你再是会发疯，如何跟我拥有空间的穿越人士斗？等我回去，早晚抓住你的小辫子，把你送去踩缝纫机。苏云清说完就离开荒地，见苏云清走远，3人这才出来。沈幼宁拿出一个口袋，快点往里多装点泥巴。话落几人就行动起来装泥巴了。沈幼宁装了苏云清空间里的泥土，又装了些荒地的泥土在兜里。嫂，我们回去找团长。 3人来到贺团长家。你们3个去哪了？搞得脏兮兮的，怎么装了一袋泥巴回来？还是上等的好泥土，要是用这种泥土种地，收成一定好。大哥，这泥巴是苏云清刚才凭空撒出来的。我们刚才去开荒地，就见他一抬手，荒地的10块硬泥就消失一大片，他再一挥手，就是这种肥沃的泥巴铺了一片。大哥，他是不是妖怪啊？怎么会干这种事啊？好害怕！真有这种事情？报告团长，我们3个都看见了。接上级。好了，这事你们要保密，我会派人去盯着苏云清。好的，团长。一般遇见这种事，国家会怎么处理？按照现在的国内情形来看，大概率会被当敌特抓起来看管。不过光你们3看到不行，需要有更充足的证据，不然打草惊蛇会留下更大的隐患。是。第二天上午，沈幼宁3人被叫到团长办公室。我昨天派人去开荒地观察了一下午，没有任何异常，而且泥土还是开荒地的泥土，没有你们带回来的那种。团长，我们没有说谎。哥，我们亲眼看见，不会错的。我没说不信你们，我找人看过昨天你们带来的泥土，湿润新鲜，而且营养成分周围180公里都找不出来。看来敌人很狡猾，我们必须同他们打一场持久战。对，敌人太狡猾了，只要贺龙飞把苏云清和敌人画上等号，以后想收拾他就容易多了。你们3小心点，以后也多注意下苏云清2口子。虽然陆副团长的品行大家有目共睹，但谁也把不住枕边风的威力。是，团长，我这有个建议，团长你应该多夸夸苏同志在种植业方面的天赋，哪里需要他就往哪里搬，开荒种菜、植树造林的大任都需要他这样天赋异禀的好同志。你这丫头馊主意不少啊，君，回头我考虑一下。你们今晚来家里吃饭，你俩谈对象得让你们嫂子看看。她说了这么多没，就你俩刺头回不行，谁知道最后你俩还看对眼了。早知道当初直接让你俩相亲得了。走吧，晚上记得来。晚上吃饭时，谢远洲一高兴就喝多了，等要走时他走路都飘了。小谢，你喝多了，要不然我让警卫员送你回去。谢远洲笑得跟个二傻子似的。不用，我的对象我自己送，别人想送，没门。宁宁别怕，
我醉酒不打人。走，哥哥送你回去。路上路过家属院时，谢远洲突然要去爬墙。你做什么？这里不是招待所。我知道，这是你前未婚夫家，趁这会夜黑风高，我去打王家卫一顿给你出气。我前未婚夫家，你进去打王家卫。沈佑宁被谢远洲的理论绕住了。他喝酒打女人肯定吓到你了。我今天喝多了，你看我的眼睛都没有爱了，全是嫌弃。老子以后都不喝酒了，你眼里能不能装点我？宁宁，我今天是高兴有你当我对象才喝多，以后不喝，能不能给我抱抱？不想跟酒鬼抱抱。你不是要去打王家卫？我给你敲门望风，你动作快点。王家卫在进客厅右手边第一个房间。普通木门是很好撬的，沈佑宁没费什么功夫就打开了。啊！谁他妈打我？好疼！救命啊！原来谢远洲喝醉了也会打人，分手，必须分手。第二天一大早，谢远洲就来找沈佑宁了。咱俩掰了吧？咱俩昨晚不是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闹掰了？我昨晚想了下，喝酒打人的不是好男人。你昨晚能打别人，以后就有可能打我，家暴男要不的。咱俩还是吹了吧，不然我怕我会忍不住家暴你。你想怎么家暴我？打是亲，骂是爱。宁宁，你这是在对我表白。上次某人还说想摸我的胸，搂我的腰，亲我的嘴，乖，叫声哥哥来听听，哥哥直接光膀子给你亲好不好？这不太好吧？我就想跟你分个手，没想跟你耍流氓。分手门都没有，老子好不容易谈的对象，你说分就分，你这没良心的，忘记当初是谁追的老子，现在得手就不珍惜了，你想得美。那你想怎样？要不然我摸你的手，搂你的腰，亲你的嘴，把流程做完再分手。你这脑袋瓜乱想什么？我可是正经男同志。我也是正经女同志。沈佑宁悄悄碰了碰谢远洲的手，这是摸手。见他没反抗，沈佑宁身子向前抱住谢远洲，这是搂腰。说完，沈佑宁又垫脚快速亲了下谢远洲，这是亲嘴。我的初吻就这么没了？我可是个男人，怎么能让女同志主动？谢远洲想狠狠亲回去，结果他刚一动弹，一把锤子就横在了他的面门前。谈对象流程做完了，我们已经分手了。我错了，我昨晚不该得瑟，我就是看那王家卫看你的眼神不对劲，找个借口打他一顿罢了。我是军人，总不能清醒的时候去打人，但是耍酒疯时犯错，罪过就轻多了。要早知道你这么介意醉酒打人，我就不这么做了。不想跟喜欢耍酒疯的男人说话，我俩现在没关系，我要去上班了。宁宁，你真生气？我平常不喝酒，昨天是个例外。你还跟着我，是想我把你吃干抹净后不负责吗？咱才刚谈对象，就这么猛不好吧？不是你就走吧，我要上班了。沈佑宁说完就走了。女同志怎么这么会变脸，这么难哄呢？打人的事是一起干的，今早还占我便宜呢，转头就被分手了。我真他妈傻，都知道王家卫是什么人还去学，难怪会被讨厌。不行，我多不干净了，不能就这么被分手。宁宁，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我不是王家卫那种喜欢醉酒打人的男人。谢远洲扯着嗓子喊完后，才恋恋不舍摸着嘴唇离开。刚才那一口甜丝丝软绵绵的，好想再来一次啊！能被沈佑宁看上还跟他谈对象的，能是多正经人？一天时间，档案室陆续有人拿着各种野花来。沈同志，小红花送给你。谢副营长喝醉酒真的不打人，而且他不怎么喝酒。沈同志，小兰花送给你。谢副营长是个好人，真不会家暴。沈同志，小黄花送给你。谢副营长要是欺负你，我们帮你揍他，别怕，继续谈对象。小沈同志，小沈同志。一天下来，沈佑宁头都快被喊晕了。这时刘白露和贺龙飞来了。刘大姐，贺团长，你们怎么来了？听说你和小谢闹掰了，正好我这还有不少单身的男同志，明天就给你安排相亲，怎么样？刘白露边说边观察沈佑宁表情。小谢这个人除了长得好看点，也没啥好的，都分手了还送花呢，送的还是野花。这种不懂浪漫又穷抠的男同志咱不要，咱们找其他好的。不过我刚才听说那小子好像拔花的时候被马蜂蛰了，头肿得跟猪头一样。被马蜂蛰了？不过他活该，喝醉酒还带你去打人，缺心眼啊！看他这2天怎么见人。刘白露说的一脸感叹，目光却一直在观察沈佑宁的反应。结果人总是低着头，看不出来啥。小谢，让你以前总是拒绝相亲对象，这下报应来你头上了吧？刘白露和贺龙飞才从档案室出来，被折了的谢远洲就冲出来。嫂子，哥，怎么样？我对象被我感动了没有？你自己哄吧。沈同志在李家肯定被王家卫给吓到了，你这会踩钉子上了，好好哄，不然我明天还得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老贺，我们走吧。不是嫂子，你别那么快，我这还没分手呢。下班后，沈佑宁就往回走，路过李向前家的时，却见他家门口围了一大群家属。这是李向前家又出事了。沈佑宁心情立马高涨起来，他快步爬上李家门口的大树，刚上去就看到院子里面站着个身高体长、满脸肿胀的男人。昨晚是我打的你，今天我给你打回来。谁家的男人这么蠢，都不想说认识他，还跟他处过对象，丢脸啊！上集，王家卫见谢远洲承认罪行，既兴奋又害怕。你给我打回来，你还手不？老子不还手，对象都没了，还不如给人打回去呢。这可是你说的，昨晚你把我打成这副鬼啊！别以为你是个副营长我就不敢打你，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打死你也是生死有命。王家卫拖着棍子朝谢远洲走去。傻瓜，还真让打，当初怎么看上了这个二傻子？王家卫见谢远洲真不反抗，举起棍子就朝他的脑袋打去。沈佑宁吓得双眼瞪圆。王家卫，你再打我对象试试。沈佑宁的突然出现把王家卫吓得不轻，原本沉闷的谢远洲
在看到沈幼宁时，双眸一下就亮了。苦肉计生效了，就知道我对象心肠软，而且我昨晚打人的事也被人捅了上去，不想受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王家卫打回去。趁沈幼宁还在，谢远舟咳嗽一声后又咬破嘴唇，身子更是配合的摇摇欲坠。沈幼见状，立马上前扶住他。王家卫，是谁给你的胆子打我对象？是他自己叫我打的。他叫你打你就打，你不知道袭击军人犯法吗？人傻脑袋笨，还学人家搞暴力，乌龟吃煤炭，你个黑心小王八！谁叫他昨晚打我的？你怎么知道打你的是他？大晚上的你屁股上挂灯了，还能看得见人？就在王家卫回想是谁说的时，沈幼宁已经提着棍子朝他打了过去。王家卫连连呼痛：“爸，别打了，要死人了！沈幼宁，你轻点，咱俩以前不是还……”喊叫声很快把部队的人吸引过来。沈幼宁趁他们来之前，快速把棍子一丢，然后举着小手告状：“他打我对象。”报告，王家卫确实打沈幼宁对象了。还不是你先打老子，又让老子打回来。昨晚我喝醉了，走错房间，原本想找营里的兄弟切磋下，我想的是切磋，你却是要我的命。那么粗的棍子，我站着不动给你还手，你居然打我脑袋。这看得来维护治安的陶正先也很为难。经历过前面的事，他已经不敢处理有关沈幼宁的事了，他怕被拉下水，最后跟苏云清连朋友都做不成。你们跟我去找团长吧。又打架，谢副营长，你说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团长，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谢远舟顶着张猪头脸，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胡闹！你们两个一天就不能消停点，净给我找事。团长，我错了，我不应该帮我对象出气，我就应该让王家卫先把他打死，然后再报公安抓人。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如果是到了，咱就吹唢呐吃2回席。您嘛，话是这么用的吗？沈同志，以暴制暴是不对的，这事你应该交给上级领导来帮你主持公道。你要相信领导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错怪一个好人。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沈幼宁同志，这次你打人的确不对。团长，沈同志是担心我，你要罚就罚我好了。你也跑不了。团长，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这维护对象的思想行为好像是有点暴力，我觉得你应该把我罚去后勤部开荒去干3天苦力，我太冲动了，别忘了把我对象也给一起罚去，咱有苦同当。这女同志的脑袋瓜就是转得快。见沈幼宁和谢远舟受到处罚，王家卫高兴地走了。李家、赵云林见他满脸笑容回来，掩盖下眼中厌恶，问道：“怎么样？谢远舟和沈幼宁受到处罚没有？”“有啊，被罚去开荒了。”“真是太好了，2个捣蛋鬼终于受到惩罚了。”第二天一早，沈幼宁和谢远舟就被送到了后勤部开荒区。苏云清才知道他们因为打人被罚到这里，可一想到那天在荒地上看到的脚印，他心中顿时防备起来。这2人该不会是为我而来的吧？那我这几天干活可不能用空间偷懒。沈幼宁是吧？苏云清，这人你带2天。好的。苏同志你好，这几天就辛苦你了，你真辛苦，不像你的家属陆北征同志，不用干活往那一座9人上门送吃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在这与屎臭为伴，他在禁闭室还能莺莺燕燕。沈幼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就是那天看见你的好姐妹赵云林在给你家属送饭呢，这是禁闭室不给饭吃呢，还是禁闭室的饭不好吃？苏同志，几天不见你黑了，你瘦了，你的风滑血减了。沈幼宁，不会说话你就别说，你来这里蹲几天试试，看你会不会黑。我这不是来了，不过我只来这几天，后面的日子你还得自己扛啊。这片荒地已经开出来了，土壤贫瘠，先种点大白菜试试。这是从种植区那弄过来的白菜苗，数量有限，你们种的时候小心点。今年过年能不能吃上这茬大白菜，就全看你们的了。如果谁种得好，我会向上级申请给予嘉奖。陈大福这话说得明显。苏云清听后眼眸一亮，种菜我拿手啊，如果我种得好，岂不是能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苏同志，你很会种菜吗？好巧，我不会。你不会？你不是李家的童养媳，什么活都做过吗？你居然说你不会种菜？是啊，为了赚工分，我都是做卖力的苦活，这轻便的活不容易得高工分。不过你放心，我会跟着你学。等真种菜时，苏云清才知道什么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前1秒才种好的菜啊，我看你种的歪歪捏捏的，准备拔出来重新帮你种。我觉得1株的成活率太低，就给种了2株。你是时钟吗？总是时刻要显摆你的能耐。你种2株，我们没有那么多菜苗，种植区域不大，怎么在小组里拔得头筹？苏同志，你怎么这么凶啊？我很认真的在保护他们啊，我给菜苗搭了个小帐篷，保准晒不到他们。这都快11月了，哪儿来的大太阳？沈幼宁，我不要跟你组队，我要换人。苏云清终于忍不住爆发了。这时谢远舟从隔壁小组跑了过来。苏同志，你做什么这么凶我对象？我对象是不会种菜，但他良心好啊，还知道给菜苗搭帐篷，多有爱心。不像某人看见战友被挟持还回家装病，这样的人你看谁敢跟你组队？也滚回你的小组去，别过来这边添乱。妮妮，你别怕，你不会种菜就先歇着，我待会干完活过来帮你种。苏云清，你就种你自己那一块，留一半下来我待会来种。懒得理你们。苏云清心里酸了，谢远舟平常那么不着调，居然这么会关心对象，陆北征关禁闭室都还招蜂引蝶，果然男人优秀了都花心。我得抽空回去警告下觊觎我男人的人。谢远舟去干活了，但是他每隔一会儿就过来关心下沈幼宁。宁宁，喝水。宁宁，藤条边的草环你戴着肯定好看。宁宁，
山头的刺梨，你看看甜不甜？你们两个到底有完没完？这是在劳作，不是你们秀恩爱的场所。你们要是再这样，我就向上头举报你们。举什么报？你又不是没有家属。就是你俩还在档案室里亲嘴嘴摸胸胸，我们这连手都没摸呢。你们看你们活干不完怎么说？接上集，苏云清这边的地终于种完了，沈佑宁那边才种了一点点。沈佑宁，我这边可是种完了，你那边没种完。上面问起来，你可不要说我没帮你。放心，我不会说的。只是你不觉得奇怪吗？这块地是你翻的吧？可你这块地怎么比别人的地肥啊？怎么可能？都是同样的地，兴许是你看错了。不是哦。沈佑宁起身，两堆不同颜色的泥土出现在苏云清的面前。你这黑土是从哪里弄出来的？从黄泥巴下面一点一点分离出来。你刚才蹲在地上就是在做这个？是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给自己找点事情做。那你慢慢分，我去旁边歇一下。拥有空间这事，藏着掖着还好，一旦暴露被上头发现，指不定就把我当敌特给处理了。上天怎么就让我碰见沈佑宁呢？沈佑宁把分离出来的黑土交到一旁监工的陈大福手里。陈同志，我在荒地下面发现了一层薄薄的黑土。什么？居然还有这种事？陈大福连忙查看，还真是黑土，而且是质量非常好的黑土。可是陈同志，我今天上午的菜苗还没种完。沈同志有了重大发现，那点小菜苗算什么？苏云清，你去帮你队友把剩下的菜苗种了。搞了半天，菜苗还是得我种，破绽还被沈佑宁给发现了。苏云清气恼，但又只能认命回地里种菜。陈大福让沈佑宁带着他继续在地里找黑土，可除了苏云清翻过的那块地，别的区域都没有发现黑土。或许苏同志天生就是吃种地这碗饭的，大地只对他有回应，如此人才不留在后勤部种地真可惜。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的确，苏同志种的菜就是比别人的好。苏同志唱歌好听，他可以边种地边唱歌，菜苗子高兴就能长得更快，听歌的人高兴，干活就更加有力，在希望的田野上放声高歌，多么美的一幅画啊！陈大福被沈佑宁描写的场景深深吸引。苏同志，请你为大家唱一曲，为这荒芜贫瘠的土地增添生活的乐趣吧。苏云清气地问候了沈佑宁18代亲属800遍，然后便扬起笑脸唱起歌来。这歌唱得挺喜庆，不过那些黑土也想做出说实，只要苏云清不承认，并不能对他造成多大伤害。大家都是同志，何必互相伤害？看他跟别人相互伤害就好。正好这时苏云清唱完了一首歌，沈佑宁趁机说道：苏同志，你这首歌这么好听，我们以前怎么没听过？敢问出自哪位大家之手？这首歌是我同文工团的人一起创作的，有什么问题吗？你这歌真喜庆，艺术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看来苏同志对这块土地爱的深沉，才能写出如此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歌曲来，算是有一点感悟。陈同志，你看，苏云清果然喜欢种地，唱歌只是他表达对土地爱的一种方式。你应该申请，把这样优秀的人才留在他喜欢并擅长的领域。苏云清急了，但又一时慌乱，不知如何反驳。苏同志，不要激动，早就知道你是个人才，种庄稼的好手，我回头就跟上面说把你要过来。气死我了，居然又被沈佑宁耍了，真去了后勤部，岂不是要种一辈子的地？陈同志，我突然觉得肚子疼，可能是例假来了，能请1天假吗？你例假是几号？我觉得可以做个记录，下个月提前给你排假。沈佑宁，我真是谢谢你啊，陈同志，可以吗？回去的路上，谢远洲开的汽车上蹿下跳，可怜后排的苏云清如风雨中飘摇的小船一般左右摇晃，一下车直接吐了。吐完了正好，这会赶去禁闭室，说不定还能吃到赵云林送的热乎饭菜。左右路北征就一个嘴巴，也吃不下2份饭菜。多谢你们送我回来，我现在身体不舒服，要回家躺着，你们就不必再送我了。苏云清说完就离开了。我们要不要跟上去？跟去做什么？显得我们多别有所图一样，直接去禁闭室旁边等着看戏不好吗？要说还得是我对象聪明。两人抄小路来到禁闭室附近藏好，没一会儿，精心打扮过的赵云林就来送饭了。多好点，苏云清来了。赵云林，你怎么在这里？陆北征，你居然敢吃他的饭？赵云林同志，你不是说这是云清让你帮忙给我送的饭？我苏云清的男人用得着吃别人的饭？陆北征，你吃半个月的食堂，能把你吃死还是怎么的？你就那么迫不及待吃别的女人做的饭？你天天坐在这就有饭，我还得辛苦劳作，人都晒黑了。陆北征同志，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我们有必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苏云清说完，愤怒转身。此时的陆北征一个着急，也不管还在禁闭中，直接跑了出来。三人就在禁闭室外面上演起三角恋来。秀恩爱死得快，谢远洲，快去叫人过来。好，叫人来看热闹吗？我懂。林清，我以为是你让赵云林送饭过来，这才吃的。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重视物质享受的人，我知道你在后勤部吃苦，所以这几天安分守己，日日检讨，为的就是能参加接下来的部队大比拼，拿下头筹换你回来。你撒谎，你在骗我，你觉得我有那么蠢，会让一个别有用心的女人来跟你送饭？苏云清，
注意你的言辞。要不是李向前拜托我，我会来给陆北征送饭。你自己照顾不好你男人，还不许他兄弟关心关心。你不要脸不要名声，拖陆北征下水被关禁闭。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赵云林还清高上了。反正这时李向前还在养猪，没人能找他对证。结果赵云林高兴不过3秒。云林，大中午的你怎么在这里？暗处的沈佑宁看得双眼发亮，哈哈，来的正是时候。这些远州是越来越会办事情了，孺子可教啊！李向前，你来的正好。你媳妇天天给我男人送饭，你管不管？你如果管不了，休怪我以流氓罪和乱搞男女关系的名声将他告上去。苏同志，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家云明同我夫妻关系很好，我们也一直很敬重陆副团长。误会？那你倒是说说，这饭盒是不是你家的？李向前脸色沉了下来，这标记的确是他家的饭盒。你媳妇就是这么敬重我男人的，打着我的名义给我男人送饭，我是被处罚不是死了。不像某男人，天天在家也管不住他媳妇那颗躁动的心。苏云清，你嘴巴喷粪呢，这么会编排人，我看你这回来就是找事的。我做好事还做出问题来了，我清清白白被你污蔑，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李向前就在这里，不能再让苏云清说下去了，否则会影响我后面的计划。赵云林想到不管不顾的朝苏云清扑了过去，两个人扭打成一团，打，用力的打，狠狠的打。接上集，见他们打得激烈，沈佑宁便出来了。你们好，你们不用招呼我，我就是路过，顺便来看看热闹。你一直在这里，人是你引过来的。我怎么可能一直在这？难道我不拉屎放屁？我只是刚好看见你和赵云林同志如同两口子一般相处融洽。沈同志，请注意你的言辞，我和赵同志清清白白，绝无其他。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怎么可能会嗅不到女性身上散发的浓浓信息素？因着沈佑宁的话，原本快分开的两人又打在了一起。苏云清脱了皮鞋朝陆北征过来。渣男！云清，你听我解释。李向前，陆北征想去拉偏架，哎要当你媳妇真可怜。李向前一听，忙拦住陆北征。陆副团长，这是他们女人的事情，我们还是不要掺和的好。李向前，你就看着他们两个这么打下去？不用急，磁性的对决懂不？你们只需像我这样为他们加油呐喊就可以了。苏云清加油，抬手戳眼睛，打得他屁滚尿流。赵元林，你最强，你是无敌破坏王。大包子抱着来一口。等谢远洲带人来时，正见他对象动作僵硬的在摇旗呐喊。谢远洲尴尬喊道：“团长，教导员到。”听到声音，沈佑宁立马站到一旁缩小存在感。赵云林在给李向前一个眼神后说道：“团长，真是我家属李向前让我来给陆副团长送饭的，可苏云清同志居然污蔑我和陆副团长有不正当的关系。”赵同志，你平常和苏同志玩的最要好，既然是误会，说开握手言和好不好？不好，其实我觉得挺好，他们是好朋友，怎么可能真生对方的气？不然你们看苏同志的屁股，看我做什么？沈佑宁，你流氓无耻！苏同志，来月事不是羞耻的事，你刚才打的那么厉害都没有爆满侧漏，这说明刚才的运动量不大，你俩肯定是假打吧？苏云清，你月事不是跟我差不多？上半月来了怎么又来？你血库啊！我知道了，你是故意要污蔑我的名声，想不到你是真爱恶心的女人，我还不屑做这种事，还不是某人居心不良，被人抓住了把柄。云清，这件事情就是误会，我们就此揭篇吧。陆北征同志，你不是应该在小框框里说话吗？怎么还出来了？糟糕，我也掉沈佑宁的坑里了，到现在才说，分明就是故意让我受罚。对不起，团长，刚才看见云清和赵同志争执斗殴，我作为家属实在放心不下，这才在禁闭期间除了禁闭室，我愿意接受惩罚。凭什么又是你受惩罚？分明是苏云清擅离职守，骗假回来闹事，不是犯了错误都应该接受惩罚吗？我没有骗假，我愿意接受打架斗殴的处罚。打架斗殴怎么处罚？陶教导员同志。突然被点名的陶正先一愣，这时苏云清也看了过来。陶正先不敢与他对视，既然是误会，他们又是好朋友，我看还是从轻处理的好，就让他俩回去写2000字检讨，然后再让他们当着众人的面握手言和。团长，你看我这个建议怎么样？还行，就这么处理吧。还请陶教导员继续公布对陆北征同志私自出禁闭室的惩罚。哎妈，这沈佑宁真是一点也不让人省心。陆北征同志虽然在禁闭期间出了禁闭室，但情有可原，就再多罚他关3天禁闭，以示惩戒吧。君，那事情就这么处理。谢远洲、沈佑宁，你俩跟我来一趟。两人跟着贺龙飞来到外面。你俩在开荒区有什么发现吗？团长，你看看这个黑图，这苏云清倒是胆子大，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还能使手段。这黑图你怎么弄来的？从黄图底下一点一点筛出来的。沈同志，你这还真是心细如发，挺适合搞侦查。你俩既然去了开荒区，这2天就好好观察苏云清，一旦发现他是敌特，或做出什么危害部队的事来，第一时间将他拿下。是。下午，沈佑宁来到叶英家。大妹子，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我这就去给你做些。不用了，叶大姐，陶教导员还没回来啊？部队里忙，他们男人的事我也管不着，可他却有时间去管陆副团长媳妇的事。妹子，你有啥事就明说吧，姐知道你是好人，狗牙仔的命是你救的，这恩情姐一辈子都记着呢。叶大姐，陶教导员工资交给你管吗？家务活他会搭把手吗？
他对你有感情吗？最重要的是，你来了这么久，他碰你吗？大妹子，不瞒你说，我俩是分床睡的。他说我俩思想不同步，身体的结合只会侮辱我们夫妻的感情。我知道老陶嫌弃我是个乡下女人，娶我是为了伺候他老妈。今年他老母病重离世，他没办法才把我接来家属院。妹子，是不是我家老陶心里面有了别的女人，所以想为他守身如玉？叶大姐，两个没感情的人在一起，弱的那个肯定得多受罪。你要是不想吃苦便宜别人，就得把好处捏在自己手里。男人没钱没粮，在外面就硬气不起来。部队是讲纪律的，陶教导员作为教导员，如果连自己的家事都处理不好，肯定会受批评。大妹子，我明白了，我得学会当个泼妇。叶大姐，你真聪明，下班不回家那叫不顾家，晚上不交公粮那叫对婚姻关系不负责。啥事都是你做，还不如单过。不过我们重感情，可以把他给搬回来，搬不了折断也行。左右最后还得一起进祖坟。大妹子，谢同志娶了你，真是他家祖宗18代冒烟了。晚上，陶正先故意回来的很晚，没想到叶英居然在他房间等他。你怎么还不回你房间睡觉？你还认我是你婆娘不？自然认就好。叶英趁陶正先不注意，一棍子敲晕了他。等陶正先醒来，发觉他居然被他婆娘给捆在了床上。叶英，你想要干什么？你疯了是不是？我疯没疯你不是最清楚。大家都说我嫁了个好人家，男人是当官的，可谁知道我心里的苦，既要伺候重病的婆婆，还得操持家务下地赚工分。你每个月寄的钱还不够你们看病吃药的，10年时间你一共回来3次，碰了我2次。我有时都在想你到底是不举呢，还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叶英，这种话你别乱说，会伤害别的女同志名声。这就紧张上了，看来是心里有人了。不过你别想跟我离婚，不然你就是忘恩负义。我随军是来享福，不是来受罪的。从现在起，你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上交，家里的活1人1半。你要是做不到这些，小心我找你领导呢。叶英，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坟墓。我都为你死2次了，还不够吗？你就不能让我干净自由的活着？呵呵，还干净自由的活着？之前你怎么破的老娘身子？怎么让老娘怀的孕？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死德行，嘴巴上干净，裤兜里还不知道多脏呢。叶英，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叶英怎么敢这么做？肯定是沈幼宁这个搅屎棍给他出的主意。想什么呢？赶紧把你藏钱的地方说出来。见陶正先走神，叶英一巴掌就拍了上去。等拿到陶正先的私房，叶英顿觉心酸，光现金就有300多块，存折上还有2000左右。嘿，存了这么多钱，每个月只寄30回去，还写的你妈的名字，防贼呢。第2天中午，陶正先要送苏云清回开荒区，苏云清看到他身上的红痕，脸色变得古怪莫名。你跟嫂子好上了？没有。陶教导员，我一直把你当成革命伙伴，思想同步的好朋友，没想到连你也不能把持自己，和一个与自己思想不同步的女人也能做最亲密的事，你真的很令人失望。陶正先想要解释，可却不知如何解释。重生回到儿子落水前，第一件事就是离婚。钱是儿子和丈夫占有的，儿子同时落水，丈夫选择就占有遗孀的儿子，自家的儿子却被大水冲走了。江一经历丧子之痛后，和丈夫内耗30年，最终郁郁而终。同志，你没事吧？妈妈，我好害怕。小果实，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死了吗？撞傻了，完了，买了拖拉机都不够赔。江一，你是不是有病？抱着孩子跑那么快做什么？男人一把抢过她怀里的小果实，狠狠瞪着她。陆云霄，难道我重生了？她不由得大笑起来。趁陆云霄正愣间，江一又把小果实抢了回来。你是不是撞傻了？是我以前是傻了才会嫁给你。江一，你和小果实没事吧？我问清楚了，是小叶不对，他不该抢小果实的陀螺，害你生气跑出来，我跟你道歉，快跟小果实说对不起。原来是因为孩子抢玩具，多大点事，犯不着气成这样。不就是一点小事，快跟我回去。是小事吗？刚才你问都不问，就跟苏婉清一样指责我，说我欺负孙叶，明明是小果实的陀螺，却偏要我给他，到底哪个才是你儿子？江一，你给我闭嘴！这陀螺是你从小果实手上抢的吗？不是，就是我的。为什么是你的？我妈妈说她的都是。是我宠坏她了，我这就回去好好教训她。别走啊，让孩子说完。孩子天真不会撒谎，让大家看看他温柔贤淑的妈妈都教了他什么。江一，你够了，你跟我回来，我有话跟你说。小果实不怕，妈妈一会给你买奶糖吃，你先去玩一会，爸爸妈妈有话说。好，我最爱妈妈了。陆云霄，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为这么点小事你跟我离婚？江一，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做？我做。陆云霄，刚才你也听到他儿子怎么说的，说小果实的东西都是他的。小叶没那么说，他没说完而已，他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就算是也是童言无忌，你怎么还跟个孩子耗上了呢？孩子为什么会说这种话？要不是大人教的，凭空说得出来吗？苏婉清对你有什么想法？别说你心里没数。你什么意思？非要我说的那么清楚吗？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你来真的？好，这是你说的，去就去。谁不去谁就是孙子。什么孙子？婆婆李美珍和老太太在回来路上也听说江一差点被撞。依依没事吧？奶奶，我没事的。那就好。昨晚你一夜没回，去哪了？你跟奶奶告状？不是她，我有眼睛，是我自己看见的。我听说婉晴的妈妈住院了，挺严重的。云霄去看一下也无可厚非。看一下看一晚上，
人家没儿子女儿还是怎么的？苏婉清一个大学生知识分子就不知道避嫌？小峰是我兄弟，我把婉清当妹妹看待，她妈妈就是我的半个吗？没你们想的那么龌龊。最好是这样，以后你注意点，这3年你该做的都做了，没必要给自己套上一辈子的枷锁。老太太告诫孙子，也是安慰江一。陆云霄对苏婉清好，是为了还战友的救命恩情，但江一真的不想妥协了。奶奶，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爱护，可过去的不说，以后的还会发生，长痛不如短痛。我决定跟陆云霄离婚。江一，你够了，耍脾气也有个度。刚才你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依依，离婚这话可不能随便提。奶奶，我不是一时冲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深思熟虑？你要文凭没文凭，要力气没力气，离了婚能去哪？老太太当即就拿棍子打孙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断了和苏婉清的联系。奶奶，他无理取闹，你也陪他闹，他要闹就让他闹个够。陆云霄说完就气冲冲的跑了。江一，离婚的事不要再提了，奶奶不惊吓的。这也是江一唯一担心的，看来还得给老太太做思想工作，但这婚是必须离的。在没有小果实的那30年里，他重读了高3，考上了本科、硕士。傍晚，江一做了一桌好吃的。陆家媳妇，你们家做什么菜那么香？江一送了一大碗排骨汤给王大婶，真香啊！陆家媳妇，看不出你手艺这么好。王婶，你慢慢喝，我先回去了。陆云霄回来看见桌上的饭菜，有些吃惊。你做的，果然他之前就是闹一闹罢了，心里还是向着我的。是妈妈做的。小果实多吃些，快点长大。江一没搭理陆云霄，陆云霄见他给自己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决定不跟他计较。很快，他发现桌上和锅里都没他的饭。你故意的，我没饭吃。你怎么没做云霄的饭？我们家又不是没米了。他没说回来吃饭啊，我还以为他去西院吃了呢，又不是第一次。没错，不报备的人没得吃。我去食堂吃。陆云霄转身，心想江一一定会喊住他。果然江一开口了，来，小果实，妈妈给你加个肉丸子，还有你喜欢吃的红烧土豆。见母子俩吃的喷香，陆云霄黑着一张脸走了。夜里，江一照例给老太太按了脚。依依，心情有没有好点？知我折奶奶一眼，心情好多了。夫妻间谁没个矛盾呢？床头打架床尾和，不留隔夜仇好不好？奶奶恐怕要辜负你了，这5年我们都没同过床，哪来的床尾和？你说什么？怎么会？我睡床，他睡沙发。我以为他接受我需要时间，可我等来等去，发现他心里已经住了别人。与其大家一起痛苦，不如我先放手。所以你提离婚是认真的？再认真不过了。奶奶，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小果实能跟我一起生活。我要去问问他为什么？难道真的被那寡妇迷住了？江一拦住了，可他没想到老太太那么雷厉风行。晚上，江一哄睡小果实后，陆云霄怒气冲冲地闯进来。陆云霄，你干什么啊？你说我要干什么？你不是跟奶奶告状，说我不跟你睡吗？我成全你。陆云霄，你要是敢对我用强，信不信明天你肩膀上的军功章就没了？装什么矜持？这不是你想要的吗？嘴上说离婚，转头就拿奶奶压我。江一，你还能要点脸不？这种事你也好意思说？我为什么不能说？让大家知道到底是谁的错？我错了吗？谈恋爱好歹有个过程，我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就结婚，你怎么能逼我马上就喜欢你，跟你做那种事？而且我常参加外训，出任务，哪有时间想别的？你这都是借口。恭喜你明天就能解脱了，以后你爱谁谁。明天9点，婚姻登记处见。陆云霄想说话，可心里有气，又不想顺着江一，直接走了。儿子，你怎么出来了？不像话，怎么能把丈夫赶出房间？我去说说他。妈，你别管，你越这样，他以后越是闹。儿子，你老实告诉妈，你和苏婉清。妈，你怎么也跟着胡闹？这种诋毁别人清白的话，以后少说。你媳妇这么闹，迟早被外面的人知道，你马上就升团长了。妈是提醒你注意点，别被人拿你做风说事。李美珍甚至还怀疑孙烨是不是儿子的种。重生后的第1天，我立马领了儿子前往指挥室，把他的手印按在了那份与陆云霄断绝亲子关系的承诺书上。因为我的团长丈夫竟然有2个家，家属院分了3层小楼自己不要，给了战友一双母子，工资补贴1个月250，给那对母子230。当儿子和战友儿子共同遇险时，他却第一时间做了后者，自家儿子却被大水冲走了，生命永远定格在那天，我的心也在那天死了。接上集，哥，你能帮我借个相机吗？我记得聂灿有这东西，刚好明天他回城。聂灿，那是谁啊？我朋友啊，你忘了？之前一个团的，转业后还有来往。不能问别人借吗？借谁的不是借，一个相机而已，回来再说吧。挂了电话，江一就回大院收拾行李了。妈妈，我们要去哪里呀？妈妈带你去外婆家好吗？你也好久没见珊珊哥哥了。好耶，我喜欢跟珊珊哥哥玩，我不喜欢孙烨，他说爸爸不喜欢我，喜欢他。顿时江一心里被愤怒充满，却又不能发作。你是爸爸的孩子，他很爱你的，只是他忙，没有太多时间陪你，而且爸爸也不像妈妈这样把爱挂在嘴边。我就知道是这样的。那小果实喜欢妈妈多点还是爸爸多点？当然最喜欢妈妈了。也许是上天可怜他，让他重来一次，这次他一定好好保护自己的孩子。第2天，江一，昨天孙烨抢小果实的玩具，是他不对，
所以我做了包子来给你们赔礼道歉。过去的江一无数次被他这模样迷惑，可如今只觉得好一朵心机大白莲。当他看见小果实手里的包子后，这是你做的。前世江一想象着小果实还在身边，特地去学了厨艺，还考了中式和西式点心1级技师证。你这是什么包子？好好看啊！我也要，我也要。他一直觉得小果实的东西就是他的，伸手就要抢。他抢我东西，抢我东西！这个小机灵鬼，这孩子怎么这样霸道？平时看着挺憨厚老实的。苏婉清见陆云霄过来，忽然上去拉住江一，江一后退，就见他向后一摔。江一，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可你也不能推我，打翻包子啊！你没事吧？江一，你怎么能推人？还不快道歉！道什么歉？我又没推他。没关系，江一应该是不小心的，你别怪他。陆云霄火气更旺了，上前抓住江一的手腕，道歉。陆云霄，你有病！你不仅眼盲还心瞎，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我看见了，是苏婉清自己摔的。看来那碗排骨汤没白送啊！我从屋里出来看得清清楚楚，是你主动来抓江一的。江一什么也没做，你自己就往后倒了。不是这样的，王婶，你为什么帮着江一？你的意思是我冤枉你了？我王婶住在院里10几年，我丈夫我儿子全是顶天立地、诚实正直的军人，我说的话对得起他们的军功章。倒是你故意摔倒嫁祸给江一，不知安的什么心？江一听得乳腺都通畅了，然后一脚把陆云霄踢开，又给了苏婉清好几个大逼斗。这是你陷害我的代价，这巴掌憋了我30年，今天终于打出来了。陆云霄和苏婉清都惊呆了，人间还是有公道的，一切牛鬼蛇神迟早现出原形。你是保家卫国的战士，应该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江一跟王婶道了声谢，然后带着小果实回屋了。陆云霄正要去追，元宵，你要相信我，我知道小果实喜欢吃包子，特意一早做好了送过来。我是真心想跟江一和好的，可他显然对我还有成见，他竟然还打了我。你先回去吧，以后没事你别来这边了，被人看见说闲话，对你影响也不好。苏婉清神色一僵，还想说什么，男人却已经走了。现在有空了吗？有空就走吧。去哪？当然是去离婚，咱们说好的，现在过去时间刚刚好。你够了，江一，刚才我冤枉了你，我跟你道歉就是，别动不动就拿离婚威胁我。道歉？你的道歉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昨晚小果实告诉我，孙烨说你喜欢他，不喜欢小果实。你伤害我不要紧，但不该伤害孩子。今天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觉得是我推苏婉清，你心里偏向谁一目了然。小孩子的话怎么能信？我怎么会不喜欢小果实？你这是无理取闹。无理取闹？你扪心自问，这5年你对他们母子怎样？对我们母子又是怎样？既然你心在别处，我成全你们。什么心在别处？我对你们母子不说特别好，但也没少了你们吃穿，而且我也没想过跟你离婚。他出尔反尔，应该是因为他要升团长的事吧？你放心，我不闹，咱们安安静静签字离婚，可以先不公布，不会影响到你的升迁大事。我再说一遍，我跟苏婉清没你想的那么龌龊，而且我已经跟他说了以后保持距离，这样总行了吧？你不要再闹了好吗？我没闹，是男人就爽快点。陆副团长，参谋长找你有事。我马上就来，咱俩的事等我回来再说。看来今天是离不成婚了，江一索性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姐，你怎么突然就想到要回来了？想你们了呗。晚上想吃什么？让你大嫂给你做。晚上我们打火锅吧。就知道吃，快期末考了，功课复习的怎么样了？吃火锅也好，刚好聂灿要来送依依要的相机。聂灿就是你之前那个战友，你们还有联系？妈，那件事已经过去了，而且真相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聂灿这人我还是信得过的。那件事指的是3年前，聂灿跟上级的媳妇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因此被开除出部队的事。这种作风有问题的人还是少来往，万一叫你厂里领导知道不太好。另一边，陆云霄一进门，棍子就飞了过来。我打死你个不孝子孙，去西院得了，还回来做什么？奶奶，又怎么了？你自己看看。不过是回娘家，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是吗？你自己回房里看看。陆云霄来到房间，看到江一和小果实的衣服鞋子都不见了，床头柜放着离婚协议书。陆云霄心头一震，要是我孙媳妇和曾孙子不回来，你以后也不用回来了。他会回来的。你怎么保证？你现在就给我去城里找人，带些礼物，说几句好话，陪他待2天再一起回来。那没必要纵着他，说来是江一不对，回娘家也不说一声，搞得我们亏待了他似的，别人怎么看我们陆家？难道不是我们亏待了他？早上的事你没听王婶说吗？还有过去那5年，不去，让他自己冷静一下也好。妈说的对，没必要老是纵着他。另一边，江一差点被一辆快速行驶的小汽车撞到，还好有一只大手稳住了单车。眼睛长着是摆设，不看路。道歉。你谁啊？道什么歉？你刚才差点撞到我了。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管你什么人，这么开车就是不对，赶紧道歉。我不道你奈我何。你私自把所里的公家车开回家，陈主任知道吗？你认识我老爸？我不认识你爸，但我认识他领导。这马上就年底考评了，你说领导知道了这事会怎么说？大哥，今天是我不对，我那会正想着事情，没注意到嫂子，我这就给嫂子赔礼道歉。什么嫂子？这是妹妹知道不？下不为例。知道，大哥教训的事，对不起啊妹妹。聂灿没接话就走了。江一看小伙子一脸的懵逼加崇拜，人比人比死人，未来大佬出手果然与众不同。
重生回到儿子落水前，第一件事就是离婚。前世儿子和丈夫占有的儿子同时落水，丈夫选择就占有遗孀的儿子，自家的儿子却被大水冲走了。江一经历丧子之痛后，和丈夫内耗30年，最终郁郁而终。炊事班长亲自下厨，有口福了。聂叔叔，你上次给我的弹弓坏了，下次再给你做一个。叔叔这趟回来得及，没买礼物，来，一人一个。来了就好，用不着这么客气。要的，红包还能辟邪，还是第一次听有这说法。不过你自己不就是那个邪？可现在不是过年，他觉得过年才收红包。他用询问的眼神看向江一，叔叔给你的就拿着吧。谢谢叔叔，恭喜发财。真可爱。叔叔像个巨人一样，比爸爸还高叶。那你怕不怕？不怕，叔叔给我红包，叔叔不是坏人。这小家伙给你红包就不是坏人了？妈妈没这么教你吧？小朋友，你是个朋友，叔叔教定了。没想到你还会哄小孩，我哄了吗？人格魅力在这。江一，你还真在这？你怎么知道我来了？别看我可没告诉他。不是你哥，我刚才给厂里兄弟带了自家种的番薯，听到值班室的人说陆云霄打电话找杨哥，杨哥不在，说让杨哥通知江一给他回个电话。值班室的人知道我和杨哥说，就让我来传话。不会有什么急事吧？我记得楼上301有电话，人挺好的，要不借个电话回过去？不用，应该就是问我到了没，明天再回电话也不迟。那不是让人家担心一晚上？真的不用，一点小事而已。我们吃饭吧。吃完饭，大哥找到江一，你老实跟大哥说，是不是跟陆云霄闹矛盾了？大哥，好端端的怎么哭呢？陆云霄真欺负你了？大哥，我想跟他离婚。离婚？他是不是干了对不起你的事？江一把陆云霄和苏婉清的事说了一遍。岂有此理！之前你为什么不说？他承认了吗？没有，但他对我没感情是真的，整整5年了，我不想继续下去。你要是真的离了，就回来，咱们一家人齐齐整整的。你大嫂也好说话，只是大哥怕你后悔。谢谢大哥，你放心，我会考虑清楚的。江阳不再多说，夫妻之事别人插不了手，他要做的是妹妹万一真的离婚，要如何成为他的后盾？500元，2个红包就是1000元，这钱来路不会不干净吧？妈，难道你想还给人家？这样吧，以后我们家有什么土特产给他送点。这样也好，我不想欠人家太多，不过这得还多少土特产啊？啊，你们多虑了。对人家来说，这点钱可能就是洒水啦。虽然他也没收过这么大的红包，咋就没他的份呢？江一现在也很缺钱。大嫂，我们去小窑房里，咱们好好谋划小餐馆的事。第2天和大嫂在城里实地走了1天，做了不少考察后，江一有了大概的想法。又过了1天，陆云霄打来电话，你怎么回娘家也不说一声？桌面上的协议书你看了吗？你闹够了没有？闹够了就回来，协议书我就当没看见。你签了协议书，我再回去。我要是不签呢？陆云霄，你觉得我们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你这么闹下去又有意思吗？而且小果实是我儿子，就算离你凭什么把他带走？我当然能带走。你要是跟我争小果实，那咱们只能在法庭上见，到时候咱们离婚的事就瞒不住了。你好好衡量下利弊。说完就挂了电话。陆云霄整个人僵住了。这是江一，为什么短短几天觉得他变了个人似的？你怎么还没去接江一？妈，你别动气，我的腿好疼，肯定是风湿又发作了。医生说风湿直接影响心脏，我这心脏也一抽一抽的疼啊。他觉得江一是个孝顺的，一定会回来看他的。我送奶奶去军区医院，再跟政委请2天假，去城里接她，这样行了吗？老太太的心脏瞬间没那么疼了，那还不快去？陆云霄刚送老太太去医院，苏婉清就来了。李阿姨，我打了你喜欢吃的梅花肉，谢谢。你吃了吗？我一会就吃。怎么就李阿姨一个人？老太太病了，云霄去了医院陪护，我晚点再去。那江一呢？别提他了，昨天突然就带孩子回了娘家。江一好像很久没回娘家，回去也没什么。还是你善解人意，他还老是误会你。李美珍越看越满意，嫁过人也没啥，说不定孙烨真是自己孙子呢，不然云霄为什么那么照顾他们母子？苏婉清的母亲还没出院，跟李美珍说完话就往医院去了。江一是不是跟陆云霄吵架回娘家了？妈怎么知道？我刚才无意中听到的。陆老太太骂云霄，让他赶紧滚去城里接媳妇，好好哄他，别在这碍眼。不是吵架是什么？原来是吵架。包子一是江一让我在邻居面前很没脸，但后来云霄一定是骂江一了，不然不会吵架。可是陆云霄竟然去接人，你要看紧点，别快到手的鸭子飞了。不会的，他迟早会是我的。医院另一边病房里，老太太等李美珍来了后，让她给江阳打电话，说自己风湿关节炎和心脏病发作了，在医院。江阳回到家，把消息告诉江一。江一记得上一世这个时候，他和陆云霄吵架，老太太假借生病让他们和好，这次估计也是一样。而且老太太在医院，也不会有危险，于是就没回话。真是不好意思，还麻烦你亲自送相机过来。那我拿回去。别，我没说不要啊。那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看电影，还有1张票。聂大哥，你去不去？好啊，我送你们去。你俩好好坐着，别弄脏叔叔的车。没关系，脏了你妈妈负责洗。江一不知为何，他就知道他会这么说。刚才逗你们的，这电影我看过好几遍，就不去看了，找个朋友回头再来接你们。江一心下一松，刚想说不用了，人已经走了。姐，其实聂大哥人挺好的，也不知谁把他传成那样，咱们不传就行。江一手里还拿着人家的相机呢，拿人手软嘴也软。
电影看得很尽兴，出来时聂灿已经在等着了。江一不自觉地绷紧了神经。你不会是怕我吧？你又不是有3头6臂，我怕你做什么？叔叔，少林寺真好看。部队里不是早就放过了吗？爸爸没带我去看，带孙烨去看了。孙烨，聂灿琢磨了会，好像想起来什么，但没多说。之后一行人去了大嫂店里。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刚去看完电影，来填肚子。姐说她请客，都是一家人，请什么客？直接过来吃就是了。那可不行，大嫂，做生意归做生意，得公私分明。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这餐馆你觉得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走南闯北？别人都说你哪都去过，不是吗？菜的味道还可以，但餐馆整体没什么特色，很难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把这餐馆改成茶楼，你觉得怎样？把这餐馆改成茶楼，你觉得怎样？茶楼？对，早点茶是中午和晚上饭是照旧，减少空座率。你看这位置不错，周围店铺大多做餐饮，有氛围，但竞争也激烈。不远处的国营饭店更是占了大部分生意，跟规模干根本干不过，不如另辟一条路。这附近几家政府单位，不少退休职工，早起的没地方去，增开早点茶室应该有市场。也正是因为机关单位多，有些事得关着门说。上面2楼的舞蹈室招租，可以租下来改做包厢，装修当然也要重新改一改。良好的用餐环境非常重要，到时再搞点推广活动，引流所客。看不出来你想法挺多啊，还会做市场调查。这样下来，装修和增加人手应该要不少钱。明天我去找装修师傅，给出个方案，看哪里可以省点。我怕你大哥不同意，他希望我关了这餐馆，现在还要投这么多钱。我跟大哥说一下，等我们的方案出来，我把投资和风险收益算给他看一下。你还会这些？上辈子江一是注册会计师和金融分析师，那个闲着没事瞎学的。我还以为你整日就知道给陆副团长做好吃的呢。难道聂团长娶媳妇不希望他给你做好吃的？说的也是，我刚好认识一个装修师傅，要介绍给你们吗？谢谢，我们自己找吧。聂灿没说什么，结果他还是趁江一不注意买了单。江一活了几十年都没弄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买单。说好我请客的，先见着吧，下次你请回来。对了，这里不方便停车，我停对面街了，走过去还是我开过来？走过去吧，就当消食了。叔叔，我想骑大马。聂灿没有拒绝，骑大马了，驾。不过小伙食没骑多久，就走过来一个挺拔身影。你看那一家3口多俊啊！陆云霄的心头骤然涌起一股酸气，眼火直冒。爸爸，姐，你才出来2天，姐夫就想你了，迫不及待把你接回去。看来不用我送你们回去了。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他盯着聂灿和江一看，眼神变了又变，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指尖溜走一样，那抓不住的感觉让他一阵心慌。我出来碰到朋友，一起吃个饭怎么了？他自己经常去西苑照顾苏婉清母子，跟苏婉清眉来眼去，有什么资格说他？朋友，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聂灿的名声在部队里烂透了，陆云霄也不知自己为何这么失控。跟我回去。江一很不自在，但他不想在大嫂的餐馆前跟他吵。小果实下来，妈妈抱。我要骑大马。爸爸给你骑。有爸爸大马骑，小果实当然是愿意的。接过小果实的时候，陆云霄和聂灿目光相撞，对方眼里冷锐莫测。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小朋友们，再见了。到了小区，他让江瑶先带孩子上去。我说了，你签了字我就回去。到现在了你还闹？刚才江阳去做饭时，他试探许翠莲，他根本不知道女儿要离婚的事。我再说一遍，我是认真的。因为聂灿嘛，你也被他那张脸迷昏了头。他作风不好，玩弄女人，声名狼藉，你迟早后悔。你说什么？跟他有个毛线关系？我跟你在一起才后悔。我是真的想离婚，你成全我吧，我也成全你。你说什么胡话？奶奶生病了还天天念着你，你忍心不去看她？你把字签了，我就去看她。什么字？还有谁病了？我奶奶她风湿和心脏病发作了，现在在医院呢。哎呦，你怎么不早说？那依依明天就回去吧。我答应了，明天跟大嫂一起去找师傅问装修的事，问完了我再去看奶奶。陆云霄暗暗松了口气。姐，你在干什么？我睡外面就可以了。没事，反正他睡习惯了。姐，你这是画的什么？真好看。这是我设计的童装。上辈子对小果实思念成疾，路过童装店都会想，要是小果实能穿上妈妈亲手做的衣服多好啊。97年港城回归之际，他看到港城一家著名童装品牌面向全国的设计大赛，主题为来自祖国妈妈的爱，他心血来潮就投稿了，1个月后竟然获得第2名，得了10万块奖金。当然现在那家公司还没征稿，也没这么大手笔，但他想试试给他们投设计稿，看能不能挣点设计费。听江一说了投稿打算，江瑶嘴巴像塞了2个鸡蛋似的。姐，你好厉害，你怎么知道那家公司啊？在军属院听到的。我担心的是那家公司能不能顺利收到信件。问问聂大哥不就知道了吗？听大哥说他最近常在鹏城和港城两边跑，那岂不是又要来往？江一眉头一皱，先不管这么多了，他连夜画了20幅设计稿。第2天，江一顶着2个大黑眼圈，带上小果实和大嫂去找装修师傅。除了明亮整洁，我们还想给人一种温馨、宾至如归的感觉。师傅，你看墙面和吊顶做成这种怎么样？江一后世去过不少酒楼，真正人气旺的餐馆不需要太华丽，都是比较简洁的装修风格，主打一个人气和吃的氛围。有一瞬间，陆云霄看呆了，江一什么时候有这本事，甚至知道会用到什么材料。
他计算的用量又快又准，效果和成本都考虑到了，我回去给你报个价。麻烦师傅了，因为我们这预算不是很充足，看能不能帮我们出一个更加节省的方案。大家都是熟人，实在紧张，先做了再慢慢给钱也行。那真是太感谢了。装修的事他心里有了底，剩下的就是找点新师傅，这事交给大嫂。回去之前还得把童装的设计稿给寄出去。问问聂灿不就知道了吗？我不想麻烦他，就问一下，这有什么麻烦的？大哥现在就打给他问问。因为大哥不知道他要寄什么，具体地址，最后还是把电话给了他。早知道还不如自己给聂灿打电话呢。江阳说你要寄东西到港城。江一怀着自我唾弃的心情，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让他失望的是，聂灿说两岸的邮政没完全恢复，不一定寄得出。就算能寄到港城，没有具体门牌号和电话号码，对方也不一定收得到。这样吧，我恰好要去一趟港城，我帮你带过去吧。会不会太麻烦你了？那等我下次回来，你多请我一顿饭。这1分钱还没挣到呢，就欠了2顿饭钱了。挂了电话，似乎还能听到聂灿取笑他的声音。中午聂灿就来了。真是你画的？难道不像吗？我只帮你送，别的可不怪。没关系，已经很麻烦你了。还有一件事，聂大哥，你能不能帮我搞一张学友的签名海报？我好喜欢他的歌。这种事你也好意思拜托人家？如果你期末考年级前50，我可以考虑一下。我就知道聂大哥是个好人。做好了一切，江一和陆云霄回去了。陆叔叔，我妈妈发烧了，你快去看看吧。怎么回事？我妈妈早上到山里给陆奶奶挖土茯苓，淋了雨回来就发烧了。陆云霄眉头一皱，就要转身出去。他一个大人，发烧而已，就不会去医院看医生，要你去做什么？奶奶，小叶说他是为你去挖的土茯苓。江一、苏婉清是因为奶奶才发烧，我送她去医院，马上就回来。这情景跟前世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次陆云霄看了他一眼，多说了一句话。